没想到这里竟然能遇到人类的魂魄，看来你我都命不该绝呀！今后多多关照吧。恭喜YY951806616号魂魄。啊！因为您生前的功德值足够，可用功德值进行抽奖，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投胎奖励。你在说什么呀？这是哪里啊？这里是坐落在大千世界上的洪荒神器往生塔，是魂魄的起点，也是归宿。我是您的转生负责人，工号177633。顺带一提，我的形象是根据您的喜好自动生成的。这是哪门子的整人节目啊？我的腰，我的腰啊！这样解释打消您的疑虑了吗？您现在是非实体的灵魂状态。等等，我好像想起来了，散步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落水了，然后我就跳下去救她了，后面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么说来，我是死掉了吗？啊，那个小女孩呢？最后得救了吗？通过查询您的功德记录，是成功获救了。那就好，那就好，也不算白死。就是老爹老妈，应该会很伤心吧？我平时还劝他们，钱赚的再多，也换不回好身体。现在全家最健康的我，反而先死了。下面由我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个是功德兑换抽奖机。能让我先伤感完吗？抽一次消耗8888功德，您的功德值刚好可以抽奖一次，有机会获得稀有转生礼包，原地复活也是有可能的。哎，真的啊？哎呀，老天保佑啊！我这辈子一次奖都没有中过，玩游戏也是非球，肯定是为了这次否极泰来做准备的呀！给我复活！哈哈哈，这个气势，有了！恭喜您抽中修真礼包，可以保留记忆进入随机修真世界，并附赠一次100%夺舍成功的能力。啊？啥玩意儿啊？现在为您传送，色魔先生。最好得给我说明一下！哎呀，谁是色魔？不想让我玩玩的话，就别特意生成我喜欢的样子。保留记忆应该不用我解释了。夺舍其实可以用灵魂直接占据他人的身体重生，本礼包为傻瓜式操作，只需内心大喊夺舍，然后冲入目标身体即可。那被夺舍的人，不就是相当于被我干掉了？是的，所以夺舍是有限制的，只能对功德值为负数的人夺舍。功德值负数？那我不是只能当坏蛋了？是的，如果您觉得不妥，也可以放弃礼包使用权。哎，我就是吐槽一下，为民除害也挺好的呀。要除就索性出个大的。哎，你能不能查一下我转生世界里面功德值最低的人，我就夺他的舍了。可以查到，但是您要考虑清楚，在修真世界功德值最低的人，肯定是为祸一方的魔头，杀人如麻，树敌众多，肯定有不少人要他的命。嗨，大魔头应该是有些自保能力的吧？我夺舍之后就直接隐居苟起来就好了。反正魔头应该都是满级神装了。那好吧，
夺舍需要您亲自操作，我会把您传送到内人的身旁。正在添加传送位置，所在世界功德值最低之人10米范围内。修真世界的人不会发现我的灵魂体吧？放心，往生塔会在您夺舍成功前屏蔽您的气息。添加成功。啊，那就好。祝您转生愉快，色青狂先生。你呀！工号177633。怎么了？你负责的那个魂魄呢？已经成功转生了。有点奇怪，我这边发现，他虽然是魂魄刚进入往生塔，但死亡时间显示的却是3年前。什么？定点传送完成，请在半个时辰内使用本礼包。嘿嘿嘿，修真世界我来了！我靠，爹呐，说好看不到我的呢！女侠饶命啊！什么？没事吧，大师姐？没事，这困阵级别很高，凭咱们的手段破不开。困阵？原来不是冲着我来的呀！说好把我传到魔头身边的呢，怎么只有2个姑娘？等等，难道是女魔头？我该问一下性别的呀！他们头顶上面的是功德值吗？都是正数，那他们不是我的夺舍对象。没错，这阵法不到金丹后期是破不开的。见过前辈，我们是青云宗的弟子，误入前辈清修之地，还望见谅。是吗？老夫最喜欢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的修士了。即使如此，还请前辈打开困阵，晚辈也好亲自拜见前辈。看来我的灵魂能穿过这个阵法。不愧是名门个十百千，都能说会道的。负10个亿功德，这家伙才是魔头啊！我靠，这得干了多少坏事！正好，我舍了他，也能救那2姑娘一命。我这长得也太丑太老了吧，感觉都快入土了呀！下不去手啊！这些毒气是老夫精炼的尸毒，一旦沾染，皮肤溃烂，五脏溶解，最后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活死人。什么？困阵中间有个机关，只要注入灵力，就可以把尸毒导出阵法外面。但是，大师姐，这个也有禁止保护吗？你在做什么？没听见老夫讲的吗？这是可以导出尸毒的机关，你要把它弄坏，是不想活了吗？是啊，大师姐，听前辈把话说完呢。哼，他不是什么前辈，只是以折磨人为乐的邪修罢了。反正他也会说阵法外面有什么无辜之人，自救就要害死别人，然后想看咱们这些自诩正道的修士如何丑态百出，最后都活不了。与其成为他诋毁正道的谈资，还不如坦然赴死好一些。好家伙，这个就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吗？都给魔头整不坏了。别担心，只是投影用的金球。有点小聪明啊。的确，
这阵法外有老夫抓来的凡人志同，老夫倒要看看你们被尸毒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还会不会这么清醒？哼，是避毒丹吗？啊，不愧是大师姐，准备的真周全。可笑，区区避毒丹还想防住老夫的尸毒？这不是避毒丹，是我研制的毒药。啊！无色无味，入肌以下，只需吸入几口，便会魂归天外。等一下，大师姐，你拿毒药干什么？我把毒药混到尸毒里，再导出去，可以让那些孩子没有痛苦的离开。送走他们之后，咱们再自裁。啥？哎，别冲动，再想想别的法子。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优解了。哪里优了？自裁就自裁，干嘛带着那些孩子？被这种邪修抓到，死亡才是最好的解脱。你不忍心看的话，先吸一口。别！不痛的，跟睡觉一样。不要啊！快拿走！这个魔头想找乐子，但抓错人了呀！这位大师姐简直是人间清醒过头了呀！丑就丑吧，我再不行动的话，不等魔头动手，全场就要被这大师姐给送走了。哼，想死没那么容易。哎，等等，这是什么？去，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小心，是炼尸！走，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让我捋一捋，我要夺舍的时候，那魔头召唤出了一堆僵尸，然后我就撞了上去，把其中的一具僵尸夺舍了。我靠，坑爹呀！这不完犊子了吗？身体也被那魔头操控了。检测到宿主产生自我意识，造化系统启动成功。什么？宿主魂魄肉体同步率过低，正在协助修正。什么情况？没有听说礼包里面有系统啊？难道说这具身体自带系统？我夺舍了一个带系统的僵尸？修正完成，同步率检测中。小歪小心！啊！目前同步率400%。完了，躲不开了。400%是什么鬼啊？不是除号机吗？哎，我能控制身体了。那炼尸会说话，还救了小婉。怎么可能？4号脱离了老夫的控尸术，还能自由行动。1号、3号，别管那2个女儿了，快把4号带出来！怎么都冲我来了？在魔头面前暴露自己拥有神智，造化值+15。我去，什么鬼啊！造化值，这加分提示怎么感觉在挖苦我呀？本造化系统讲究顺为凡，逆为仙，只要多行逆天之举，便可赚得机缘造化。什么叫逆天之举？就是乍一看不利于自己，让自己陷入危险的举动。那不就是作死吗？错，本系统是向死而生，讲究否极泰来，用霉运换气运，用逆势换长生。长生？那前任宿主是怎么死的？还被人炼成僵尸了？会吹什么口哨啊？快回答我！糟了，打架还分心唠嗑，造化值+11。你他妈！雷剑！多谢了。
小心是尸毒，没地方躲了。既然想捣乱，那就先解决了你们。别担心，宿主的炼尸身体不怕尸毒，但那俩姑娘怕呀。我们现在是一条身上的蚂蚱。系统上传有解毒丹脉。我感觉他们还没有信赖到随便吃我给的东西吧？可以等他们晕死了再喂。那不就失去2个战斗力了吗？真麻烦，你自己挑行了吗？差不多该结束战斗了吧？什么？嘿，听我说谢谢你啊！为什么要唱歌啊？是我们该谢谢你，多亏你的宝衣，不但能抵挡尸毒，还能缓慢修复已经被尸毒腐蚀的身体。你真的是炼尸吗？我从没听说过有能说话的炼尸。这个小看你们了，只动用了炼气期炼尸，看来老夫要认真点儿了。那个4号竟然诞生了神智，真是天助老夫，绝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去，让个女娃杀了，4号抓活的，别伤到了。小心，又来2个。这股压迫力和师尊差不多，这切丹大圆满的炼尸。想活命就配合我。大师姐，你那邪修的性子，绝对会慢慢提高炼尸水平。看咱们困兽之斗，以此为乐。现在却突然派了2个结丹期的炼尸，我只能想到一种可能：他的目的已经变了，并不是要折磨我们，而是急于抓住你这个特殊炼尸。那2个僵尸真的不动了，我强啊，大师姐！看来被你猜对了。谁是你大师姐？吃大师姐豆腐，造化值+6。神他妈吃豆腐，我是不小心碰到的。你不说我都没有意识到那是凶啊！老夫只是不想陪你们玩了。4号不过炼气期，老夫这里有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杀便杀了吧。好。住手！可恶！老夫可以放了你们，把4号留下。先把尸毒散了，禁止法阵打开。哼！好了，你们可以滚了。大师姐，你肯定信不过那个魔头，想自己留下来断后吧？放心，我会跟你一起上路，不会让你落到那邪修手里的。你这人怎么总想带着别人上路啊？那你是想被那邪修当试验品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边的路我很熟，就不需要大师姐带了。喂，老头儿，我要看到他们带着孩子安全离开，不然死给你看啊！宿主进行赴死宣言，造化值+205。别整这些虚的，能活着谁也不想死。有没有瞬移道具啥的？本系统为了让宿主直面困境，获取造化，暂时不出售任何逃跑道具。靠！我算是知道前任宿主是怎么死的了。好，老夫答应你，他们现在就可以滚了。放手吧，大师姐。本来我就是必死的，现在能多救一个你，怎么想都是最优解吧。这回救了5个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抽奖了。你有什么未了的愿望吗？想成为亿万富翁，环游世界，再找个大师姐这样的老婆，生个孩子，就叫我替你报仇的。要去，老夫亲手炼化的僵尸，竟然还知道舍己为人。
就怕你看错了人，救了不值得救的自私小人呐！老家伙，不要轻举妄动，在这里待上半个时辰，真就放他们走了，会不会太顺利了一点？50亿的魔头就这？呀，宝仪消失了！切！大师姐，邪修没追上来，那个烈士真的救了咱们。大师姐，你怎么了？走时我看见邪修在背后掐了手印，那是用来远距离勾画法阵的。那炼师在给咱们拖时间，但邪修同样在拖时间。时间一到，阵法成型，再想自裁就难了。啊，那我怕他知道后动摇，也怕那邪修鱼死网破，到最后都没有提醒他。他是故意暴露手印给我看的，是他赢了。在最后莫大的生还希望面前，再多的勇气也变成了追求苟活的私欲。经此一役，我道心留下污点，怕是以后会被心魔反噬了。大师姐，这不是你的错，换做任何人都不可能比师姐你做得更好了。先不说这个了，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尽快回宗门，找师傅、大长老他们出山，看看能否救下那烈士。这魔头真的就这样无动于衷了？不对，那家伙肯定在谋划什么。检测到宿主脚下有即将成型的封印阵法。果然，就知道不可能这么顺利。什么？别挣扎了！你求死之心不够坚定，摸脖子的动作太迟钝了，不然老夫这副残破之躯还真没信心不靠阵法就阻止你。可恶啊！自己看自己脑袋，对我一个21世纪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太难了呀！去杀掉刚才逃跑的2个女娃和孩子。都这么久过去了，追不上的。追不上也无所谓，老夫已经在那女娃道心上种下心魔，她以后的日子也不会比你好过。什么？你果然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呢。他们走时，我故意暴露了远程结印手印给那女娃看，但她并没有提醒你，自己逃命了。怎么样？现在是什么心情？是不是替自己觉得不值啊？他提醒我了呀。啊？不然我刚才为什么突然要自刎呢？就是知道你那个在我脚下的封印阵法快要成型了呀。胡说！什么时候？他怎么提醒你的？哼，就不告诉你，笨蛋，这都看不出来还当魔头呀？谁呀你？激怒掌握自己生死之人，造化值加168。好，很好，老夫真是对你的兴趣越来越大了。希望你被老夫拆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也能这么硬气的说话。以防万一，把他先绑起来，先离开这里再说。哎，轻点，轻点，轻点！哎，要断了，要断了！哎呀，等！哎呀，完了！虽然不知道这魔头要找我干什么，但绝对不会比死好啊！同步率异常原因解析完成。什么？解析同步率？什么意思？宿主之前不是问本系统同步率400%是什么鬼？这个问题吗？不是，那只是吐槽啊。宿主携带了不属于自身的灵魂力，这是让宿主夺舍本身体的关键，但这灵魂力太强了，
帮助宿主夺舍了这具炼气期的炼尸后，还有很大的部分残留，这也是同步率溢出到400%的原因。啊，是真的400%啊！我还以为是在玩梗呢。难道是那个修仙礼包的夺舍功能造成的？本来说要夺舍魔头的，但却夺舍了个杂兵啊！本系统刚刚一直在解析这股灵魂力，现在已经解析完成。这个灵魂力是暂时的，目前同步率已经掉到了393%了，但在完全掉光之前是可以被本系统控制。什么意思？怎么个控制法？这部分溢出的同步率，如果分给其他人，他们就会受到宿主的操控。啊，这么强吗？那分给魔头呢？因为宿主夺舍的是炼尸，所以溢出的同步率也只能分给和你结构相同的炼尸。炼尸嘛，这家伙怎么看也不是那魔头的对手啊！有办法知道这魔头的修为吗？对着目标默念鉴定即可，每次花费5点造化值。鉴定。再看看另外一边。银变器，还好他重伤修为跌落了，对付他，光靠这个大块头炼尸明显不够啊！想脱困，只能赌一把了。系统，把我所有多余的灵魂力都分给这个炼尸。控制这个光头，只需要6%左右的灵魂力就够了。照我说的做，我有我的打算。好吧，分配完毕。你干嘛？怎么回事？3筒的控石印也断了，你干了什么？啊！这光头差点把我摔死，我还要问你干什么呢？容易出故障的东西就别放出来了。小崽子，别想耍什么花招！老夫虽然暂时不会杀你，但是有很多办法能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好笑的？你那戒指里果然还有更厉害的家伙呀！什么？这怎么可能？这应变器炼尸，就连全盛时期的我都要折损寿元才能操控。你到底干了什么？我们炼尸之间互相帮助，不是很正常吗？故意让光头炼尸假装失灵，被收回储物戒，再通过它做跳板来控制里面最厉害的炼尸吗？哼，我本来想控制储物戒里所有的炼尸，来群殴这个老家伙的。没想到老夫好不容易躲过了那帮家伙追杀，却栽在了自己的炼尸手里。抓紧时间，你溢出的同步率控制应变太勉强了，现在掉到了158，再过半刻钟，你就要面对失控的应变器炼尸了。啊，这么快啊！是会吐棍的炼尸，应该是趁着岩壁坍塌的时候放出来的。这东西果然阴险，一边示弱一边搞偷袭。这是那魔头拇指上的戒指，不好，快回房！小崽子，可不只有你会用储物戒偷袭。那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够轻松穿过阴变器的防护罩，还
直接钻到我身体里了。是一件大礼，有了这东西，你也会和老夫一样的下场，定会不得好死。杀了！完成越阶击杀杜老魔，造化值加2000。哎，系统，那个家伙射了什么东西进我身体里了？分析完成，是名为祭血阴煞珠的宝物。这颗珠子只要融入死煞阴邪之物，便能让他们超速再生，不死不灭。拿宿主现在的炼尸身体来说，只要不是灰飞烟灭的伤势，都能起死回生，恢复如初。什么？这老东西怎么会把这么逆天的东西给我呀？他自己怎么不用啊？他虽然是邪修，但本质还是人，没法用。只给自己的炼尸用又很浪费。之前说他被追杀，多半就是因为此物不是他这个境界能拥有的。那他抓我，说不定也是想通过我来找到能合理使用这祭血阴煞珠的办法。有这个可能。宿主虽然得到此神物，但修为太低，没法压制此物气息。一旦被人发现，多半是会被生生炼化取宝的命运。啥？那能弄走吗？宿主已经和那颗珠子彻底融合，本系统也没有办法。那我现在不就相当于移动的天才地宝了？麻烦了呀！徒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邪修吧？好像是被他自己的鹰变七炼师杀掉的，然后这鹰变七炼师又自裁了。能控制鹰变炼尸的邪修，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好都死光了，不然不止咱们两个老东西要交代在这儿，苍兰国也要生灵涂炭啊！没有那个练七七的炼师，也对，这种层面的战斗，他就算被法力波动扫中，也灰飞烟灭了。刘师侄，你在找什么呀？有好东西要上交宗门宝库哦。宗主，这鹰变七炼师手里有张字条。啊？字条？写什么了？大师姐，不用担心，我没事儿。什么？这鹰变七炼师还有个大师姐？而且哪里没事了？这不都自杀了？柳师侄这是何意啊？难不成那字条另有玄机？徒儿他刚才笑了。啊？你那冰块徒弟会笑？你眼花了吧？对了，王长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阴煞之气？刚到这里我就发现了，那股气息到河流那里就断了。莫不是这邪修有什么宝物掉进河里了？等会儿让门内弟子沿河流搜索一番吧。垃圾，现在都是垃圾。哎呀，本以为这魔头的储物戒指里能有什么掩盖阴煞珠气息的东西，还花了500积分破解和380积分鉴定。哎呀，结果就60万下品灵石有些用处，别的都是堆毒药和邪性的东西，完全就派不上用场。商城里面也没有用得上的道具，不把身上散发阴煞之气的问题解决，我根本哪里都去不了啊！哎呀，可以用左后方那个红色盒子。哦，这个吗？是的。鉴定。这有什么用啊？你是要把我装盒子里吗？可以使用本系统的物品合成功能。啊？物品合成？宿主如果把其他有屏蔽功能的法宝和这个盒子结合，大概率能生成具有屏蔽阴煞珠效果的道具。哦，这个功能好啊！哎呀，不只是阴煞珠啊，我炼尸的身份最好也能隐藏起来。我记得刚才鉴定过一件东西，哎，找到了。我看看啊，先把这个坠子设定成主物品，
把盒子设定成副物品，然后合成。耶，成了！这属性完美呀！变成试试效果如何？怎么样，系统？还有煞气外散吗？没有是没有了，但是阴煞珠的气息太强大了，也被转化成了生气，导致宿主您现在有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这有什么用啊？我还是活靶子呀！哎呀，宿主不用担心，生气比阴煞之气要好控制得多，只需要购买商城屏蔽气息的法衣就能掩盖住。挂坠掩盖阴煞珠，衣服掩盖挂……感觉打了一堆补丁在身上呀。还好封校期间一直是自己给自己剪头发的。境界虽然低了点儿，好在这炼尸的长相还说得过去。鉴定。鉴定功能不能对自己用的吗？打开系统面板，那里就可以查到宿主的详细信息了。什么鬼啊？生前宇航员是什么意思啊？这里不是修真世界吗？系统，你给我解释一下呀！解释不了。啥？因为我和前任宿主的记忆都受损了。前任宿主是在个小山村方醒的，身负重伤，躺在村长家里，什么都不记得。据村长说，他是昏倒在森林里，被村长女儿发现的。而我只记得自己是造化系统，要收集造化值以及系统各项功能和这个世界的百科知识，但是并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诞生的，又是为什么出现在前任宿主身上。那前任宿主有你这个金手指，怎么还是死了呀？这个，因为本系统有很严重的 bug。啥？但是宿主来了之后就没触发这个 bug 嘞，难不成我自我修复了？喂，你给我说清楚一点！您有新的系统任务。这是什么任务啊？修炼功法跟造化值有什么关系啊？还是来了，这就是我说的 bug。本系统派发的任务完全随机，根本不考虑宿主是什么等级。啥？就比如前任宿主就是去做击杀杜老魔任务时陨落的。他才练气期呀，那魔头可是金丹期，还有一堆炼师，他哪个单单击杀呀？你不就是系统吗？什么任务你说了不算吗？严格意义上讲，我是系统的管理员，但我又不记得怎么维护系统调试了，所以没法修复这个 bug。坑爹呀！别人的系统是金手指，我的是催命符啊！而且为什么会这么巧？我要夺命那魔头，他就刚好召唤炼师，还召唤了5个，我就正好撞上有系统的这个。证明宿主你是天选之人，又气运加身啊！霉运加身还差不多。任务失败那个神识减半是什么意思啊？宿主现在才练气期，神识减半的话，相当于傻子。不要啊！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是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时限还只有1年。修炼功法到底是怎么加造化值的呀？造化值说白了就是作死值，这是要修炼作死的功法的意思吗？前任宿主没学什么功法吗？学了的，但是被炼成炼尸就是死物，只是人形的法宝法器，神魂和灵根都被炼化掉了，无法感应天地灵气，就无法修炼功法。那我不是肯定完不成任务啦？宿主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因为按道理炼尸是不可能被夺舍的，就像你不可能夺舍桌子凳子一样。已经是100%夺舍成功大礼包啊！等一下，
不是只能对功德值为负数的人夺舍吗？难道炼尸也有功德值？当时太快了，也没有看清楚。夺舍成功后，能看到功德值的能力就消失了。宿主的存在本来就是违背法则和常理的，我记忆里也没有诞生灵智炼尸的记载。我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黑暗啊。宿主可以让系统先检测下，毕竟都有神智了，灵根也应当一同过来了才是。无灵根，俗话说傻人有傻福。我是你的坑爹啊，还不是一样吗？那就没别的办法了吗？人造灵根什么的。系统商城是记载了2种特殊灵根，一种叫气灵根，一般是高阶修士突破，用炼化对应属性法宝的方法，提高那一属性灵根权重的手段，不能长久保留。还有就是一种妖灵根，是利用特制的妖兽内丹来增加灵根属性或是提高灵根品质的秘术。刚被发现时红极一时，但是后来发现，就算补充和自己同属性的妖丹，也会慢慢产生排异反应，最后导致无法调动灵气，修为倒退的严重后果。然后这个法门就渐渐失传了。不过系统商城倒是有的卖，都有试一试的价值。可以先用气灵根学一部功法完成任务，用妖灵根会导致最后没法修炼，有点得不偿失啊。系统，你说的妖灵根排异是和什么排异啊？当然是和本身灵根排异。那要是本身没有灵根呢？不存在没有灵根的人。那我呢？你是人吗？都说了，炼尸本质是法宝法器，你见过有灵根的法宝吗？那也就是说，别人不能用妖灵根，不代表我不能用了。不知道，毕竟宿主是不合常理的存在。反正最坏的结果也比变成傻子强。不管了，下单。原来如此啊！灵根的品质有凡品、下品、中品、上品和极品，对应这本妖灵根秘典妖丹的等级是筑基、结丹、元婴、应变和化神。以我现在的实力，最多只能炼杀炼气期的妖兽，凡品灵根都达不到，肯定是不行的。系统，商城里有妖丹吗？本商城是高级商城，只卖加工品，不卖原材料。看来得去有修士贸易的地方，看看能不能买到高阶一点的妖丹了。也不知道60万下品灵石够不够。系统，这附近哪里有什么修士方士之类的地方吗？不知道，我和前任宿主苏醒后一直宅在山里，没见过什么世面。你找个当地修士问一下。垃圾，不愧是二手系统。你叫谁二手？那叫你寡妇系统还是未亡人系统呢？我和前任宿主又不是两口子，请停止你的 PUA 行为。当地修士的话，要找他们吗？我记得他们是青云宗的。我知道青云宗，这个大百科里有记载。这片大陆名为天穹神州，有5殿10国。咱们所处的是苍兰国，最有名的修仙势力便是3宗4门。3宗为青云宗、风雷宗、合欢宗，4门是御兽门、万象门。打住！你说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啊。难怪那丫头遇到魔头要先自报家门呢。原来青云宗这么有名吗？还望见谅。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吗？离这里不算远，以宿主的脚程2个小时应该就能到了。走吧。对了，合欢宗离这里近吗？顺路的话，我想单纯的参观一下。远倒是不远，不过宿主身上不论是生气或是阴煞之气，都特别适合制成合欢宗的南炉鼎。那没事了。我和那邪修的炼尸大战了300回合，最后我要砍掉他脑袋的时候，他竟然说仙女姐姐饶命啊！炼尸能说话？骗人的吧，一定是你瞎编的。不信你们去问大师姐，骗人是小狗。能详细说一下
那个炼尸的事情吗？大师兄，见过师兄。大师兄好。哎，见过王登师兄。是这样的，我和柳师姐。小婉。啊。大师姐。柳师妹，听说你们遇到了邪修，没受伤吧？小伤无碍。哎，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真是的，师兄们关心他，他就这态度。哼，肯定是修为被师兄超过了。青云宗天赋最高弟子的名头被师兄拿走了，心生嫉妒。别这么说，柳师妹性子一向如此。是我的疏忽，忘记和你说了。关于那个炼尸的事，你不要再和别人说了。师姐，你和师父找到那个邪修了？他给我留讯息了。啊！大师姐，怎么？刚才的表情动作再来一遍。想死吗你？什么事情？宗门入口有个炼气5层的修士，说是大师姐的故人，想见你一面。不见，我没有故人。他还说，不知道大师姐看没看到他留的字条。小婉师姐，大师姐这是怎么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哟，大师姐，好久不见啊！你不是那人，他人呢？为什么伪装成他的样子？我就是啊，我找了件能屏蔽死气的法器，不然哪敢过来找你啊？我可不想被人当小白鼠。哦，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大师姐，下次能不能飞慢一点啊？不可思议，从那邪修手下逃出来，你竟然毫发无伤。哎，侥幸侥幸。有件事我要和你说，其实，如果当时我知道那魔头在解远程阵法，我就会马上自裁，不会管你们死活的。被他抓住，绝对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你们对我而言又只是陌生人，如果我没出现，你们本来就是必死之绝，所以我也不欠你们什么。看来你都知道了，我发现了他的阴谋，还是什么也没说的离开了。是啊，那魔头可不会错过这种嘲讽你们的机会。你很失望吧？豁出性命救的竟是我这种自私之人，这样的我根本不配继续活着。哎，你在说什么呀，大师姐？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还好当时你没提醒我呀，不然我就自裁了，就死了呀。现在也没法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了。大师姐，你是不怕死的，不提醒我，无非就是为了不让师妹和那些孩子们陷入危险。我站在你的立场同样会这么做，所以也无需为此自责。况且我这个当事人都不介意，你再无法释怀，可就有点矫情了啊。你真的不介意吗？我介意的其实是大师姐你的处事方式啊。为了不让邪修看乐子，先自毁阵法机关，为了不让那些孩子们后面受到更大的折磨，提前送他们一程，为了师妹和自己不成为玩物，选择自裁。这些看似最正确理智的选择是有一个前提的，你觉得奇迹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显然这次就是发生了。所以以后要是再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希望师姐能更加惜命一点，给奇迹留点机会。奇迹吗？是，以前的我也相信会有奇迹。然后经历了那件事之后，你或许有你的苦衷，所以可以把我刚才讲的全当放屁。但抛开那些大道理不谈，这次的确是我豁出命去救下了你。所以你要是再有死了也无所谓的想法，就会显得拼命救了你的我很白痴，你得明白。知道了，再遇到危险，我会加上师弟会来救我这一可能性的。
啊，不，你这样我压力很大的。哎，等等，你刚才叫我什么？你叫了这么久师姐了，我不该叫你师弟吗？应该。唉，可惜我造化系统不是搞对象系统。说什么呢你？师弟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事吗？其实是有件事想要拜托大师姐。什么？你需要妖丹？是啊，越高阶的越好。师姐知道哪里能买到吗？我们青云宗山下的方士倒是有，不过应该最多能买到2阶的妖丹，3、4阶的要去拍卖会。5阶的呢？5阶妖丹只是传说，没人见过。能达到化神期的妖族，一般都去星空遨游寻找机缘了，也不会留在这里。那60万左右的下品灵石，能买到什么等级的妖丹？2阶里面属性普通一些的应该就够了。那不是才够下品灵根？那魔头这么穷的吗？一旦选定主灵根，可就换不了了。就算后期再用其他的妖丹强化，上限也不会超过下品，有点不甘心呢。师弟想用妖丹做什么？就是想做个实验，能提升自己实力的，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很重要吗？非常重要，不成功就要变成傻子了。你拿走的戒指里没有合适的妖丹吗？没有，都是一些邪门的东西。那就奇怪了，按理说他这种炼制尸体的邪修应该会收集大量材料才是，妖丹也是必备之物，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难道放到一开始那个山洞里面了？我和师父宗主一开始就去了那里，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不过看你探查的不够仔细，咱们再去一趟吧。那啥，我有点晕剑。你站上来，我飞慢一点。有宽点的剑吗？这个我站不稳啊。那你扶着我一点吧。造化值加68。我没眼花吧？大师姐后面是那个炼师，他还搂着大师姐的腰。气死我了！我都没搂过，那个混蛋凭什么？大师姐为什么会同意呀？等等，难道说大师姐她有炼尸癖？的确好像只是普通的山洞，一路走来也没有什么岔路。你们当初为什么来这里啊？我是和师妹调查宗门弟子失踪的事，没想到里面会有个邪修，他布置阵法困住我们的这里，就是山洞的尽头了。鹰变期的大修士，没道理窝在这么个普通的山洞里啊。石头，还是石头。这是什么？师弟，你在做什么？等下我再和你说。系统，薄弱空间壁里的是什么玩意儿？有些上古战场一类的地方，由于大能修士交战会破坏空间法则，导致空间不稳定，会出现空间壁变薄的情况。但是这里又不是上古战场。这里空间法则十分稳固，但只有这一处有变化，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有化神以下修士开辟虚空洞府，也就是在虚空乱流中开辟一片稳定的空间。这种洞府会用固定阵法或者法器把自己稳固在虚空乱流中，但后来洞府废弃了或者大能陨落了，稳固阵法和法器在乱流的日积月累的冲刷下发生松动，整个洞府就会慢慢偏移。如果偏移的洞府挤压到了某处本来稳固的主空间，就会出现空间壁变薄的情况。好家伙，
化神以上的洞府，这机缘现在可要不起啊！难怪那个魔头会待在这里。新的系统任务提示，又来！获得任务道具洞府钥匙。我去你个大宝贝儿！老子在练气呀、练气期间化神欺负们，怎么不直接让我死啊！完了，全完了！到底怎么了？从刚才就一直自言自语。什么？化神期修士的洞府？但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宗主元婴期神时都没有发现这里空间的问题。你可以当成是我的天赋吧。如果真的是化神洞府，我得快点禀明宗门，估计要让太上长老出关了。我必须得先进去。难道说你一直在隐藏修为？我练气武藏啊！师弟何故轻生？哎呀，不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我就是有必须要最先进去的理由，去了不一定死，但不去一定会死。我不会现在就进去，但为了满足最先进入的条件，还请师姐替我保命。有3年的时限，还是要先把灵根的问题解决了，把实力提高，生还机会也大一些。可是把这件事禀告宗门是天大的功劳，你妖丹的事情肯定也能解决。不，这件事的优先级别要高于妖丹。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替你保密。师姐请说。你要来进入这洞府之前，必须通知我。好的，没问题。我推荐宿主可以先进去看一眼，有危险再撤出来。为什么？那个邪修发现了这个洞府，不可能什么都没干。或许他储物戒指里没有任何炼尸用的材料，就与此有关。通知，我现在就要进去。师弟，你是不是认为我脾气很好？不是，我是进去瞄一眼就出来。我怀疑那个魔头有好东西藏在里面了。要进也是我进去，我修为比你高。师弟，我有必须最先进去的理由，而且我是炼尸，受到致命伤也不会死的。真要有危险，逃出来的机会也更大一些。如果你一炷香的时间不出来，我就会去通知宗门。好。怎么进去啊，系统？杜老魔的储物戒里有些瞬移符，瞬移道具的原理就是压缩空间，如果遇到这种薄弱空间，便会直接穿过去。原来如此，我还纳闷呢，他存这么多次品的符箓做什么呢？这么快？师姐，你也进来看一下吧。这里就是化神期洞府？不，这里是空间夹缝，前面青黑色的是洞府的外壁。师姐，你看一下上面。好狠啊！是我害死了那些无辜的孩子。师兄，为什么对我出手啊？救命啊！这些是修士魂魄。我听你说调查弟子失踪，就想会不会和这些魂魄有关系？没错，大部分是我宗门外弟子，原来他们都遭了这邪修毒手。不过他拘这些低阶修士的魂魄有什么用啊？这个阵法我在宗门典籍里看过，叫凝煞炼魂阵，可以腐蚀护宗大阵。用在这里肯定是想腐蚀掉化神修士洞府的空间外壁。师弟不是要找妖丹吗？阵法外圈镶嵌的那些都是3阶的妖丹。3阶？那不是相当于人类元婴修士的妖丹啊？这么多！144颗。这些妖丹的作用就是滋养魂魄，但用的是妖气和血气，这样就算是低阶修士的魂魄，在这么多3阶妖丹的作用下，也能产生足够的煞气，从而被阵法吸收，用来以阵破阵。而且魂魄初始的怨气戾气越重，吸收妖丹的效果就越好。难怪那魔头要先把人捉弄折磨一番。这些你的同门还有救吗？这些魂魄
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神智，成为阵法的一部分。破掉阵法让他们解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什么？你在干什么？快下来！粘的还挺紧的。没用的，此阵妖气、血气、煞气三位一体，一旦成型，至少需要3位元婴期修士同时。怎么可能？你怎么做到的？哦，粘的是挺牢固的，需要一点抢劲儿。我说的不是这种问题啊！阵法的保护罩破了，这些亡魂都得到了解脱。谢谢哥哥姐姐。没想到还存在有微弱神智的魂魄。突然觉得让那个老杂毛死得太痛快了。师弟，你真的没有隐藏修为？啊？没有啊。师姐为什么这么问？也对，每个人都有秘密，是我唐突了。什么呀？大概是宿主因为阴煞珠的关系，直接破了本来3个元婴修士才能破掉的阵法，让他无法理解。哦，这样吗？其实本系统也有点无法理解，就算有阴煞珠帮忙，你毕竟才炼气期，按理不可能这么简单。那魔头的修为都跌落到金丹了，他从哪搞到这么多3级妖丹呢？元婴期妖丹虽然稀有，但只要出得起价钱，还是买得到的。而且那邪修做事不择手段，肯定没少干杀人越货之事。哦，对啊，他可是负10个亿的功德，根本无法想象杀了多少人。哎，师姐，你等一下啊，我把上面的妖丹都空下来。不用那么麻烦，没了阵法保护，我直接用飞剑就行。去！你好啊，师姐。哎，等等！哎，疼！哎，师姐慢点啊！哎呀！哇，这还真是壮观啊！这些应该放在阵法上很久了，妖气流失的很严重。可惜，妖丹不能像炼器材料那样互相熔炼，提升品质。系统，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你没有。哎呀，什么呀？我是说用那个合成功能。我知道，所以才让你别想了。系统合成功能也是用的炼气原理，不能合成妖丹。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反正有这么多，先拿2个妖气最弱的试一下。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师弟在干什么？做个实验。啊？等一下，你拿的是属性相克的妖丹呢？就随便试一下。师弟，我没事儿。你做了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法力波动？没什么，就是试验成功了。这怎么可能？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妖丹。为什么给我很不舒服的别扭感觉？就好像本来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却出现在了眼前一样。真搞不懂，你又不是能改变天地法则的大能修士，你总能干出超规格的事啊。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没点自己的本事，下场不就跟你的前任宿主一样了吗？唉，不过融合一个就要100积分，加上前任宿主留的，我击败魔头赚的，现在一共是6069积分，要融合144颗妖丹，还差一大半啊！哎呀，怎么样才能快速作死赚积分呢？哎呀，不行，
邪念退散，邪念退散，在大师姐身上转作死，这很大可能就真死了呀！都说了是造化值。对了，我记得那魔头的储物戒里面找到了，就是这个。哎，系统，我有寿元吗？你有耐久度。师弟，你拿爆气丹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没事吃什么禁药啊？服用爆气丹，造化值加78。有效！太好了，那魔头还好几瓶呢。啊，没事的，师姐，我在做实验呢。我可是炼师，也没有寿元可以扣啊。对哦，那你吃了有效果吗？看来是有效，我能感觉自己变强了很多。那可不得了，减寿增强自己的丹药还有很多种，这样你都能不花代价的服用了。哦，既然这样，忘了你！服用爆气丹，造化值加358。就算吃了没事。不对啊，系统，这一瓶少说也有20粒，怎么只加这么点儿？系统是有防刷分机制的，短时间大量使用同种方法获取的造化值会慢慢递减。垃圾系统，严谨的地方出 bug， 不该严谨的地方乱较真儿。哎，对了，系统，你不是说我有那个珠子，任何伤都能恢复是吗？是的。吃出耐药性，到你真正需要化解危机的时候，就该不信凑不够分啊！你听没听到？服用断肠散、含笑半步癫、噬心散、炸血丹、破煞丹、幽冥丹、五毒散、金蛇散等，造化值加7878。太好了，7分够了。师弟，好难受，头好疼，眼睛好酸，哪里都好难受，像同时得了1000次新冠。怎么还有刺刺的感觉？师姐，你干什么呀？你不是自杀了吗？我就想着让你入土为安。我没有啊！而且你分明看到我睁眼睛了，你还往我脸上扬土。吃那么多毒药禁药，不是自杀是什么？这一个时辰，我看你经脉碎了长，长了碎，皮肉化了凝，凝了化，身体一会儿溶解，一会儿烧焦，一会儿结冰。啊，这么恐怖吗？还好我晕过去了。哎，我衣服上面这些洞是哪种丹药弄出来的？是我想给你放毒血，用剑捅的。不过你身体被丹药强化了，没捅进去。捅了这么多下呀！师姐其实是想给我个痛快吧？到头来，让别人惜命的人，却这么作践自己的身体吗？啊，对不起，让师姐担心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哎呀，疼！师姐，你干什么呀？哎呀！别装了，宿主，你身上现在10几种丹药的增幅 buff 都没失效呢，站着让你师姐砍他都砍不动你啊！哎呀，蠢啊你！我不装大师姐怎么会消气呀？哎呀！不管你有什么苦衷，总之再做这种事，不要当着我的面。啊！你的套路没用，人都气跑了。哎，是我冲动了，以为阴煞珠能压制住药效，结果身体会发生那么恐怖的变化，也不知道大师姐这一个时辰是怎么过的，可别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啊。积分够了，先让大师姐消消气，我把这些妖丹都合成了再出去吧。还不出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对，我在瞎担心什么？他那古怪的身体能出什么事？正常人吃了那些丹药，早就死了个好几百次，他却1个时辰就恢复如初了。他又干什么了？灵力波动强大到都穿透空间壁了！哎呀！师姐，这是枕头。哎呀，这种时候就不要搞什么反转了呀！按照喜闻乐见的情节发展不好吗？啊？你在里面做了什么？搞出这么大动静？哦，我也吓了一跳，空间壁都差点被合成这东西的能量波动给弄碎了。那是……怎么回事？这是天道威压，怎么会？不好，宿主，你合成的这东西招来了雷劫。啥？别管那么多了，快先把东西放到系统空间里，天道就探查不到了。威压消散了，天道威压降临，是因为那东西？应该是的。哎，那是什么？竟然会被天道所不容，而且就算放进储物界，威压按道理也不会消散啊。是我融合了全部144盒4阶妖丹后形成的东西。什么？大师姐，你怎么了？师弟，你身上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我忍住不问，也是很辛苦的。因为现在有些事儿我也解释不清楚，等时机合适，我一定全部告诉师姐。什么人？嘿，这还真巧，竟然在这里碰到千羽师妹。见过大师姐。黄灯、洛晴，你们怎么在这儿？洛师妹对阴变期邪修躲藏在这里的事很好奇，想来看看，又不敢一个人，就约了我一起。贼，拿命来！洛晴，你做什么？大师姐，你身后这人是个淫贼。几个月前，我的一个师姐被他所骗，劫财劫色，最后自杀，香消玉殒。西等，你前任是采花贼？绝无此事。再说几个月前我还沉睡着呢，怎么可能劫他色啊？洛师妹，会不会认错人了？再说，当事人既然是你师姐，你又为何能断定他就是那个淫贼？师姐死前曾留下那淫贼的画像，我一直带在身上，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替他报仇。你了个大婆！这个造型是老子几个时辰前刚拾掇出来的，他师姐哪来的画像啊？原来宿主被人惦记上了。这之中或许有什么误会，不知道道友与柳师妹是什么关系？朋友。认识多久的朋友？5个时辰吧。哎，不是，师姐你要不要这么诚实啊？但我可以替他担保，此人绝不是师妹口中的淫贼。那道友，你可有孪生的兄弟？没有啊。宿主，你也很诚实啊。撒一个谎就要用无数谎来填补，大师姐都说替我担保了，我要是说谎被戳穿，反倒是解释不清了。那就说不通了，毕竟道友和这画像上的分明就是同一人啊。不然这样吧，道友，你随我回宗门执法堂，同洛晴师妹一起把此事调查清楚。不可。哦，这是为何？师妹也不想自己的朋友背负污名吧？咱们青云宗执法堂向来严正公明，绝对会还原出事情的真相的。说了不去就是不去。哎，好了好了，大师姐，我来说两句。喂，那张画像拿来给我看一看呗。啊？
怎么了？这要求很合理，师妹就给他看看吧。贱人，这画像分明就是刚画的，墨水都没干。道友说笑了，这是神识拓印下的画像，哪有墨迹一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墨水，是我看画上之人太帅，口水滴到上面了。耍我！哎，别急啊，我可以跟你们回执法堂，但要先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吧，师妹，你要如实回答哦。你们青云宗如此出名，我真要敢劫财劫色，又怎么可能留下活口等你们上门报复呢？我师姐修为比你高，你是用了迷药的手段，后来我师姐清醒，极力反抗下才侥幸逃脱。令姐修为多少啊？筑基初期。哦，那抱歉了，凶手一定不是我。筑基初期，我还犯不着用药。哦，道友是什么修为？炼气5层。大师兄，我看咱们还是直接动手，拿下这满口胡言的小子吧。哎，小妞儿，你不知道天才都是越级秒杀敌人的吗？鄙人虽然是炼气5层，但筑基期的修士还没放在眼里过。哦，道友如果真有这般实力，那应该是我师妹冤枉你了。是的，就是他冤枉我了，我需要精神损失费。但在下也要证明道友你确有此等实力。不如这样，我的境界是筑基大圆满，如果能在不动用任何法器的前提下让我受伤，我就证明道友是清白的。不然，道友你就要跟我回宗门执法堂调查清楚此事。这怎么？道友说筑基期修士都没放在眼里，我这个条件应该还算合理吧？不是，我是怕收不住力伤到你。大师姐，你怎么会跟这种傻子交朋友啊？没事的，就算伤了也是我实力不济，不会怪你的。枉我还谋划了一番，原来只是个愣头青嘛。那证明我的清白后，精神损失费怎么算啊？道友想要什么，我会让师妹补偿于你的。我要大师姐当我的女朋友。五郎之词，造化之加12。我突然觉得他还是有必要去一下执法堂的。我错了，大师姐，我开玩笑的。我要你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衣服加储物法宝。这是道友和我师妹之间的事情，怎么又牵连到在下了？你答不答应吗？不答应，我现在就让大师姐拖住你了。我马上用瞬移符逃跑。这什么人啊，简直是无赖。好，我答应你，但你输了，跟我们回宗门后，柳师妹不得跟去执法堂。你这算什么要求？想屈打成招不成？没事的，大师姐，可以答应的。你在想什么？他分明……别弄残了，他在宗门内还是有些背景。明白。莫非吃啥还能传染？现在就开始吗？这小子还要柳千云带着飞行，绝对没到达筑基。他们哪里来的自信？是虚张声势。他给柳千云看了下手，他态度就改变了。上面写了什么吗？喂，要不各退一步，大家握手言和，就当交个朋友。不管写了什么，刚才还以逃跑相威胁，真有无视筑基期的实力，操到如此武器，就该武力震慑我们了。怎么想都是在虚张声势。还是把事情调查清楚比较好。道友可以开始了。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哼，金贼，给你个忠告，收着点力，小心被师兄反震出内伤。
耀王，这是灵力波动。啥？竟然激发了父亲给我的可以抵挡5次金丹修士全力一击的护符，这一击有金丹期的水平，怎么可能？宿主，你什么时候学功法了？我没学啊。那药王拳是什么？嗨，我瞎喊的，不然干巴巴的挥拳头多没气势。王登，不让别人用法器，自己却用护符吗？那是自动激发的保命护符啊！道友都说了，筑基期根本不放眼里，我当然也要小心应对。我就实话对道友说了，此护符可以抵挡5次金丹期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道友还是直接跟我回宗门吧。唉，你不用玩什么以退为进，我刚才的那一击可是有金丹水平，足以证明我不是那个淫贼了吧？但是咱们的赌注是，道友3招之内伤到我，才可以证明清白。王登，你这是强词夺理。柳师妹何出此言？我们的赌约的确如此啊，我只是遵守规则而已。没事的，大师姐。既然这样，那我就继续。道友刚才已经出了全力吧？实力达到金丹圆满才能破了我这个护罩的哦。再试也只是浪费时间。大师兄何出此言啊？我们的赌约的确如此啊，我只是遵守规则而已。说好的3招，我才出1招啊。确实如此，那就完整的履行赌约吧。用我的话噎我是吧？你等着，等你到了执法堂，我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那接好了，这是第2招。贱人，完全一样的招式，知道我的护符珍贵，要故意消耗次数恶心我是吧？10倍药王拳。竟然有这么大威力，还好这山洞被那邪修用阵法加固过，不然就被活埋了。真可惜啊，10倍也还差一点吧。这废掉了，已经有金丹大圆满的实力，这怎么可能？不是说说而已，竟然真的比第1击提升了10倍的力量。这小子是什么怪物？宿主，你行不行啊？我可以帮你计算精确力度啊。那多无聊啊，自己探索才有意思。好了，那我出最后1招了啊。道友，等一下。怎么，已经足够证明我是清白的了吧？那就点到为止。哼，原来是强弩之末在硬撑了，差点被这小子唬住。还是履行完赌约吧，不然在下念头不通的。啊？这有点难办啊。果然是个蠢货，留着第2击保存实力，我还真奈何不了你。使用了耗空灵力的那个什么药丸拳禁术，也才勉强打破我的护罩。哼，现在骑虎难下了吧？10倍的力度刚好能够打破护罩，那用11倍的力道，会不会直接把他打死啊？在致死和致残的问题上，这真是骑虎难下呀！折个中吧。想使用假动作后激发瞬移符箓逃跑吗？哼，没用的。10.5倍药王拳。你不会把人打死了吧？
嗨，也就破个相吧。他那罩子碎掉的瞬间，我就收力了。挺住啊，大师兄，我这有疗伤丹。嘿呀，飞得可够远的。你们要干什么？别乱来啊！哎呀，别紧张，我只是来履行赌约的。嘿嘿嘿嘿嘿。啊，人到哪里去了？大师姐和那个小炼师的确是往这边飞的呀。你们不是，等一下啊！故意引王登和你赌斗，就是为了扒他这身衣服。他看似在当和事佬，实际整个诬陷我的事就是他主导。那个妹子只是工具人，稍微试探一下他就慌了。哎，大师姐，难不成那王登暗恋你？瞎说什么？他和万象门门主的女儿有婚约了都。我感觉他也不像是因为吃醋才故意刁难我。那他在宗门还有什么背景吗？他父亲是为了宗门战死的，他的爷爷是执法堂大长老。哦，好家伙，烈士遗孤加官二代。那你说他觊觎我什么呀？要说知道了我是炼师，想抓我做研究，那完全可以汇报给你们宗门高层，就说你被邪修炼师蛊惑，让你师傅什么的直接来抓我，这还不用脏他的手。他亲自来演这么一出戏，就是不想暴露我炼师的身份，又对我有所图谋。他看上你了？师姐，别闹。想来想去，我就只能想到这个。这是那邪修食指上的储物戒。那邪修有2枚戒指，现场却只剩下1枚，那另外1枚就有很大的可能在那个有了神智却又不知所踪的炼师身上。可是他为什么会知道？一般人都只会带1枚储物戒，宗主和师傅也根本没有就此事问过。所以，会不会王登和那邪修本来就认识，因此很清楚他有2枚储物戒？你一开始就想到这一可能了，才引他和你赌斗，扒光对方衣服，看似是羞辱对方，实则却是想寻找他是否有和那邪修相关联的证据。哎呀，厉害呀，大师姐！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都猜出来了。厉害的是你吧？你已经查看过他身上的这些东西了吧？有什么发现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些零食、丹药和法宝。除了这个。玉桶里面有什么吗？大师姐，你自己看吧。是我宗门外弟子的名单和背景调查资料。王登为什么会带着这东西？师姐宗门失踪的也都是万门弟子吧？师姐，我问一下，弟子失踪这件事在你们宗门得到应有的重视了？不，是我近期认识的一个外门师妹不知所踪，我才注意到的。然后我翻看了执法堂的记录，4年前就有很多弟子跟执法堂通报过身边有人失踪的事。执法堂说是全力调查，但事情过了4年也没有什么结果，宗门也没发出过任何提醒弟子的告示。那王登又恰好是执法长老的孙子。你想说执法堂和邪修有勾结，残害同门？或许不只有执法堂。如果那邪修提出跟你宗门共享化神洞府秘密，代价只是提供一些低阶修士的魂魄，你觉得你们高层能抵挡住诱惑吗？而且只有口头许诺肯定不行，那邪修为了让你们配合，应该会先给一些好处的。你们宗门高层有没有哪个这4年有什么奇遇的，比如得到什么宝贝啊，修为突然暴涨之类的？王登他本来资质平平，4年前只有筑基1层，但却只用了4年提升到了大圆满，
宗主和各长老都不吝赞美，说他厚积薄发。你们宗门的水有点深啊，要不师姐你退宗吧。不行，师尊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我作为大师姐，我也有义务查明真相，给枉死的师弟师妹们一个交代。既然你不想退，那我就加入你们宗门吧。别胡闹！王登图谋你身上的邪修戒指，你还打伤了他，你加入我宗门不是羊入虎口吗？我也不想的呀。女士回避啊，我给王道友宽个1。这有毒吧？我刚把人家宗门大师兄揍成了猪头，就让我加入他们宗门啊！为了稍作挽回，我给大师兄留了条内裤，希望大师兄能原谅我吧。不，我觉得没有挽回什么。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就算不考虑王登青云宗是名门正派，一旦你炼师身份暴露，肯定会遭到诛杀的。师姐不用劝我了，我是充分考虑好了才做这个决定的。徒儿，速回宗门。师尊召唤我回宗，估计是因为王登的事。那正好，我跟你一起回去。抱歉了，师弟。等我查明真相后，会引荐你入我宗门的。在此之前，你就先睡上一阵子吧。大师姐，你干嘛呀？很痛的。哎呀，我都说了，很痛的。怎么会？你那些丹药效果应该都已经过了。有阴血忌煞珠子，你怎么可能打赢我？没有呢。就算不靠丹药，大师姐你想打晕我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师姐你想啊，如果我跑了，那他们想怎么抹黑我都行了。到时候师姐你也会被扣上帽子，不利于你后续展开调查。你们宗门一旦通缉我，那就彻底被动了。所以还不如争取主动权，起码让他们在明面上没法对我动手。至于我炼师的身份，也不用太过担心。他们只要还想独享那邪修的储戒，就肯定不希望我身份暴露。好吧，你说的也有道理。嘿嘿，那就一起回去吧。这飞剑怎么比之前的更窄了？难道大师姐其实很想我搂着她吗？别担心，这件把手比较粗糙，睡袋不容易掉。王贯州，你徒弟唆使外人重伤本门核心弟子，是何用意？就因为我孙儿把你徒弟内门第一的头衔抢去了吗？放屁！我徒弟什么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会在乎什么第一不第一的？不管怎么样，马上用传音符把你徒弟叫回来，老夫要依照宗门执法堂堂规处置。我徒儿正在探索秘境，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放屁！咱们州哪来的秘境？都别吵了，刘师侄已经到山门口了，我这就将他唤来。什么？见过宗主、师父、师伯。为什么正飞上就突然跑这儿来了？是元婴期的空间挪移神通。哼，你的爱徒不是探索秘境去了吗？柳千羽，你没看为师给你发的传音符吗？看了，不是让徒儿尽快回宗吗？为师分明是说王爵那个老匹夫找茬，让你先在外边避一避。你说谁是老匹夫？嘿嘿，为了让宿主任务顺利，本系统篡改了这老头的传音。你丫的，好歹给我打声招呼啊！皇军长老，打伤大师兄的就是这个家伙。小杂碎，拿命来！
王爵长老冷静，没查明真相前，还是先不着急动手吧。宗主，我孙儿被伤成这样，极有可能影响日后的修炼呢。我孙儿是下界苍蓝大比的希望，他的婚约还关乎着和万象门结盟之事。这个小杂碎是在断送咱们宗门的前程啊！具体情况如何，还请王登师侄说明一下。是，宗主。事情是这样的。哦，你是说洛晴认定这人是导致其师姐自杀的淫贼，于是你们打算把他带回执法堂调查，他不答应，还开始吹嘘自己的实力，于是你为了证明就和他赌斗。没错，然后他就用一种奇怪的写法，让我们全员都产生了幻觉，又卑鄙偷袭了我，还玷污了洛晴师妹。啥？王登，你想颠倒黑白吗？我当时可也在场呢。柳师妹，他那写法厉害得很，为兄都中了招，你被他蛊惑实属正常。喂，你觉得我是傻子吗？做了那些事还敢来这里？哼，因为在写法的幻觉下，你的确是堂堂正正赢了我，但你不知道我身上有一张破邪护符，虽然开始深陷幻觉，但你玷污洛晴师妹的时候，我清醒了过来，用流影石记录了下来。厉害厉害啊！才这么会功夫，大师兄为了针对我，竟然又做了这么多准备吗？别强装镇定了，要看看里面的内容吗？那就看看呗。哼，如你所愿。嘿嘿嘿，真幸运，又拿下个美人儿。不要！救命啊！够了！哼，证据确凿，此人就是个淫贼，请宗主交由我执法堂处置。你还有什么话说？流影石能记录影像，就连人物的气息也能完美保留。但我穿着屏蔽气息的法衣，所以影像中的我是能造假的。哼，可笑！你自己不觉得这解释很苍白吗？我这里也有不苍白的。其实，为了防止我再次被泼脏水，鄙人也在暗中用流影石记录了事情的经过。师弟！老匹夫，你抽什么风？伤到我徒弟怎么办？我孙儿伤重，没说一个字都要强忍疼痛。这小杂碎有流影石不早拿出来，分明是居心不良。我略施惩戒，怎么了？你这叫略施惩戒？杀人灭口还差不多。死得这么痛快，便宜你小子了。到时候以调查证据为由，把他和柳千云身上的储物法宝都收到执法堂。哦，师姐，你没事吧？中招的是你吧？什么？怎么可能？刚才我起码用了80%力，就算是跟我同境界，毫无防备之下，也不可能只受这么点伤啊。反正流影石碎了，等带你回执法堂，呵呵，老夫会让你把身上的秘密都吐出来的。可惜蓝光版的流影石碎了，只能放1080P 的了。啊？什么影像都没有啊？哼，果然是在虚张声势，淫贼，乖乖受降吧！宗主，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宗门上空出现了巨大的大师兄的不雅影像。老铁们，要脱小裤裤了哟！想看的扣波666。那是大师兄，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哎，那人有龙阳之好吗？为什么要扒大师兄的裤衩啊？
乖乖，这是流影石，这影像怎么会如此巨大？不只是大，竟然比我重金买的高清飘香楼焰舞流影石还要清晰啊！我靠，还真脱了！大师兄的那一活儿，竟然……嘘，小点声，小心被王爵长老听到。哎呀，不好意思，我拿错了，这块才是。大师兄，孙儿，大师兄，你醒了。那个混账！我要宰了他！他在哪里？他正在参加咱们的入宗测试。他要加入青云宗，我爷爷和宗主怎么会同意的？他后来又拿出了记录全部过程的流影石放了一遍，坐实了咱们栽赃陷害的事情。宗主看他很有实力，起了爱才之心，就想着让他加入宗门，然后他就答应了。欺人太甚！他这般羞辱于我，宗主竟然还招纳他。宗主私下跟王爵长老说，主要是怕家丑外扬。加入宗门的条件之一，就是让他把师兄你那些不雅影像的流影石备份都交出来，以及不追究咱们栽赃陷害一事。迂腐的老东西，竟然被一个练气虚的小杂碎拿捏！测试进行到哪一步了？带我去。大师兄好，见过大师兄。师妹，快看小蚯蚓！恶心，拿走！跑过去的那2个弟子，安排个罪名，发配去悔罪谷。大师兄，他们应该不是有意要……别让我说第2遍。是。哟，这不是王登吗？几天不见，这么拉了？王狂龙，手下败将，嚣张什么？我只是觉得被炼气5层打败的家伙没资格做内门第1人而已。大师兄，我忘记说了，那小子后来播放赌斗比试，最后重伤师兄你的影像，也是用的全宗门都能看到的巨大投影。妾身，这种事现在才说，你是故意想看我出丑是吧？我没有。小杂碎，是你自找的，我这就让你付出最惨烈的代价。爷爷，孙儿，你怎么来了？你的伤需要静养。我咽不下这口气，要是真让他入宗，就是当着全宗门的面扒我的脸皮。本来我想直接击杀他的，但被王冠州那个老东西拦下了。他一旦拜入王冠州名下，那想在宗门内对他动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不会让他入宗的，不能独享宝物也无所谓，我要曝光他的身份。今天不出了这口恶气，孙儿必生心魔。可你功法的后半部分，说不定也在那储物戒里。那就要麻烦爷爷你偷偷记下来，再传授于我了。只能如此了。你若真的生了心魔，里面的宝物再贵重，也划不来。现在他测试到哪一步了？最后一步了。师弟，这石头名叫噬心石，能防止有居心不良者偷偷混进宗门。用手触摸此石，会把你内心中加入我宗最根本的目的显现出来。一旦通过，你就可以正式拜入我青云宗了。啊！这最根本的目的是系统任务啊！这要是显示出来了，我该怎么解释啊？师弟是想加入宗门，让王登不好对他下手。这显示出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犹豫？难道
他还有什么其他目的？放心吧，宿主，有本系统在，这区小垃圾石头休想窥探你的内心，我分分钟就黑进去，你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真的吗？第一次感觉你这么靠谱啊！本系统一直很靠谱。那帮我显示这个吧。可以的，宿主你可太会了。哎，这不是大师姐的名字吗？啥意思啊？这小子加入宗门就纯为了大师姐？我靠，怎么加了这么多？看来大师姐在宗门蛮受欢迎的，宿主打翻醋海了。我要宰了这个小子，先改掉我女神。这算是公开表白吗？啊，真羡慕，好想也有人能单纯为了我加入宗门呢。年轻人目的很纯粹呀，这么多年，老夫还没见过试心石就只单单显示一个人名字的。大师姐，我这算合格了吧？我好像还有宗门任务没领。关州长老，你宝贝徒弟看来要被人拐跑了。哼，这臭小子！那就恭喜小友正式加入我青云宗了。宗主，请等一下，万万不能让此子加入我宗！啊！哎，那是大师兄！天哪，影像里只被打了一拳吧，竟然伤得这么重！是啊，他要是加入了，那等于把大师兄的脸按在地上踩啊！师兄能同意就怪了，但他不同意有什么用啊？人家是堂堂正正通过测试加入宗门的。嘘。王登师侄，老身知道你的心情，但的确是你针对在先。以后大家是同门了，不如就此化干戈为玉帛。刁长老，我不让他加入宗门，并不是个人恩怨，我针对他也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此子并不是人类，而是邪修炼制诞生灵智的尸魁。这不会吧？哪有这么灵动的炼尸啊？看不出来呀，一点死气都没有，而且从来都没听说过有自我意识的炼尸。之前我只是怀疑，也怕打草惊蛇，就想用怀柔一点的方式把他带回执法堂调查。但现在让我看着这个有可能是邪祟之物的东西拜入我们正派第一宗，我绝不答应。我被人耻笑无所谓，但我绝不会让生我养我的宗门沦为天下之人的笑柄。王登，你认为他是尸魁，宗主会看不出来？被别人拉了面子，就想出这么蹩脚的理由报复吗？我也说了，只是怀疑。如果证明师弟不是炼尸，我当众给他下跪道歉。哼，贱人，等坐实了他炼尸的身份，就大刑伺候，让他把你也给供出来。等你们都进了宗门大牢，我就当着这小子的面狠狠地灵性你这个他们中的情人。这招可以啊！为了不让宗门蒙羞，宁可让自己受辱。要是真的证明我就是炼尸的话，之前的屈辱也会被一扫而空，反倒让自己成为了保护宗门名誉的英雄。但在邪修洞府时还只是试探，现在为何如此笃定我就是炼尸了？我这种情况可是连系统都没见过。哎，大师姐，你那个师妹去哪了？啊，小婉吗？回宗之后一直没见的，奇怪，这种场合她竟然没来凑热闹。那就说得通了，恐怕不是不来，还是来不了了呀。我怎么可能是炼尸呢？师兄肯定是误会我了，还请给我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你身上带了能屏蔽死气的法宝吧？是啊。怎么了？难道师兄是想让我像你一样当众脱光展示吗？贴脸开大，造化值加53。小崽子，我要扒了你的皮！
放我出来！好了，王爵长老，小辈们间的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老东西，之前要不是因为鹰煞珠，我就被你灭口了。王爵长老，我可是在为你的孙儿着想呀！我要是真的当众脱光，各位师兄师姐在对比之下，会让你孙儿更加自卑，毕生心魔呀！你说什么？贴脸开大乘2，造化之家88。小杂碎，老夫要撕了你的嘴！这小娃娃呀，嘴有够损的。杀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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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林根！你有胆子的话，就直接在这里测试你的灵根。邪祟死物是没有灵根的，用测灵石一试便知。宗主，此事不可。师弟虽然目前境界很低，但他对战王登的影像已经展现出他惊人的潜力。稍加培养，绝对可以在下界苍蓝大痞为我宗争光。而参赛弟子的灵根，为防止被其他宗门针对，比赛前都要保密，只有师傅可以知晓。就算要测，也要回我正阳封测。回你正阳封测，那结果还不是你们说了算？王爵，你这什么意思？觉得老夫会包庇邪祟？那可说不准。你，哎呀，好了，各位前辈，不要吵架了。要我当众测灵根也可以，证明清白后，我也不要大师兄磕头道歉什么的。毕竟都是在为宗门着想嘛。这小子挺有格局的。跟大师兄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希望他们日后可以成就一段佳话。只要稍微赔我个300万下品灵石当精神损失费就可以了。你还真敢要！你还真敢要！老夫的俸禄1个月也才1万下品灵石。拿不出来，那不好意思，我还是让我的师尊帮我测了，到时候会通知你们结果的。好，300万就300万，你现在就给我测。老身这里刚好有一块测灵石，我就当个公证人吧。这测灵石可以测试基础的5行灵根以及品质，一种灵根则需要用特殊的测灵石测试，老身这里暂时没有。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属性，光柱升起的高度代表灵根品质。如果你是不属于5行灵根的，在这里则会显示灰色。如果没有灵根，测灵石不会有任何变化。握住最下面的把手就可以测试了。师弟，放心吧，师姐，没事的。五彩5行杂灵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有灵根呢？5行杂灵根，那不是最普通的无法修仙体质吗？他是怎么到炼气5层的？不对，你看，光柱还在上涨。啊，这怎么可能啊？5行杂灵根，只有凡品啊！难道？我可还没融合妖灵根呢。哎，系统，测灵石能黑进去吗？可以的。宿主想要检视什么灵根？你看着来吧，最好是牛一点，一来能给我越阶秒了王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二来让他们更加重视我，方便我在宗门自保。好嘞。5行极品，这怎么可能？天哪，竟然是5行混沌灵根！怎么
回事？那边是肉宗弟子测试场地吗？为什么升起了隔绝阵法？刁长老，阵法内的所有弟子，由你负责抹除关于星夜小友灵根测试结果的记忆。系统，我告诉你牛一点，在场的所有长老，包括本宗主，都要用道心起誓，星夜小友是五行混沌灵根的消息，绝对不能向外泄露半分。你这是明显做过头了呀！一般的五行灵根是杂灵根，只有凡品一种品阶，也是大多数普通人拥有的灵根，吸收灵气的效率极低，无法修炼，又称作废灵根。别走啊，给我吃一口！滚！抹挨老子！但有一种五行灵根例外，那就是五行混沌灵根。欧巴，吃我！小飞灵来喽！这种灵根不但吸收单一灵气的速度堪比极品灵根，而且无论主修哪一属性，其他4种属性都会跟着同步增长。五行混沌灵根在天穹神州几万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3次，拥有此灵根者，只要中途不夭折，最终一定会成为改写世界格局的至强者。那个几位前辈，带我来这里是何意啊？而且这位子不是宗主的吗？别紧张，这里说话方便一些。星夜小友啊，你也真是的，在大庭广众下暴露自己的五行混沌灵根，本宗主为了封锁消息，可是绞尽脑汁啊。没办法呀，王道友实在是咄咄逼人呐。老夫已经狠狠地责罚了王觉长老和王登师侄了，他们也对误会小友一事深表惭愧，已经去准备赔偿小友的灵石去了。那他们不会为了报复我，故意把我灵根的消息给透露出去吧？小友放心，所有在场弟子，包括王登师侄，已经被刁长老抹除了相关记忆。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有王觉长老也用道心起誓过，一旦泄露消息，就会道心崩碎，修为尽失。这也太严重了吧？不严重，不严重，跟保护小友比起来，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倒是小友，你是混沌灵根的事情，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呢？没有了。确定没有吗？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用发布悬赏了，接沙阁待命的弟子可以回来了，影盟的也可以回来了，幽冥堂的可以撤了。怎么了，柳师侄？不是让你在外面等一下吗？我师妹小婉出事了。什么？黄龙师兄，王登这次脸可丢大了。是啊，说人家是炼师，结果人家还有灵根，还是……是什么灵根来着？怎么想不起来了？我也忘了，好像是挺冷门的什么灵根。让开！长老好，见过王觉长老。他推着的那个是王登吧？怎么伤得更严重了？都胡巴了。看你干的好事，你不是说他是那邪修的炼师，还带着他存有重宝的储物戒吗？结果你竟然开罪了。搞错了又怎样？
也是心疼灵石吗？大不了以后给他安个罪名，发配到悔罪谷，孙儿会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你听着，你绝对不可再针对此子。一会儿咱们带着灵石一起去登门道歉。爷，你说什么？凭什么？我可是咱们宗门的希望，未来的灿烂大比，万象门的联谊都要靠孙儿。那小子算什么东西？也别让我道歉。我只能告诉你，你要是再针对此子，就是和整个青云宗为敌。爷爷到时候也帮不了你。怎么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什么人？他是真正的青云宗的希望。不管拿的，怎么会？他是烈士，我明明有了真眼骨。忍一下，这是对你做事鲁莽的惩罚，也是道歉该有的诚意。哎，好香的烤肉味儿，是来给咱们送午饭的吗？什么鬼啊！我夸烤肉香加什么作死值啊！啊！哎呀，王爵长老，你也真是的，把你孙儿弄那么香做什么呀？都给大师姐整馋了。我没馋。星夜小友，之前都是误会，你也看到了，老夫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除了答应补偿小友的300万灵石，我再加200万，一共500万下品灵石。希望小友能够原谅我孙儿和老夫之前的冒犯。是在下有眼无珠，冤枉了道友，还请道友原谅。哦，行吧，看在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们了。灵石大师姐先替我保管吧。作为彩礼的预付款。王登，你和师弟的事情解决了，现在该谈谈咱们的事情。出来吧。啊！老秦，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受够了，已经不想任你摆布了。王登，这是怎么回事？小婉失职变成这样，和你有关？说来话长，我之所以把星夜道友误会成烈士，就都是因为此女。我还想带她一起来给道友谢罪呢，都是她一口咬定星夜道友你就是烈士，我们不相信，就对她稍微下了点重手。分明是你刑讯逼供，想从小婉师妹口中确定烈士的身份，师妹受尽折磨也没说，最后你还动用了真言蛊虫。哦，那你告没告诉他们这些事是谁动的手？是我啊！不止这件事，我在你的指使下干过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我会把所有事情以及证据都禀明宗主，愿意接受宗门对我的任何制裁。哼，可笑！那些事分明是你主导的，我最大的罪责就是心太软，念在同门一场，想让你改过自新，没有趁早揭发你。随你怎么说，我这就去见宗主，看看在铁证之下他会不会相信你。快动手啊！有证据应该在见我之前就拿给宗主吧。现在你直接自爆，是想逼我出手，对你做点什么吗？洛晴师妹。唉，失败了呀。我身体里被他种下了生死蛊，只要他控制母蛊，可以让我当场死亡。虽然之前他做的那些恶事我拿不出确凿证据，但我会假装有，以此逼他用蛊虫杀死我，那就可以定他残害同门的罪名。以他现在的身体，只要被发配到悔罪谷，必死无疑。你这是要牺牲自己吗？这是我应得的下场。哈，
容我说句不好听的，被你们残害的同门应该不止萧婉吧？怎么偏偏现在就良心发现了？之前就算我死了，也毫无意义。但你的出现，让我看到了扳倒王登的机会。王登是个很自负的人，所有事情都计划得很周密，但你却让他计划一次次落空，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屈辱。如今他失去理智，是绝佳的算计他的机会。虽然没法让他的那些恶行公之于众，但能拉着他一起死，我也很满足了。没想到我一直帮你隐瞒恶行，换来的却是被你反咬一口啊！爷爷，此女做的所有恶事，包括残害小婉师妹，我都已经用留影石记录下来，就放在我的住所，到时候还请依照宗门门规处置。从最开始，我就只是你转嫁罪责的工具而已吗？还在说这种话，真是令人寒心。不过我隐瞒你的罪行也是事实，你伏法后我也不会逃避，会承担应有的责罚。当然，师妹拿得出任何我参与作恶的证据，我也不会推卸责任。要说证据的话，证人不就在眼前吗？你可别说，这位受害人也能做伪证啊！证人不就在眼前吗？你可别说，这位受害人也能做伪证啊！他的证词自然是可信的，我也希望能医好小婉师妹，还我一个清白。真眼蛊一旦中下，便会迅速吞噬宿主的生机，生机彻底消失前，无论问宿主何种问题，都会照实回答。小婉师妹的生机早就被蛊虫吞噬到了临界点，只要移除蛊虫就会毙命，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了。除非有传说中天级以上补充生机的丹药，不然一般手段产生的生机之力不可能快得过真眼蛊的吞噬。蛊虫若没法摘除，小婉就永远不会醒。好了，洛晴就随老夫回执法堂，把此事调查清楚吧。此事涉及我孙儿，会交由其他执法长老调查，保证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包庇任何人。这个没必要，还是直接从这位师姐这里问个明白好了。星夜小友要做什么？柳师侄已经向你说得很明白了，他现在的状态是不可能对外界做出任何回应的，除非动用搜魂一类的邪法。搜魂？不行，魂魄一旦受损，那就真的变成活死人了。哎，放心吧，师姐，我会用最安全的法子治好小婉师姐的。你应该知道师弟我略懂医理，前不久啊，还让一个吃了数十种剧毒毒药的人起死回生呢。那不是你自己吗？跟通医理有什么关系？系统啊，我现在不方便用面板购物，你随便从商城里帮我买个他们没有见过的丹药，要便宜的，吃了没害处的。好的，大师姐，先给小婉师姐喂一下此丹，补充生机。哎，等等，这是什么鬼啊？怎么了？宿主提的要求不是都满足了吗？没见过的丹，便宜，吃了没事。好花哨的单品，竟然还写了丹药名字。丹药很别致啊，就是为何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呢？返璞归真了，师姐快给他喂下去吧。好了，你们退开一些，我要开始施法了。一请胡来，二请黄，三请莽来，四请长，五请判官，六阎王，最后请个朴老师，小小蛊虫莫猖狂。什么乱七八糟的，故弄玄虚。哎呀，天地三清，道法无常，天地无极，乾坤借法，元阳入体，五毒不侵，九阳纯金之体。化元神功，
邪魔退散！嘿，宿主，你在搞什么多余操作啊？本系统不是和你说了，用阴阳坠逆变的生气救这小妮子绰绰有余吗？你懂个屁！被我摸一下就活了，那也太惊世骇俗了吧！我迷之操作越多，他们越看不懂，我才越安全。啊！他的生机真的在慢慢恢复。这怎么可能？他做了什么？不愧是混沌灵根，这手段，老身都是闻所未闻。那个花花丹和他念的那些诀也陌生得很，说不定是得到了他最后说的那个朴老师的上古传承。宗主啊，他有如此手段，那说不定可以让他试试。再看看吧，他现在的修为还太低了，而且此法对他的损伤似乎颇大。系统，别吸我灵力了，要被你榨干了！宿主不是让我帮你尽量真实的表现出虚弱的样子吗？已经够了，我看到我太奶了。小婉，你醒了。大师姐，我这是……不可能的，真言骨还在他体内，他怎么会清醒？小婉别动，蛊虫竟然主动出来了。小婉体内的生机之力多到蛊虫都无法消化的地步了。师弟，你干什么？蛊虫好不容易出来，你怎么又塞回去了？哪儿去了？找不到了。嘿嘿，小婉师姐，说一件你最大的秘密。趁大师姐洗澡的时候，偷走她的小裤裤收藏。大师姐，我错了。是你，小婉师姐，之前是谁折磨你，还给你种下真言蛊的？是王登大师兄指使洛晴师姐干的。我没有，他胡说！真言蛊可还在他体内。现在小婉师姐说的是100%的真话。王登残害同门，还不认罪？好，这么玩是吧？要死一起死！那小婉，你说你是怎么确定他是炼尸的？将军了！一旦他交代实情，我看你怎么辩解。要是你想阻止或者取出真言蛊，就证明心里有鬼。谁说他是炼尸了？他只是被大师姐美貌迷倒的傻白甜纯情小少男。喂，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抱歉，之前是逗你玩的，现在说的才是实话。开什么玩笑？之前我也给你种下真言蛊了。完了。宗主，好了，事实很清楚了，王登，你可知罪？是的，宗主，都是老夫的错。他父亲走得早，老夫又天天忙于宗中事务，只顾提升我这孙儿的修为，却疏忽了心性上的教导。宗主要罚，请一同责罚老夫吧。宗有宗规，王爵，你还是执法堂长老，更应该拎得清才是。王登、洛晴残害同门，按照宗规发配悔罪蛊。太好了，终于！天神，都是你，都是因为你出卖我！现在就给我死吧！去死！洛晴姐，你要去当神仙了是吗？是啊，宝贝，
以后咱们村子啊就由我罩着了，税只用交一半。哇，真好！哎，听说了吗？新入门那个是从山沟里出来的，嘿嘿，难怪这么土啊！喂，不想你们村子有事儿吧？那就跟我双修啊！师妹没事吧？站得起来吗？只要找到靠山，我就能在宗门内立足了。只要能不再让阿爸、阿妈、阿妹，不再让村里的大家过苦日子，什么事我都可以做。蛊虫已经摧毁了你的心脉，我救不了你，但是可以不让你死的那么快。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我出物界里的东西，帮我送给我妹妹，就告诉她，姐姐成仙去上界了，不会回来了，让她照顾好阿爸、阿妈。好的，还有吗？当时如果握住的是这只手，该多好。他主动切断了我的生机输送，应该是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吧。贱女人，死得好！我不只会杀掉你，你的爸妈、妹妹，我也会派人去杀掉的。你要干什么？比起之前力度轻了太多呀，这才是你真实的实力吧？不痛不痒啊！王登，是谁勾结了邪修，残害了大量的万门弟子？啊？你在说什么？是我做的，爷爷也有在帮忙。啊！混账东西，你在胡说什么？王爵长老，让你孙儿把话说清楚。我说了什么？怎么回事？我的生机在减少，是真眼蛊？难道是刚才？可他怎么会下蛊执法的？而且蛊虫不是还在玉婉身体里吗？想不明白就别想了，还是乖乖的回答问题吧。你为何要残害同门？还有，王爵长老是怎么帮你的？我是4年前执行宗门任务时被邪修所欺，他知道我的身份后，打算利用我收集低阶修士的魂魄。可恶，身体又不听使唤了。他先逼我学习了一套名为古王诀的上半部功法，此功法可以让修为突飞猛进，他需要吸收修士精血，不然便会走火入魔。于是我便定期挑一些没有家世背景的外门弟子下手，把他们提供给那个邪修，他会抽走他们的魂魄，留下精血给我修炼。一直只修习上半功法也会走火入魔。他说只要帮他收集够500个人的魂魄，就传我下半部功法。因为一直有外门弟子失踪，有人去执法堂反映，执法堂因为执事查出此事与我有关，所以先告诉了我爷爷。我向爷爷交代了事情，爷爷查明那古王诀是一套地级的上古功法，只要一直吸收精血，便没有其他的副作用。于是暗中除掉了调查我的执法堂人员。后来我们一起去见了那个邪修，可是那邪修实力不在太上长老之下，以及
在真的拥有下半部不完全后，爷爷也便默许了我的行为，还对后来执法堂反一次失踪的案件的处理。孙儿，哎呀，死不了，只是生机损失有点多，我这就把蛊虫取出来。王爵，想不到你竟然纵容王登，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宗主，那些人只是可有可无的打杂外门弟子，我孙儿的实力提升你也看到了，这还只是修习了上半部。够了！用活人精血修行，这与魔宗何异？那又怎么样？咱们宗门现在的情况，宗主你看不到吗？再不做突破，青云宗就毁在咱们手里了呀！违背礼仪廉耻的突破，还不如就让他毁了。何况现在天大的转机不是已经来了吗？这也是本宗主的失职。执法长老与核心弟子勾结邪修，我竟都没有察觉，还要劳烦小友帮本宗清理门户。应该的，身为弟子，理应维护宗门名誉。对了，这个给你。这是内门弟子的身份玉牌，恭喜星夜小友正式加入我青云宗。任务完成，造化值加800，抽奖次数加1。总算是完成了一个任务。宗主打算怎么处理王氏祖孙？一起去悔罪谷吗？悔罪谷只是针对金丹期以下弟子的，而且那里是给罪不至死之人去的地方，有很大的生存机会。他们犯下这等大罪，是要直接关进宗门天牢，等候长老会判决的，最轻也是废除修为。而且王爵知道小有灵根的事情，所以我是不会让他走出天牢的。宗主费心了。刘师侄，你带星夜小友去藏经阁、宝器阁挑选功法和法器吧。没事的，师姐，你带他去吧。我虽然还是浑身虚弱，站不起来，但还是可以自己推轮椅回正阳峰的。你还是留下来照顾你师妹吧，告诉我位置，我自己去就好了。算你小子有点眼力劲儿，不枉本姑娘替你保守秘密。来，张嘴啊！怎么样？洗澡水不烫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好好的体验跟大师姐的爱人世界。宗主，这是我宝贝徒儿被害得这么惨，我不想捆住他，这老东西得跟王爵祖孙俩拼命。哎呀，徒儿，苦了你了！为师饶不了王当那个小崽子。你放心，为师一定用无微不至的照料治愈你身体和心灵的伤痛啊！这次真是多亏了小友，老夫欠你一个人情。师傅客气了。走，为师先带你去丹房调理一番。不要啊！本宗主也去忙了。柳师侄啊，你多带星夜小友去宗门逛逛，逛完宗门就去城里逛逛。老夫观星看出今夜有流星雨，后山运灵池对你们开放一天，很适合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美景。宗主今天话还真多啊！是啊。走吧，我带你过个入宗流程。哎，要用飞剑吗？
功法阁、灵气阁都离这里很远。那个我差不多也习惯了，不用睡袋应该也可以。不过要是站不稳呢，还是要借大师姐的腰扶一下的。大师姐，这样会不会太费灵力了？不会。本以为要抓到王登和执法堂勾结邪修的证据困难重重，我都做好了长期调查的打算，竟然被你一入宗就解决了。嘿，我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奈何王道友送助攻啊！真言骨也太好用了一点。不是你和小婉的演技出众，也没那么容易给他成功下蛊吧？果然被师姐发现了吗？把东西收到储物空间会有法力波动，但你收纳融合妖丹的那时候却没有，所以你那时看似是塞回蛊虫，实则是被你用收纳妖丹的法子转移走了。这样既规避了暴露自己身份的风险，又能利用收走的蛊虫暗算王登，然后只需要暗中让小婉配合你，演一出蛊虫还在他身体里的戏就可以了。虽然只有金丹期才能神识传音，但也可以这样，在指尖用灵力震动模拟声带发声，因为是在耳朵里，即使用微弱到无法察觉的灵力也能听清楚，再加上外边还被你堵着，所以我们都没有发现。小妮子，我一会儿问你问题，你就假装蛊虫还在你身体。真是瞒不过大师姐啊。其实我也希望参战，而不是做战后总结。下次一定。师姐，你们班的情绪都体现到飞剑上面来了。中蛊的手法是在那邪修戒指里学的吗？蛊王诀就在戒指里。有些蛊虫是要学习本体功法才行，不过真言蛊这种只需中蛊无需操控的类别，单独学习法诀就可以了。我自认为做事已经考虑很全面了，比起师弟还是不如。那蛊王诀里应该有很多种蛊虫的操控法诀吧？师弟竟然在不知道此生能否用得上的情况下，就通习了一遍。不，其实是临时让系统教我的。总感觉欠你的越来越多了。没事没事，大不了以后以身相许就好了。话说师姐，你能不能别一直改这两把剑的飞行编队了？我不想连累师弟你。到功法阁，你有身份令牌，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宿主，本系统扫描过了，这里有好几部功法，都能满足任务1的需求。修炼加作死值呢？系统商城里面没有这种功法吗？系统规定不可以从商城直接购买任务物品。垃圾，净搞一些坑人规定。对了，正好这里没人，给我把那个抽奖抽了吧。好的。2K4倍即可开启神秘礼盒。还整得花里胡哨的，不会有坑爹的谢灰姑吧？任务奖励的抽奖是非触发的。那还行。恭喜获得系统软件传音编辑器。啥玩意儿？以下是功能介绍。这什么修仙电炸神器啊！等等，这不是系统你自带的功能吗？我记得你之前篡改过大师姐师傅的传音呢。我只能接收更改天界宿主的玉佩传音，对史诗传音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么多功能。原来是这样的吗？不错，感觉这东西挺好玩的，用法很灵活。这么快？你选什么功法了？选了3部。为什么都是副作用极大的术法？尤其是这个神伤诀，
能改变神识形态功底，虽然能重创对方识海，但每次发动也会令自己神识大损，失去战斗力，是很鸡肋的功法。没事没事，我也不一定学，就是研究一下。走吧，去灵气阁。这师弟什么都好，就是有受虐倾向。师姐，我突然觉得还是睡袋舒服。嘿嘿，让我研究一下。江湖往事，师妹有空吗？这么快就收到流星雨哦。道友，事情考虑的如何了？你们宗门大师兄是不是出事了？方便给我们报馆透露一下吗？怎么更改内容啊？长按对话框。你话还能直接假扮对方回复？嘿嘿，今晚我就能拿下若尘师妹了。切，你就嘚瑟吧，有女朋友了不起啊？不，马上就是双修道侣了呀！哎呀，师妹秒回我了呢！我秦始皇打钱。师妹，你在说什么？谁是秦始皇？难道他威胁你？始皇道友，咱们事先说好互不打听身份，你这是何意？况且我知道你的名字，也没必要给你钱吧？了解，报上不会写你的真实姓名的。你要是真知道内部消息，价钱好商量啊！这也太好玩了！这谁啊？竟然用命令的口气跟宗主说话。长按头像可以查看发送人信息。青无极。大师姐，咱们宗门有一个叫青无极的前辈吗？我们宗门的太上长老叫青无极，怎么了吗？那个，我用不用去拜见一下他呀？他老人家必死关了，没有决定宗门存亡的大事是不会出来的。哦，原来如此，所以才用传音玉佩交流吗？必死关那就好办了，想软禁我门都没有。先设置成特别关注，发到青无极和从青无极发出的消息都要先传到我这儿。还有附加消费啊！怎么样，宗主？太上长老那边有消息吗？还没有，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状态。有回复了。请选混沌灵根的拥有者，必须让其处在量子叠加的不可观测状态。集体天不气任，切记，切记。太上长老的话有些高深莫测呀。刁长老，你怎么看？那个什么量子的，老身也没听懂。总之，就是叫宗主你不要干涉任何和星夜小友有关的事情，不沾因果。想不到这混沌灵根还有这么多讲究。还好我请示了一下太上长老，一会儿也去通知下冠州长老吧。是。灵气阁到了。那消息也不知道能不能忽悠住宗主啊。灵气阁和功法阁一样，不过只可挑选一件适合自己的法器。明白。这还真是巧呀。我还想着参观完贵宗的灵气阁，就去找千云妹子叙叙旧呢。七长老，你们这是？是这样的，本少的本命法器在跟一头2阶赤炎蛇搏斗时弄坏了，所以打算换一件新的。但是我们宗门那些老家伙拿的东西，本少都看不上，就想着你们宗门有没有合适的。反正咱们两宗要结盟了嘛，以后也都是一家人。家人，你好。
抱歉啊，千羽妹子，本少不太喜欢被男人碰。这位师弟的治疗费用，本少全部承担。哎，不用，是我唐突了。什么呢？原来是个怂货。是在下不了解道友的悲惨过往呢，想必是儿时被男人摸得太多，以至于现在都应激了。哼，找死！少门主，正事要紧。知道了，走吧，去调法器。本少不希望出来的时候再看到你小子。你们是来选入宗法器的吧？换个日子吧，别触这个霉头了。走吧，先回正阳峰。师姐，那人谁啊？万象门的少门主程岩。哼，他一个外宗的，凭什么在这里嚣张跋扈？啊，因为青云宗的整体实力，那是10年前，在封印魔剑事件之后，青云宗高层战力大损，10几位元婴高手战死，太上长老也身负重伤，要长期闭关。王登的父亲也是在那次事件中陨落。什么魔剑啊？那时我也还没入宗门，听师傅说，是一个小宗门发现了一处上古传承，里面就有那把魔剑。其宗主碰到魔剑后性情大变，屠杀了整个宗门，又开始屠城，事情越闹越大。3宗4门都派了人去讨伐，因为青云宗主修剑道，对魔剑很感兴趣，派出的高手也最多。但没人想到剑魔如此恐怖，那个宗主原本只是金丹期，最后竟展现出堪比鹰变中期的恐怖能力。虽然最后成功将其封印，但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又因为青云宗损失最为惨重，所以封印魔剑之地也定在了青云宗。啊，那魔剑就在咱们宗门里面啊？要去看看吗？可以看的吗？那阵法可是3宗4门的顶尖高手共同布置的，比青云宗的护宗大阵还要牢固。开放参观，也只是为了让宗门弟子可以领悟其上蕴含的剑意，精进修为。体会魔剑的剑意，不会走火入魔吗？正好封印之地就在灵气阁下方，那边有传送阵。哦，那就去看看吧，反正现在也没事儿。哇，好热呀！这封印阵法调动了岩浆地火的能量，如果此处地脉能量枯竭，就要转移封印地了。要是用灵石提供能量的话，我们根本负担不起成本。封印地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靠得太近，传送阵就会失灵。有消息传往，特别关注。谨遵太上长老旨意，但可否派不知情人作为混沌灵根弟子的护道者？毕竟若完全不加干涉，恐有意外。我有嗜血阴煞珠，能有什么意外？派了人跟着，我露馅了才叫有意外。不需要，顺其自然。我去，开着的结火功能一直都没关呢，已经有5万条消息了，出 bug 了吗？愁死了！是什么啊？为什么都是没有内容的空白消息？发信人名字是马赛克尔，这么一会儿又发了好几百条了。这个人是欠了高利贷了吗？修仙界短信轰炸。大师姐，你知道一个叫陈荣旭的人吗？陈荣旭，他就是当年触摸魔剑的那位宗主啊。什么？你
不是不知道魔剑的事吗？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因为变成炼师，记忆有点混乱。那个陈荣旭后来怎么样了？当然是灰飞烟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人往已死之人的传音玉佩里疯狂发空白内容的消息啊？我记得收藏之后就可以定位收信人和发信人的位置了。有了，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发这些消息。开启定位导航模式，目标发信人，现在开始为您导航。哦，这么高级！前方直行20米，入口右转。沿当前道路继续直行，注意脚下台阶。等，这个导路径怎么和大师姐带的路一模一样啊？难不成那个家伙之后也在参观魔剑？到地方了，前面熔岩池中央的就是魔剑。是？不会吧？已为您标记目标，本次导航结束。魔剑的剑气已经完全被阵法封印，师弟，你可以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自行体悟剑意。好的。哎，西东，怎么回事啊？难不成这魔剑下面藏了个老王？哇，软件定位的发信人就是这把魔剑。剑怎么发消息啊？准确的说，并不是传音消息，只是构成和传音太接近了，所以才会被系统软件截获。什么意思啊？玉佩传音的原理其实就是把声音通过传音玉佩转化成能远距离传播的灵力波，在另端传音玉佩还原成声音。这不跟电话一样吗？这把魔剑则是以剑体充当玉佩的功能，把灵剑的神识变成灵力波传出去。那是干嘛呀？而且封印阵法都不管的吗？也没人发现？可能是向某人求援，这个就是针对魔气，以及阻止外人接近。如果设计成员灵力波动屏蔽，那方圆百里的传音都会受到影响。灵力波在修行界和空气一样普通，只要有修士活动就会产生，没人会在意的。也没人能想到一把魔剑会发消息。原来如此。大师姐，我有点难受，想回去休息一下。好的。看来领悟剑意这种事，以师弟的修为还太早了。别犯蠢，不是不希望他卷进来吗？又为何如此希望他能快点变强？有什么事就给我传音，我先去师妹那边看看。好的。宿主特意把大师姐支开是要做什么？我想去收信人那边看看，这魔剑绝对没有憋好屁，放任不管不太好。我又没法跟大师姐和宗门高层解释，不然我虚拟太上长老回复的事情可能就要露馅了。目标陈荣旭的传音玉佩开始为您导航，全程15公里。还好不算太远，先去看看情况。宗主，星夜小友刚刚独自出了宗门。刁长老，不是说了不要观测吗？可是，没什么可是，你难道信不过太上长老？不敢。就这样吧，别干涉混沌灵根的任何事情，勿视、勿听、勿言。是。为什么会被埋在这么深的地下？这找地鼠求援吗？有了，就是很普通的传音玉佩啊。好鬼，好恨。
今天几个后来如果突变情绪，我直接去不了。我为什么要大半夜来荒郊野里玩个破玉佩啊？跟着大师姐去看流星雨，它不像吗？啊！手好痒，好想摸键盘。我要在某博、某书、某音上面跟人激情互喷。看来对尸体的影响有限。鉴定，该死的！为什么这玉佩上面也会有魔气啊？垃圾系统，附加消费一堆，上，给老子狠狠的上！宿主，你能别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发狠吗？像个精神病。哎，升级成功。啥？这玉佩里面怎么会有魔剑剑灵？我知道了，那个魔剑剑灵发的不是什么神识，他是把自己给发出去了。什么？这把剑灵把自己的神魂分成了无数份，用传音的方式发送到这个玉佩里，再进行整合，这样他就摆脱了魔剑，然后以这个玉佩作为新的载体脱困了。啊，这种事情也能办得到吗？理论上或许可行，但实际操作起来变数太大了。那把魔剑和这块玉佩肯定都进行过特殊的改造，能把神魂变成灵力波发出，插在玉佩上进行还原，还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那我现在如果毁了这块玉佩，魔剑就完蛋了是吗？也不会啊，这边还剩下52%的神魂，但神魂这东西可不是神识，恢复起来很慢，就以它天级的品质，起码得几百年才能恢复啊。如果我用传音编辑器模拟魔剑给这个传音玉佩发消息，会发生什么事儿？宿主啊，你歪点子还真多。传音编辑器发给他的只是音频，又不是神魂，应该什么都不会发生。嘿嘿嘿，不试试怎么知道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在吗，剑灵老弟？果然没什么反应。对魔剑可是不间断的发了10年，总是得有上百亿条的消息了，你就发一条能有什么反应？哦，也对，要做就做极限试验。宿主，你买小说干什么？给我把文本扫描进传音编辑器里。啊？这样的每条消息都是一部小说的内容呀，复制成9999份，然后征服启动。有一个人前来买瓜，这脑袋瓜保熟吗？我开水果摊的，能卖你生瓜蛋子啊？我问你，这脑袋瓜保熟吗？别拍了，脑浆子都要被拍散了！我怎么回来了？是大师姐送你回来的，宿主昏迷了1个星期了。啥？我怎么昏迷的？哎，传音编辑器是用宿主神魂学你的消息，发一条感觉不出什么，系统也没有感觉。在吗，剑灵老弟？但宿主你发了9999份小说体量的内容，一下子就抽干了你的神魂。征服启动。在噬血烟杀珠的作用下，宿主的神魂又不能用来发消息。这1个星期里，宿主的神魂被反复抽多1000次。累了，毁灭吧！你倒是打断一下呀！我是想打断的，但我发现宿主的神魂在补全那个剑灵神魂。啊！本来是不可能的，人跟剑灵神魂相差巨大，但不知为何宿主的又可以，所以本系统也好奇最后会怎么样。坑爹呀！你这是在拿我做试验呢！哎，那后来呢？剑灵怎么样了？师姐没碰到那个魔气玉佩吧？嘿嘿，我已经把玉佩收进系统空间了。剑灵也已经被宿主补全了神魂，同样在系统空间里。快给我看看！啊！我魔剑灵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邢大哥，今天你补全神魂是给我面子，我能来是给足你面子。
什么毛病啊？这是？应该是喝了9999杯征服发生了某些反应。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了。哎，小师弟醒了，在和谁说话？自言自语了。哎，小婉师姐，你身体没事了吗？没大碍了，倒是你怎么回事？昏倒在荒郊野外的大坑里，不是师姐发现，你都得被野兽吃了。出了点意外。哎，大师姐呢？师姐作为弟子代表去参加和万象门的会议了。啊？什么会啊？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咱们两宗陨铁矿的分配问题。既然要结盟，肯定要利益最大化。1星期前，少主你拜访了青云宗的灵气阁吧？有什么感想呢？不太行，跟我们万象门差太多了。放肆！这里都是你的长辈，注意你说话的方式。父亲，我是实话实说呀。我上周也跟青云宗的7长老约好了，今天会有我们2个宗门间炼制法器的比试。今天不是决定陨铁矿的分配吗？怎么扯到法器比试上了？陨铁矿主要就是用于各宗门的炼器，既然咱们要结盟，那肯定是根据各宗门炼器水平分配，利益才能最大化。当然也不是说谁分得多谁就独占陨铁矿，咱们2个宗门还是要按照自己持有陨铁矿的比例来炼制对应数量的法器，然后再平均分配给门内的弟子。那岂不是分得越多还要出力越多？那是自然。不过如果我们炼制的法器分给贵宗弟子，就需要贵宗弟子完成万象门发布的任务，反之亦然。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哪里，这样才能让结盟利益最大化嘛。具体如何比试炼器，又如何分配矿脉呢？是这样的，我宗门下有5条陨铁矿脉，贵宗有6条，咱们各自挑选宗内炼器水平最高者，可以是1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人有2个时辰的时间，用相同的材料，总共可炼制11件法器。炼制完成后，让这11件法器互相比试，根据胜负比例抽签分配矿脉。那你们一场都不赢的话，11条矿脉就都是我们的了。没错。7长老，靠你了，把他们狠狠拿下。好啦，场地那边准备完了，咱们可以过去了。宗主，星夜弟子也想去观摩一下。千羽妹子，你这师弟跟你关系不错呀，走到哪儿都牵着。羡慕吗？你要是没人牵的话，我也可以牵你啊！我要杀了你！弟子间的切磋，还是等这场比试之后吧。小子，等着，你死定了！灵儿，别胡闹。宗主，这边是我宗的4位炼器长老，加上我一共5名，都是能使用丹火的炼器师。材料和炉具我们都准备好了，不知贵宗的炼器师何时到达？他老人家平时不在我门内，喜欢四处云游。不过1周前，我已经告知今天的炼器比试一事，他已经应允，估计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什么呀？你们宗门就派你一个人来？我们是想带上全部炼器师的，但他老人家不同意呀。哼，真是狂得没边儿了。你们想送矿脉就直说嘛，还拐弯抹角的。抱歉，老夫给涅槃殿炼制了1件法器，耽误了一些时间。这老头什么时候？空间神通，元婴期。
这完全没听过万象门有元婴级别的炼气师啊！林老喜欢云游，很少回宗门，所以知道的人比较少。难道是炼气宗师林志远前辈？哦，你认得老夫？见过前辈，晚辈是看了您的炼气详解，才走上气道一途的。王冠周，你作甚？上来就低声下气的，还用不用比了？这个林老可是能炼制地阶法器的，我们之中水平最高的七长老也只能炼制玄阶上品，这怎么比呀？别说丧气话，他一个人就2个时辰，能练几阶啊？你们堆都堆死他。但愿如此吧。哎，师姐，这不会是他们找的外援吧？根本和他们宗没关系啊！哼，无知。林老几十年前就是我万象门的客卿长老了，只是怕给宗门惹来麻烦才没有公开。比不过就想着找借口。千云妹子，你这师弟也就这种程度了。握个手来。你丫的！哎呦！哼，安静，别打扰到林老炼气。元婴期炼制法器都不用炼气炉的呀？这应该是他吸纳的特殊火焰，温度完全不外散，连质量最好的炼气炉也做不到这点，麻烦了。哎，输了也没什么的吧？他们宗有这么厉害的炼气师，铁矿都给他们帮咱们炼气也挺好的。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先跟我出来一下。啊？怎么了，师姐？牵扯到宗门利益的事，我就不跟你分析了，就只说和师弟你有关的。我宗有一条云铁矿，是和那邪修洞府连着的。先不说他们能不能发现那里的问题，一旦那矿洞归了万象门，师弟你想进去自由行动，几乎是不可能了。那只要赢一场，把那条矿脉赢下来就行了吧？分配是通过输赢抽签决定的，如果咱们宗赢的太少，那估计很难抽到。就是说，就算万象门只赢下一场，也有概率抽到那条矿脉？是的。要不师弟你有什么事，就趁矿洞交接之前先去办了。师姐，为了保险起见，我一场都不会让他们赢的。啥？什么？你小子也要参加？别胡闹了！你知不知道这关乎两宗门的利益分配？输一次就是输一条云铁矿啊！把你卖了都……不对，卖了好像赔得起呀，毕竟是混沌灵根啊！啊！星夜小友年纪轻轻，也懂炼气之术啊！就跟医术一样，略通一二。嘿嘿。那就这样，反正每个人都有2个时辰的炼气时长，你先在这里观摩一下。小友觉得自己练的品阶可以高过各位长老，那就试上一试。就按宗主说的。你当是过家家呢？你要是能练出高阶法器，本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那倒不用，你剃个光头，给大家乐呵乐呵就得了。白痴！真的假的？竟能把火1分11，同时炼制形态不同的法器。看来林老在外云游多年，炼气的技艺更加出神入化了。李长老，你怎么还练炸炉了？对手是林老前辈，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你歇着去吧，别在这动摇军心。这位前辈，能教一下晚辈怎么用炼气炉吗？炉子都不会用，还想跟林老比？
都说了安静。宗主，这人是？啊，是新加入的内门弟子。既然他感兴趣，李长老，你就教教他吧。哦，好。是这样的，你们要丹火，先要注入灵力，勾动地火。哦，师弟又想干什么？炼气这种事可不是一朝一夕学得会的。成了！哦，这股灵气竟然是玄阶中品，干得漂亮啊，七长老！这还有1个时辰，你再练一件。啊！哦，老夫也练好了，好久没用分火之术了，有点生疏了。这怎么可能？11件，全部玄阶上品，还是不同款式的武器。啊！哇！怎么搞的？你们全都炸炉了？抱歉，林前辈气沉的威压太强，影响了最后符文的篆刻。算了算了，输就输了吧，赔了矿脉，得个炼气宗师也不亏。师父，无礼小辈，竟敢把老夫同矿脉相比！前辈息怒，关州长老他嘴比脑子快，不是有心的。哼，之前他就对老夫出言不逊，老夫可是一忍再忍。王冠州，还不给前辈赔罪？林前辈，是我的错，说话不过脑子。跪下磕3个头，这事就算过去了。你不用闹这么僵吧？不跪也行，以后贵宗的法器跟老夫没有关系，也别指望老夫向贵宗的炼气师传授任何技巧。申请替跪。没你的事。也罢，我这性格一直在给宗门惹麻烦，这次就当是个教训了。宗主，冠州长老，本宗主虽然做什么都会优先考虑宗门利益，但有些事是不能用利益衡量的。你记住，青云宗的青云是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的青云。宗主，宗门损失从你俸禄里扣。你还是让我跪吧。好，好得很。多少人给老夫把头磕破了，求我出手，老夫都没有答应。希望你们宗门弟子都没有法器用的时候，还能这么有骨气。哎呀，这地火有点难控制啊！你在干什么？法器炼制的比试不是还没结束呢吗？我试一试。不要胡闹了，林前辈炼制的可是11件玄阶上品法器。他不是什么前辈，只是个有点本事的小心眼老头。啊！小辈猖狂！糟了，是神识攻击！小崽子，老夫搅散你的识海！林老，您怎么了？没大碍。小友，你没事吧？没事啊，怎么了？这小子是什么怪物？区区炼气期的识海，神魂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变成那个鬼样子？厉门主林志远，我宗弟子已经参与比试，你们如果再行干扰，矿脉分配一事就此作罢。哼，清玄，你不是开玩笑吧？让他跟林老比？哼，他们想自取其辱也好，
立门主用留影石记录下来，过后就让天下人看看，青云宗现在就是个笑话。你打算炼制何种类型的法器？7大武器之首。哼，故弄玄虚，老夫金银器道800载，都没听过有什么7大武器。林老，这小子就是个失心疯，咱一会儿等着看他怎么给宗门丢脸就得了。哎，何种法器竟然有如此多的部件，这样稳定性堪忧啊！哦，好了，黑题搞定。等等，逍遥，现在云帖内的杂质还很多，你用的只是炼气炉自带的地火，起码需要再炼精10次左右。我就炼这一件法器，时间还比那老登长，赢了也不光彩。这小崽子，林老息怒，他们就是想逼咱们出手宰了那小子，从而保住矿脉。到最后一步，篆刻铭文。铭文是炼器中最难的点，能不能让法器灵力运转流畅，调动天地灵气发挥更大的威能，都要靠最后的铭文。铭文的种类繁多，组合方式数不胜数，但有任何微小的误差，都会让法器的品质大打折扣。一般都是把放大的铭文先在器炉上刻画，再用神石包裹，逐渐缩小，最后铭刻在炉内的法器上。师弟这么有自信，难道是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铭文？你在干嘛？怎么了？光头长老说了，最后要铭文的呀。屁的铭文，你这是铁匠铺的刻字吧？铭文不是刻字吗？我不行了，这太极品了，简直浪费时间。啊？怎么会？加刻字为什么也会有气程的法力波动？不对，跟气程的波动不太一样，感知不到法器的等级。啊，老头儿，去哪里啊？是要弃权吗？折叠凳，自取其辱，去！小心！啊！什么？这怎么可能？一击就拍断了玄阶上品法器。这样子就算赢了一场吧。这凳子是地阶的。为什么是板凳啊？你小子能拍碎玄阶上品，那起码是地阶啊！为师用的法器都只是玄阶上品，你竟然练一个地阶板凳，暴殄天物啊！作弊了吧？就算法器高了一个等级，但控制它的可是元婴期的灵老，也不至于会被拍断吧？这是法器比试，又不是比武切磋，规则就是只能用最低限度的灵力操控法器。这种胡来的手法，怎么可能练出地阶法器？你呀，记得剃光头啊！请自动涉嫌刷分，本次造化值减半。哈哈哈！想不到青云宗竟然有你这么个扮猪吃老虎的炼器高手坐镇。青云宗主为了让老夫掉以轻心，可真是演得一出好戏呀！我不是，我没有。小子，别得意的太早了，老夫可还有1个时辰的炼气时长没有用呢。这林前辈是想把剩下的10件玄阶上品法器重炼成1件，可这样子会毁掉法器铭文呢。燃魂术，这是燃烧精血提升神识的秘法。天，竟然把一件铭刻的法器上的铭文剥离再重组，这需要何等庞大的神识，何等精细的操控啊！这股气程的威压，地阶上品。哈哈哈哈哈！小子，
老夫真是要谢谢你，不是你彻底激起了老夫的斗志，老夫还炼制不出此生的第一件地阶上品法器呢。怎么样，还嚣不嚣张了？知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哎呀，吵死了，老头！林老，这也太离谱了吧！地阶上品一接就拍碎了，那凳子难道是天阶的不成？师弟，小友，这神魂严重受创，已经残缺不全了。什么？老夫知道了。啊！难怪他的神魂力那么特殊，他是用了早已失传的祭魂炼器法。祭魂炼器法，这法门就是把自己的神魂炼制到法器上，作为铭文的代替，专门攻击对方法器的铭文。法器铭文一旦损毁，再高等级的法器都不堪一击。但用这种方法损毁对方的武器，炼制者的神魂也会崩散。本来这炼器之法就需要万中无一的特异神魂体质，每次炼成的法器一旦用于摧毁对方法器，就等于毁了炼制者的神魂，得不偿失，所以就渐渐失传了。哼，好算计！知道我万象门就只来了林老一位炼器师，不惜牺牲自己激怒林老，让林老用出损耗极大的燃魂咒。林老现在暂时不能炼器了，你们却还有5名炼器师。唉，哼，谁让你们那么自信，就带1个炼器师来？好，我们愿赌服输，就按你们胜10场平1场的结果分配吧。林老，这怎么？人家为了这场胜利，可是牺牲了一个特殊神魄。这种神魂本来重点培养，一定是一位超过老夫的炼器师。可惜，有些人就是目光短浅。慢走不送。那就不打扰了，明天我们会过来进行矿脉交接的。糊涂呀，糊涂！想不到小友竟然还是异种神魂，为什么就为了几条矿脉，把自己的前途和未来都搭上了呀？哎，这不是醒过来了吗？神魂残缺，他现在已经是个痴儿了。就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吗？唉，能治疗神魂的顶级丹药，把咱们宗门卖了都不够换的。刘师侄，带他回去休息吧。他是为了宗门变成这样的，就算无法医治，咱们也不能亏待小友。是。师姐，找个男师弟帮他洗啊。他是炼师，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行，那我来洗，不能脏了师姐的手。不行，我眼睛脏了，我要去洗眼睛。就我一个人了，师弟你还要装吗？还是说，师弟需要受到一些刺激，才会恢复意识？不是啊，你们帮我脱衣服的时候我才恢复意识的，我要是不装就太尴尬了。师姐，快把衣服给穿上了，小心赶。还有意见？师姐为何要戏耍在下呀？我又没说里面什么都没穿。那在下要是继续装下去，师姐又当如何应对啊？我会把这件也脱掉，然后如果师弟你有了不该有的反应，我就少了一位师弟。
多了一位师妹。师姐，不要开这么恐怖的玩笑啊！把衣服穿上吧，我在外面等你。你快把你的冠军戴上，魔剑灵修好表外在的煞气了。好久没吃过这么精纯的煞气了。兄弟，我长你个几万岁，你就叫我林哥吧。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又晕倒了？都是你非要把邪修储界里的所有法器老和尚给你那破凳子造成的。哎，什么叫破凳子呀？那叫致敬7大武器之首，好吧？就是因为你那凳子质量太次了，就算有系统功能融合很多高阶法器，也才能勉强成为地阶下品。哦，我想起来了，拍断了玄阶法器后，为了对付那把地阶上品宝剑，我只好把魔剑灵给融合了进去，导致折凳超负荷了。都说了叫我林哥。就在凳子快散架的时候，我破罐子破摔，用它砸下了那把剑，然后我就断片了。砸向那剑的时候，你的凳子就应该碎了。但宿主的潜意识调用了魔剑灵属于你那52%的神魂，保护住了凳子，所以相当于你用神魂硬刚了地阶上品宝剑。啥？那些神魂我不是给分出去了吗？没错啊，但这部分神魂还是跟本体保有联系。那个元婴期老头进入你的识海的时候，你的神魂就调用了魔剑灵的力量。这点儿拿去。同样的，魔剑灵在硬刚法器受损时，也用你的神魂来弥补损伤哦。借点儿。那这剑灵我还不能随便用啊，不然打着打着我自己变成痴呆了。老弟啊，你只动用我这部分神魂就没事了。啊？真的吗？是的，只是魔气会外放，让宿主成为正道修士的空敌。哥带你混魔道很有前途的。不了，等我哪天黑化了再说吧。剑灵虽然没法用在法器上了，但在妖丹招引雷劫的问题解决之前，可以先炼化成为宿主的气灵根作为过渡。哦，师弟还没好吗？啊，来了。哎，对了，师姐，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装傻的？我在野外发现你的时候，你神魂都空了，还不是恢复的好好的。啊，是这样啊。哎，那我晕倒之后发生什么事了？比试结果怎么算的？我用流影石录下来了，你看吧。可以的，我还想要怎么解释呢？这老头直接给我整了个祭魂炼气法。哎，谢谢你哦，挠不暇。师弟之后有什么打算？啊，你们宗门高层太过重视我了，我压力很大呀。而且万象门那边要是知道我恢复了，肯定也会因为心理不平衡找茬。我就维持现状，装成一个快乐的傻子就好了。那宗主万一来探查你的神魂呢？哎，放心，我有法子不露马脚的。到时候林哥你就稍微自残一下。人不能，至少不该。哦，对了，反正王登的麻烦也解决了。师姐，你不如跟宗门说，带我出去旅游，做康复治疗，公费游玩，岂不美哉啊？这也是我想说的。哦，师姐也想跟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啊，不是，我是说王登的事。4天前你还在昏迷的时候，他和王爵长老稍稍遇害了。什么？他们不是被关在天牢里了吗？怎么遇害的？他们的体内被种下了和洛晴一样的生死蛊，有人远距离操控蛊虫，将他们杀死了。但是我之前用真言蛊问了王登啊，应该没有其他同伙了才是。王登，是谁勾结了邪修，残害了大量的万门弟子？可能是师弟你的提问方式。我们只知道谁与邪修残害同门，并不知道还有谁在其他地方向邪修提供帮助。哎呀，我应该直接问他邪修有几个同党的呀！哎呀，这怨不得你，现在一切交给宗门高层就好。哎，那是不是可以谈公费旅游的事了？咱们宗要和万象门结盟，我作为大师姐有好多事情要出面，
暂时没法离开。哎，忙，都忙，忙点好啊。哦，原来如此。法器可以通过这种法门变成伪器灵的存在，然后被自身的灵根吸收，用来增加属性权重。比如火土双灵根，正常突破等级最好寻找火灵气、土灵气浓郁，又和自己火土灵根权重相近的地点。如果相差的不算太多，可以用吸灵阵来配平。但如果灵气相差过大，吸灵阵则无法配平，这时就可以用上气灵根了。如果炼化的是火属性的法器，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火灵根的权重，再和吸灵阵配合，就能达到配平的目的。但是这种法子提升的权重不能长久保留，会快速消散的。啊，那对我来说不是没什么用了吗？不，正因为宿主的特殊性，气灵根才能在宿主身上发挥超常的作用。什么叫在我这发挥超常作用？这秘典里只写了怎么把法器炼成伪气灵被灵根吸收，都没有写真气灵的事儿。气灵诞生的条件极度苛刻，所有气灵都是天阶以上的存在，不会有哪个傻子用来当灵根的。所以你为什么让我当那个傻子呢？宿主又不一样，你现在严重缺少自保的手段，没灵根就没办法吸收灵气，没法修炼功法，也只能是炼气武堂。虽然死不了，但万一被高等级修士发现你的秘密，那将会生不如死。那我要是炼化了它，灵根能维持多久？老弟，哥是魔剑灵，拿哥当灵根能？你要当魔修吗？哦，他这么说哎。你只炼化他身体里属于你那52%的部分就可以了。而且根据之前的经验推断，宿主的神魂无论怎样改变形态，都可以和本体神魂保有联系。虽然宿主的神魂变成气灵根也会消散，但经过计算，恢复的速度是远远快过消散的速度的。啊，妙啊！果然是只有我才能用的法子。老弟，之前寄存哥的那块玉佩呢？剥离你全部的神魂，哥会沉睡，让我回到玉佩里。你本体那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从你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往这里发过消息了。喂，你做什么？老弟，虽然你补全了哥，但哥总感觉自己脑子乱乱的，有种我不是我的感觉。你这么有本事，不如帮大哥一把，把我剩下那部分神魂从封印的魔剑里救出来，如何？哼哼，晚安，玲子。为什么？你怎么还能控制我？收！别以为我没发现，你一直在偷偷摸摸的同化我的神魂。不过很可惜，我的神魂有点特殊，被你同化的部分，我可以很轻易的复原。没这么做，就是想看看你要整什么幺蛾子。宿主打算什么时候炼化麒麟根啊？就现在吧，免得夜长梦多。此次林老云游归来，我万象门的影响力必定可以更上一个台阶。上不上台面的那是后话。老夫怎么听说宗主你们今天去青云宗，把我们的5条矿脉都赔出去了？我们气阁是不是可以解散了？哼，祖父，你是在埋怨老夫喽？炼气比试的刘影石你也看过了，换上你能赢过祭魂炼气？我是赢不过，但是当时为了保险，我可是挑了本门10位炼气长老，让他们随你一起去青云宗。不知道是谁信誓旦旦说自己一人足矣的。你好了好了，2位长老都别动气。
虽然我们这次赔上了全部的矿脉，但合约里写了，他们需要承担我们的全部炼器份额。但咱们也要完成青云宗的宗门任务，给人家打工啊！任务我们肯定能完成，但到时候他们没法提供足够的法器，需要赔付法器价值双倍的灵石。以青云宗江河日下的实力，是不可能炼出足够我们修士使用的法器的。到时候他们会求我们把矿脉收回去，或是征用我们的炼器师，话语权自然会重新回到我们手上。而且他们还赔上了一个能用祭魂炼器法的异种神魂弟子。异种神魂呢，稍加培养就能站在气道顶峰的存在。他要是还活着的话，青云宗倒是能吃得下这10几条矿脉。不过可惜被老夫给毁了，变成了痴傻。祖父，若是你带着你那10人一起去，那小子是不会用祭魂炼器跟老夫拼命的。到时候咱们赢了矿脉，却让这小子发展起来的话，不出10年，只靠炼器一道，青云宗都能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哼，这波属实是林老前辈高瞻远瞩了，帮我们解决了一个潜在的危机。哼，我可不像有些人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小利。什么？怎么了，贾执事？宗主，咱们在青云宗的人传来了消息，说是有人剑意突破，引发天地异象。什么？剑意境界突破可比修为等级突破还要难得多呀，还能引发天地异象，莫不是青无极出关了？这里有他传回来的流影石，看看便知。啊！天哪！剑意化形，这不是青无极，好年轻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青云宗有此等剑道天才？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会是这小子？系统，你坑我呢？为什么融合灵根会搞出这么大动静啊？没人用真正的气灵融合过灵根，宿主用的又是自己神魂化成的剑灵，这应该是气灵根被发明以来最完美的一次融合了，引发天地异象也不奇怪。靠！你事先好歹提个醒啊！天地异象，剑气化形，这可是只出现在上古典籍中的存在呀！哈哈哈哈哈哈！小友这是破后而立，天佑我青云宗啊！师弟，说好的装傻呢？你这也高调过头了。这不是和你比试的那小子吗？林志远，你给我解释解释，痴傻之人是怎么做到剑意突破的？当时只是青云宗主上前检查，说他神魂严重受创，我等并没有确认。上当了！清玄是以天才弟子陨落的假象，让咱们痛快交出矿脉，他们根本一直都在演戏。赔上了全部矿脉给人家炼器天才练手，林志远，这就是你说的高瞻远瞩吗？林老，天杀的小畜生，老夫绝对会让你和青云宗付出代价。哥，你在做什么？啊？为什么要剃光头？跟人打赌输了。嗯？我记得哥你说过，只跟比自己弱的人打赌，万一对方输了，揍对方一顿就行了。他是比我弱，不过我挺佩服他的，为了保护想保护的东西，可以豁出性命。就当是用头发祭奠一下这位被我认可的对手了。哥，
你说的该不会是青云宗用祭魂炼气法赢了林老的那位吧？就是他，神魂残缺，变成傻子了。可我刚听说他那是装的，就是为了骗父亲和林老痛快割让矿脉。什么？你听谁说的？贾执事啊，而且贾执事还说他是万年难遇的剑道天才，刚刚剑意突破引发了天地异象，林老得知上当都被气吐血了。哥。小姐，门主找您。我哥他没事的，少门主应该已经习惯了。啊？父亲，贾执事说您找我。心儿，王登出事了。据清玄说，他爷爷带他出去历练，遇到了邪修，虽然成功将邪修诛杀，但两人也中了邪修的巫蛊之术，双双殒命了。三人的遗体，父亲都确认过了吗？啊，确认过了。这样吗？为父倒是不知你和那王登感情如此深厚吗？父亲，你找我来，没别的事了吗？王登虽然死了，但为了确保咱们和青云宗的联盟稳固，为父替你挑了更加合适的人选。好的。你都不问问是谁吗？全凭父亲安排。行了，你下去吧。是。门主，小姐她怎么说？她连对象是谁都不关心就答应了。10年前那件事之后，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呀。贾执事，心儿既然已经同意了，你就可以说一说后续的计划了。我不觉得为了那小子开罪林之远是明智之举。林老欠了老门主一个人情，才答应做万象门一个甲子的客卿长老，这还有不足2年，期限就到了。而青云宗这位叫星夜的气道剑道双料天才，可是拥有无限的可能，而且鄙人查过了，他是最近半个月才加入青云宗的，对青云宗没什么感情基础，再加上他空有天赋，脑子确实不太聪明。哦，这何以见得呢？他如果够聪明，会选择继续装成痴傻，在青云宗暗中的培养下提升实力。清玄也估计是这样告诉他的，但他显然没有听清玄宗主的话，不进入闭关境室，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破剑意，无非是年轻气盛，想刺激林老，替他师父报那一耳光的仇。这种完全没有心机的愣头青是最好操控的。师弟，我需要一个解释。不装了，摊牌了。其实我是剑道宗师。师弟的确一直没用过武器，难道？我不用剑，用剑必杀人。切磋一下剑技如何？好。不过我现在没有剑。用我的。哎呀！躲！这就让师姐见识一下人剑合一的境界。好弱！系统，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剑意突破了吗？怎么拿上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这可能是苏主没有学习任何剑诀吧。哦，对，师姐，我现在是硬剑满级，没有安装软件，你也给我一本最基础的剑诀。这是青云剑诀，虽然是最基础的，但初步掌握也需要3-5天。好嘞，我先看一下。看得这么快？好强啊！这就是剑意突破吗？
这剑诀我只是略微一扫就能完全领悟，就好像我本来就学过，只是忘记了一样。师姐，我好了。出招吧。这气势跟之前完全不同了，可这才过了不到半刻钟吧。反正这师弟身上有太多无法让人理解的事了，就看看这次你能带给我多大的震撼吧。师弟，你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一施展青云剑诀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系统知道了。啊，宿主，你的剑意突破不是作为人层面的。什么鬼啊？就是宿主炼师的身体本来就是法宝这种层面的东西，然后又拥有了跟自己完美契合的剑灵做的灵根。I have 炼师 ，I have 剑灵根。然后宿主就作为绝世好剑发出了冲霄的剑意，从而引发了异象。坑爹呀！什么？你不是剑意突破，是把自己练成剑了？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师弟，你施展剑诀御剑，御的最优先级是自己。别说，让我静静。80！师弟，你不要对我的灵气做出任何抵抗。啊？干什么？御剑术。快睡觉，快睡觉！失眠不足，我都产生幻觉了。这也太奇怪了吧！居然真的可以，我从未如此丝滑的使用飞剑。师弟，你的操作感也太好了，令人欲罢不能啊！师姐，你不要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呀！这样多方便啊！以后可以不用睡袋飞剑或者多重御剑了。容我去，万一师姐习惯了，以后也一直要求在上面，该怎么办？我开玩笑的。话说师姐，你竟然能秒懂啊！我搞出这么大动静，宗门高层怎么没来找我呀？宗主嘱咐我看好你，就去召开紧急会议了。啊？什么会议啊？你这次可闹得太大了，阵法都隔绝不了，估计青云宗诞生万年难遇的剑道奇才的消息，很快就会在整个苍兰国传开了。哦，那不是挺好，给咱们壮壮士气。如果你是普通的天才，那至多会引起其他宗门嫉妒，但你这种只要成长起来，必定会让所在宗门一飞冲天的绝世强者苗子，会让现在风雨飘摇的青云宗面临如山的压力。这关键我还并不是绝世强者苗子呀。没错，如果是一把剑，剑气冲霄引发异象，那挺常见的。但是你是人，人引发的剑的异象那就不常见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见到。现在大家都当你是绝世剑道天才，你也根本没法辩解，只能默认。是挺麻烦的。先回去休息，今晚高层们开完会，明天就应该会有安排了。宗主，师傅，这就是你们讨论出的法子吗？让师弟代替王登和万象门结姻？这是厉门主提出来的，当然也要看星夜小友的意思。王登师兄才刚刚身故，这不太好吧？师侄不必介意，
心儿对王登并没有什么感情，说句不好听的，两人的婚约只是为了能让结盟更加稳固罢了。但心儿昨日见了小友剑意冲霄的天人之姿之后，便对小友一见钟情，连夜央求我这个当爹的替他说这个媒啊。这叫一见钟情？你姑娘都在打瞌睡了。心儿，你不是有话要对星夜师直说吗？给。是。不要偷看。我没有。你那是什么表情？啊，心儿姑娘还真是大胆啊，看得在下脸红心跳的。厉门主，我已经明白令千金的心意了，但我们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不如先让心儿姑娘暂时留在正阳峰，让我们彼此多一点互相了解的机会，如何？啊？这个我是没什么意见呐。清玄宗主的意思呢？可以倒是可以，就是正阳峰的条件可能要委屈你这掌上明珠了。哈哈，清玄宗主说笑了，心儿可没看起来那么娇弱。那就这样，你们多多培养感情，为父有事情就先回去了。厉门主，今天不是交接矿脉的日子吗？不急，一开始咱不就说好了吗？心儿大婚当日，你我宗门才正式递交结盟，到时候就一起办了。清玄宗主想尽快促成结盟，就多多撮合下二人吧。宗主，他只是看中了星夜的潜力，想用结姻的方式拉拢到他们万象门那边呀。无妨，我对柳师侄有信心。宗主，你难道想让我徒儿对李门主女儿下手？万万不可呀！哎呀，难怪你快300岁了，还没有道侣。什么呀？这跟我有没有道侣有什么关系啊？咦，心儿姑娘，怎么就剩你自己了？他们人呢？白衣服师姐把星夜师兄骑走了。啊！师姐，我不抵抗你的灵力石，怕伤到你，你别太过分啊！把星力的女儿留在咱们峰，师弟，你就这么想开后宫吗？啊？什么后宫？不就他一个吗？还有谁？哦，师姐，难道你把自己潜意识的归到这个后宫里面去了？是不是？不然你说还有谁啊？啊，说呀！幻影剑。师姐，你看看吧，那个星儿写的。我没有看别人情书的嗜好。这不是情书，是恐吓信。4号，难道指你最开始戴的那个面具？啊！而且他连我具体是几号炼师都知道，跟那邪修的关系，估计比王登还要近。就是不知道王登王爵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了。可他这是想做什么？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御剑术，多重御剑术，用你自己的飞剑呀！用惯了师弟，我已经不想用别的飞剑了。不要用惯呐！哎，那不是昨天剑意突破的那个弟子吗？啊！我天哪！我听说他在练气期，怎么会御空飞行啊？青云剑诀自己，一功好。
100公里耗能10灵石。有什么东西怎么从正阳峰洒下来了？传单？比武招亲？这是什么鬼啊？你到底想干嘛呀？好久不见，4号，还记得我吗？我不是4号，叫我星夜吧。这样吗？没有被炼制时候的记忆了吗？我再问你一遍，你想做什么？比武招亲。就是问你为什么呀？偷听可不好啊。哦，没关系，他们是我们这边的，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写什么呢？瞎写什么呢？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你有什么目的？比武招亲是一个考验，你能击败所有的挑战者，我就告诉你。那如果我输了呢？公开你炼师的身份。你自己也跟邪修士同伙，曝光了师弟，你也跑不了。无所谓了，你师弟打乱了我的计划，负责也是应该的。啊？什么计划？赢了比武招亲就告诉你，加油吧。可恶，我最烦谜语人了。我看他就是在吓唬人，他门主之女的身份会和师弟同归于尽。不，正因为她是万象门门主的女儿，就算她承认自己勾结邪修，那也是他们自己门内的事，以她的身份根本不会受到太大惩罚。王登那次曝光了师弟，不也碰了一鼻子灰？喂，你们能进屋说话吗？不一样的，师弟现在站在风口浪尖，不想看到青云宗崛起的其他宗门，巴不得看到他出点什么事，绝不会像王登那次轻易糊弄过去的。也是，都怪师弟太高调了。就是，修出事了吧？别玩了，简直胡闹！心儿，那丫头想做什么？这次是王登出了事，青云宗无法履行婚约，我才主动提亲，让他不好拒绝。不然清玄巴不得那小子离咱家万象门的人远远的呢。这丫头搞什么比武招亲，不是正中青云宗的下怀吗？我要是清玄，就算能赢也会故意输掉啊！门主有联系小姐吗？我给他传音了，但没有回复。去，派人把那丫头带回来。门主，星夜是主动把小姐留下的，咱们强行带回不太好。虽然看似是胡闹，但小姐这么做说不定是暗藏玄机。哦，你说说看。我认为小姐这样做是分2种情况。第一种，星儿确定那个星夜迷上了她，而且还隐藏了实力。这样小姐这场比武招亲，实际上就是一出离间计。清玄肯定会让星夜故意输掉，跟咱们撇清关系。但小姐确定星夜为了得到他会违抗清玄的命令，毕竟也不是第一次了。到时候星夜实力全开，击败所有对手，如果清玄继续从中作梗，以那小子冲动的性格，直接和青云宗闹崩都是有可能的。第二种呢？第二种正好相反，小姐是确定了星夜此子不可能为我宗所用，所以想借这次比武招亲的机会除掉他。他现在可是青云宗的逆鳞，怎么除啊？把这事儿透露给林志远。林志远现在巴不得把星夜除之而后快，这种机会他是不可能错过的。那就更有必要联系上心儿，问问他是哪种情况了。小姐她不回门主您的消息，大概率是她也被青云宗盯得很死。咱们贸然行动，可能会破坏小姐的谋划。依我看，
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情况，都有必要把消息透露给林志远。哦，这是为何呀？如果是第二种，没什么好说的，林志远可以替咱们除掉一个潜在威胁。咱们到时候撇清关系，跟青云宗同仇敌忾就好。如果是第一种，只需提前让小姐做好准备，穿上护体宝衣，在关键时刻为星夜小友挡下致命一击即可。他本就中意小姐，再加上救命之恩，必定可以牢牢拿捏此子。好计策，好计策呀！有贾执事这样的智囊，何愁我万象门不兴旺？门主过誉了，就是小姐连传音消息都回不了，看来是被盯得很紧。咱们得想个办法，把消息传进去。这的确是个问题。你怎么回来了？星夜要闭关3个月领悟建议，我就先回来了。为父给你发了好多条传音，你怎么没回呀？我的传音玉佩忘了充灵石了。回来就好，有些事还是当面谈好一点。贾执事，你脸怎么红了？什么呀？3个月后，怎么这么久？都说了，星野师弟刚刚建议突破，需要闭关领悟。领悟什么呀？才炼气5层，就算突破什么建议啊，也不可能是我们这些筑基期师兄的对手吧？就是啊，不尽早比试，我等念头不通达，也影响修炼啊。那行吧，等不及的来我这里登个记，到时候我就把名单交给宗主，说这些人啊，巴不得早点判出青云宗当万象门的上门女婿。切，3个月就3个月，我等修仙之人，3个月就跟3秒钟一样。没错，比武招亲什么的根本无所谓。哎，师弟人呢？已经进去闭关了。师姐，他真的要参加比武招亲的挑战呢？想出更好的对策之前，只能先见招拆招了。关键这闭关3个月能有什么用？挑战他的可都是筑基期的师兄弟们。没关系，我会在这3个月逐一拜访宗门内有可能参加这次比武招亲的人。哎，修炼血遁术累计达到305点造化值，任务完成，抽奖次数加1。哇，总算又完成一个任务了。现在就剩化神洞府的任务了，那边有3年时间，我尽量提升实力，能压线完成就可以了。宿主，你分明是刚刚接触修真世界，又没有前任宿主的记忆，为何学习功法的速度会如此变态啊？啊？哪里变态了？先不提你因为融合剑灵根，所以能秒懂剑系功法的事，就拿刚学会的血遁术，2个时辰就做到了领悟力很高的人3个月才能做到的事，这也太离谱了。怎么感觉经常听你这么说呀？没错，多少炼师手腕阵法，不会老开，光入剑灵，再加上这次的变态的领悟功法速度，所以本系统有理由怀疑宿主。你夺舍本尸体之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奇遇啊？哈？夺舍之前我还是大学生呢。KTV 上门口捡到100块钱算奇遇吗？死后呢？前往往生塔的路上，或者往生塔里有发生什么事吗？往生塔里有一个妹子接待员，让我抽奖，接着我就来到这边了。至于去到往生塔的路上，怎么了，宿主？好像想起什么来了，但脑子突然疼得要命。可恶，到底是什么？就差一点就可能想起来了。学姐，宿主别想了，你神魂的状态不太对劲啊。
宿主。系统，我是不是又昏迷了很久啊？是的，宿主昏迷了9天。什么？我神魂被抽空了5000次那回，才昏迷了1星期啊！宿主这次神魂受到了某种不明力量的干涉，修复得很慢。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你的神魂是电脑，被抽空这种算是物理层面的攻击，相当于把电脑拿掉。这种情况是血清上很难修复，但这次是电脑外表毫发无损，但内部中了病毒，失血印杀中对这种情况就无能为力了。多亏了本系统用这9天破解了那股不明力量，宿主才能醒过来的。那股不明力量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本系统的其他 bug。总之，宿主如果再想起什么东西就头疼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深入回想了。这次是本系统侥幸才能破解成功，如果再来一次，可能宿主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这也太坑了！本系统有点累，可能要休息一阵子。什么？不用担心，严格来说呢，我只是系统管理员。在我休眠期间，系统空间、系统商城任务发放，不需要我的权限也能运作。哎，等等，你怎么了？为什么要休眠？就说了，是破解那个法则之力消耗的算力有点超负荷，休息一阵子就好了。喂，等一下，这是什么 bug 呀？为什么你修复自己的 bug 会累成这样？而且真能修复的话，我希望你修复一下乱发任务的 bug 呀！说是系统 bug， 不是怕你担心吗？系统在吗？说句话呀！这病毒不单感染了，连我也中招了呀！啊，真的休眠了呀？啊！这个礼盒跟上次的差别有点大呀。什么？奇怪，我根本没有派送这次的抽奖啊！可恶啊！所以才要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系吗？宿主别打开，有阴谋啊！哎，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怎么用呢？嗯，这不是我的分身吗？为什么能设置性别啊？这性别选项也太严谨了吧！先试试吧。哇，真的变成妹子了！哎，不能返回，我只是想试一下啊。那我刚刚要是选了购物袋，会变成什么样子？哎呀，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选项呀！哎，救妹妹吧，普通一点。初次见面，我是您的妹妹心灵。好家伙，名字都起好了。能介绍一下你的用法吗？哥哥想怎么使用我都是可以的哦，我不会反抗的哦。你在说什么呀？我是在问你，你不是辅助修炼的分身吗？要怎么个辅助法啊？哦，你是说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我和哥哥的修为绑定，如果我修为提升，哥哥会同步提升，反之亦然。哦，也就是说提升了1倍的效率吗？不，有了我，哥哥就完全没有必要修炼了。我作为修炼用分身，可以瞬间吸收灵石的灵力。如果把我收进系统空间，我还能用造化值修炼。造化值还能用来修炼啊？是的，这是我作为修炼用分身的专属能力。顺带一提，吸收1点造化值需要消耗1刻钟。那这1点造化值相当于多少下品灵石的灵力啊？100左右。感觉一下子就有赚造化值的动力了。要是能直接换灵石就更好了。即使用效率较低的造化值修炼，我的速度也是哥哥的10倍，所以哥哥是完全没必要浪费时间在修炼上面的。哦，这个相当实用啊！只要有造化值，
我就能一直处于挂机加速升级的状态啊。那你还有别的功能吗？这是咱们交换身体了。因为我的神魂是从哥哥身上分离出来的，所以可以通过交换神魂的方式来互换身体。好神奇啊！这功能也挺不错哎，可以在需要隐藏身份的时候用。时间宝贵，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哥哥就把我收进系统空间吧，我要开始修炼了。好。可恶，宿主不要听他的呀！完全没有听说过造化值还能炼化的，这里面绝对有阴谋啊！哦，对了，系统空间里的灵石以后说不定还有用，你就先用造化值修炼吧。好的。你是谁？接近宿主有什么目的？哼，切断我和系统外界通讯的人也是你吧？这里本就不属于你。可恶，和系统空间的通讯也被干扰了。已经虚弱到这种地步了吗？都怪哥哥之前胡乱使用的力量。我记得那个东西也被放进了这里了。找到了。他拿融合妖丹做什么？什么？吃掉了。啥？哎呀，哥，这么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吗？你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一下子提升了一个大境界？不是不让你用灵石修炼的吗？我没有灵石啊，只是把系统空间的融合妖丹给炼化了。感应不到啊！这真的没有了？谁让你炼化的呀？那是我以后留着替换林哥用的。你想让你哥一直当个贱人吗？而且那个是144颗元婴妖兽的丹药，为什么我才从炼器提升到筑基呀？我不是吸收里面的力量，我也是当灵根用的。啊！我要达到之前和哥哥说的修炼效率，炼化那颗融合妖丹是必要步骤。你这系统奖励还得吞我个人私有物品才能变成完全体吗？有舍才有得嘛，哥哥你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那个融合妖丹，还不如让我吸收了助你修行。行，我先不跟你计较融合妖丹的事情了。那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这个分身出来之后，我就看不懂功法御简了？我是修炼专用分身啊，哥哥修炼方面的能力已经全部都转移给我了。我东西还给我加叠 buff 是吧？这怎么能算是叠 buff 呢？我修习功法的熟练度也会跟哥哥共享啊。妹妹，我这是把修仙中最枯燥的修炼部分承包了，哥哥你就负责人前显圣、装逼打脸、广开后宫，多找嫂子儿孙满堂就行啦。你既然这么说，那你就是我的亲妹妹啦！哎呀，我这当哥哥的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是我从师姐那借来的功法御剑，就全部送给你了。谢谢师弟，出来一下。哦。怎么了，师姐？遇到点麻烦。你入内门满1个月了，要接受传功长老考核。哦，那就考呗。这次考核是联合了万象门的，2宗门新入门的内门弟子要一起接受考核。因为咱们这边弟子人数比较少，所以考核场地就被安排在了万象门。不过，万象门的弟子对你要许配门主之女一事颇有微词，再加上你剑意突破，林之远肯定以为自己被戏耍了。这次你去万象门，
恐怕会遭到刁难。赚5000点造化值，这得拉多大仇恨呢？系统，你是不想让我活着从外山门回来了是吧？所以师弟，你最好跟带队的刁长老说，你建议领悟到关键时刻了。别说了，师姐，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我辈修士何惧一战？说得好。刁长老，见过刁长老。青云宗多一些星夜小友这种习性的弟子，何愁不能再度崛起呀？刁长老过誉了。柳师侄，你也放心，老身带队，绝对保证星夜小友的安全。刁长老费心了。好了，其他弟子都到齐了，就差你了。他们都在这葫芦里啊。刁长老的葫芦有特殊的空间法则，里面可比一般的灵舟舒服多了。直接跳进去吗？是的。上里方向变了，看到出口了。看看我的风仙帕抓到谁了，还以为万年难遇的剑道天才多了不起呢，就这。嘿嘿，黄师兄放他出来吧，他可别在里面吓尿裤子了。那黄师兄的风仙帕可就要被糟蹋了。什么？他怎么出来的？这血雾，血遁术。哦，看来现在取得的造化值都能加到这次任务里面了。疯了吧这小子！血遁术不是生死关头保命用的吗？这可需要燃烧精血，每次使用都会境界跌落，损伤根基啊！没事，都怪在下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太慌张了，以为遇到了敌袭呢。各位师兄师姐只是想跟在下开个玩笑的，对不对？是，对大家都没有，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哎呀，师弟，你这血遁术用的可把我们吓到了。那也就是说，在场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玩笑了哈。哎呀，我肯定是不会怪各位师兄师姐的，但是等出去之后呢，宗主和长老如果知道我这个剑道天才因为你们的玩笑损伤了根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就不是我可以妄加揣测的啦。妈蛋，这小子故意下套把我们扯进来了。靠，我就是个看热闹的，怎么还看出事了？太卑鄙了，太阴险了。不错，效果拔群呢。大家真的是无心的，师弟能不能不要告诉宗主和长老呀？哦，可以啊，不过我这根基受损也不好交代啊，不如大家凑点零食给我，让我买一些进补的丹药吧。敲诈勒索啊，这是！可恶啊，好想打他呀！这也太无耻了！各位同门糊涂呀，我怎么完全不知道什么血遁术？这位师弟根基受损，大概是练功出了岔子，跟在场的各位没有任何关系。师弟可不要血口喷人啊！对啊，他就一个人，咱们这么多人呢，看长老是信他还是信咱们？是啊，他的理由也站不住脚，再怎么慌，不到生死攸关，也没人会用血遁术啊。请看 VCR。哎呀，师弟，你这血遁术用的可把我们吓到了。哎呀，这小子竟然还录了留影师，这什么人呐？无耻，太无耻了！蠢货，你要是当着长老的面拿出来，我还真拿你没办法。好，黄师兄，快把他留影师抢过来！死斩！找死！嘿，这是什么招数啊？姿势好诡异啊！根本没有发力点，应该没什么威力。可黄师兄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他可是穿了玄阶上品的护体宝衣啊！我要杀了你！
这是星夜在闭关的过程中研发的攻击手段，把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当成剑，然后使用多重御剑术加以控制，有着能让身体变得异常灵活、行动轨迹难以捉摸的特点。除此之外，在体术攻击的基础上叠加剑法攻击，给敌人造成既被揍了一拳，又仿佛被捅了一剑的双重暴击伤害。好强啊！就是这姿势也太扭曲了吧！黄子龙可是有筑基3层的修为，穿着玄阶护体宝衣，还拿着家传的地阶法器流云扇，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闪刃龙卷！哎呀，搞这么大风，发型都被你给吹乱。你根本不是练气系。是啊，我也没说自己是练气啊。要看到什么时候，还不过来帮我，一起拿下此子！哎，谁要是来帮忙的话，我就用血遁术跑到外面，直接把流影石交给长老。你当外面傻的吗？血遁术每用一次，都要慢慢调养，等精血恢复。刺激不？这小子是怪物吗？哪有连着用血遁术的？他血晶是大风刮来的吗？哦，想来帮他的人也要负担我这几次血遁术的根基补偿费用哦。咦，都没注意这里还有间房舍啊！我进去看看里边有什么。走呀，一起去看看。等等我，我也去。好了，就剩咱们俩了。我还有几个新开发的招数，需要你帮我实验下威力呢。不要啊！好了，咱们到地方了。黄子龙，你这怎么搞的？回长老，弟子在练七伤拳。胡闹，哪有这么练的？把这个带上，免得被人笑话。是。调长老真是准时啊。应该的。那就随我来吧，我门内弟子也都准备好了。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哎，门主大闺女，你在宗门里面吗？我叫程仙，我不记得我给过你传音印记。还有，你不是闭关去了吗？哎呀，这不重要，我要你帮我个忙。这次两宗门联合的新晋内门弟子考核由我主持，考核不合格者将由内门转为外门，而成绩第一名可以随行参加今年的苍蓝大比。哇，果然都对我挺有敌意的，这随便一搜都是针对我的传音啊！哼，这样子的话就好办多了。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儿，我就是诚心的未婚夫星夜，想巴结我这个未来门主女婿的，要赶紧抓紧时间呐！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啦！这小子太嚣张了吧！就是啊，别拦着我！门主怎么想的？打死他！竟然把诚心师姐许配给这种货色！哎呀，美滋滋啊！一下子加了1000多。姚长老，你们这位剑道天才还真是高调啊！星夜小友，
虽然老身说保证你的安全，你也别这样给老身增加难度啊！啊，是诚心师姐。师姐来了。嘿，诚心师姐为了对抗婚约，都自己发比武招亲传单了，肯定是烦死这小子了。刚才他大言不惭的话，师姐肯定听到了，快当面狠狠的羞辱他，让他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星夜老公加油！过来！看我，诚心师姐肯定有他的法，我要禀明门主。呼叫支援！呼叫支援！那小子还挺讲究的，竟然真剃光头了。哎呀，可恶啊！竟然还差那么多。感觉随着我等级提升，赚取造化值的难度也提高了呀。太宇长老，还是别让这么多人围观了，老身怕会影响弟子们的发挥。刁长老，这样才能锻炼心性啊！我被修士何惧为官呢？你个臭小子，老身这不是怕你被暴动的人群打死吗？哎，你把人都弄走了，我剩下的造化值从哪赚呢？就一条长老吧，所有围观弟子即刻离开。别呀！啊，杀气！我感觉到了，好浓郁的杀气！你小子把嘴闭上，就没那么多杀气了。知道，没感觉了。这些杀气让我的平静松动了。这是演的哪出啊？杀气能让平静松动，那些魔头不都无敌了？诚心师姐竟然能看上这种小丑！啊！这是筑基期的气息，你真的突破了？这怎么可能？这等级还在提升，筑基1层，筑基2层，筑基3层。气息的攀升停下来了，也没吃筑基丹，也没闭关，就这么轻松筑基了，而且还直接从炼气中期突破到筑基中期，哪有这么突破的？真是太感谢了！感谢在场的所有人用了杀气。我受不了了！就算被捉法，我又宰了他，算我一个！蠢货，在别人地盘还这么嚣张，引起众怒了吧？等下我再点把火，争取引发暴乱，然后本少再趁乱弄死你。哎呀，也要感谢我的兄弟黄子龙，一直不求回报的当我的陪练，让我对掌握的所有功法都有所精进呐。想祸水东引，手法太低级了点。真当别人家内门弟子都是傻子吗？王兄，你没事吧？你出血了。你已经为我付出够多了，如今又因为保护我受伤，怎么回事？刚才有什么东西拽了我的胳膊？这头发！王兄放心，30年河东，30年河西，等我变成至强者，就把这些家伙的骨灰都给杨老。欺人太甚，竟然在咱们的地盘威胁咱们！兄弟们，一起上！法不责众！呀！哼！今天不把慈子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我先倒过来写！干什么？你要造反吗？暴击跳墙了，小心波及到你！快用我给你的那张上古传送符离开此地！好，在下先走一步。可恶，这小子竟然用血遁术跑了！他兄弟还在，制住他，别让他激发上古传送符！不是，
我没有。等等，各位冷静，听我解释啊！好巧啊！你这家伙来的正好，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小有糊涂呀！老身都说了会保护你的安全，你为什么要用损伤根基的血遁术啊？酋长，这是什么情况啊？空间波动，是传送阵。这是哪儿？哎呀，竟然一次来了这么多人！林前辈，你这是何意？小崽子，之前戏耍了老夫，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呢？啊！跟清玄一起演戏，装成痴傻，让老夫交出矿脉，再高调的建议突破，来打老夫的脸，很好玩吗？哦不，您多虑了，我根本没拿您当回事。林前辈，你德高望重，何必跟一个小辈计较呢？不，林老这叫报仇不隔夜，如此才能念头通达，延年益寿。哈哈，少门主很懂老夫吗？这外头没兄妹什么事了，我们就先走了。林老，您慢慢炮制这小子吧。少门主也别急着走，得罪老夫的可不只有此子，还有跟他一起演戏的清玄宗主啊！让这小子生不如死很容易，但是想报复清玄那老家伙，还需要少门主的帮忙呀。林老说笑了，这您应该去找我父亲啊。你父亲为了讨好这小崽子，都把自己闺女许配给他了，所以老夫只能指望少门主了。那不知林老想让晚辈做什么？如果少门主和令妹都被星夜所害，那门主他一定会取消结盟，直接攻打青云宗吧。林志远，老身可是听说万象门上任门主有恩于你，你就因为折了面子，竟然要残害恩人之后吗？有恩也是老夫自己说的，毕竟没有哪个宗门会拒绝一个元婴期的炼气宗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夫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就让你死得明白些吧。上任万象门门主程凌云是老夫杀的，因为听说他得到了一件上古天阶法器，老夫就想借来看看，可惜他咬死了不承认，老夫就用了点手段，在跟他外出寻宝的过程中坑杀了他。最后我用搜魂得知，他得到的是记录了天阶法器地点的藏宝图，他没告诉任何人这个消息，只是把那藏宝图存进了宗门藏宝库的暗格里。你当时说被我爷爷夺舍相救，所以想要报恩。老夫只是想得到那份藏宝图而已，结果你父亲对老夫一直有所提防，就算老夫一直尽心尽力帮助你们宗门，他也没给老夫任何进入藏宝库的机会。如今只要青云宗万象门开战，那老夫的机会也就来了。计划得很好，可惜有老身在，你便不能如愿了。哈哈哈，就凭你这个金丹期的老太婆，一法一生回春术。好犹豫，生机激烈。小友退后，老身争取速战速决。又长老，本来以为
青云宗就剩下5位元婴期了，原来还藏了你这么一个底牌吗？这秘法本来不是给我自己用的，不过老身答应了要保护星夜小友，就不会食言。啊！林老头，他觉得你不擅长战斗，就以为吃定你了。真是愚蠢！炼气师的厉害之处，可一直都不是战斗，而是人脉呀。当年程凌云可是元婴6层，不也被老夫坑杀了吗？麻烦了，这2人的修为和我不相上下。你们几个进来！完了，死定了！那个屌长老不可能打得过3个元婴期的。修炼分身，你能听到吗？怎么了，哥？把那个神伤诀练到精通，最快需要多久？啊，这么快？都说了，修炼的事情完全交给我就好。你发什么呆呢？哦，我在想，那老杂毛说让万象门以为是我杀了你们俩，他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能想到一种可能，为了避免伤人门主那种不明不白陨落的情况，门内花大价钱从天机阁购买了一种秘法，用在宗门重要之人身上，只要被施法者陨落，就可以去天机阁查询那人遇害前1刻钟看到的画面。我和哥哥身上都被施加了这种秘法。的确，这种事一旦事先知晓，就能够加以利用了。这件事可是绝对的机密，他只是客卿长老，怎么会知道？嗨，验证一下就行了。啊？怎么验证？欧阳快，赵雪银，一起上！这老太婆快撑不住了。很好，好的，再近一些。姚长老，我来助你。胡闹！你出来做甚？嗨，少门主流星锤！星月，我去你大爷了！嘿嘿，怎么了？几个老怪物这么怕我这把新炼制的武器吗？你奶奶！快放开我！小崽子，就算有人质，你也只有筑基期而已。云无术！救命啊！哎，邱长老，快帮忙啊！无术！又断了！可恶！对呀，抱歉。哦，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先松手的是老杂毛，才是少门主的亲生母亲。最爱的疼爱是手放开。小崽子，老夫一会儿就撕烂你的嘴！生死密变！可恶，被他那把剑斩中，会流失生机之力。不是流失，是被那老太婆吸收了。哼，很好，他们变得束手束脚了。看来他们的确知道诚言诚心为天机阁施加秘法的事。星夜小友，你一会儿和诚言躲进葫芦里，他们这个困阵应该挡不住老身自爆元婴的威力。不慎元婴自爆，他们措手不及之下也会受重伤。葫芦作为老身的本命法器，同远的灵力下应该能撑过去，而且已经设定好，一旦老身陨落，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带你们飞回万象门。刁长老，咱们现在有优势啊！没用的，就算有人质，他们没法发动大型术法，老身这秘法也撑不了多久。我一旦跌落回金丹境，那咱们就是必死之躯。刁长老，你本来就是被我连累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你？小友别说这种任性的话，老身不只是救你，也是在救青云宗的未来。说的没错，现在这种局面，他这个法子
已经是最有解的了，哥。古今天下所有至强者，都是踩着无数人的尸体成就的。哥，你应该不是无法舍去儿女情长的弱者思维吧？收声！刁长老，这困阵和凝煞炼魂阵相比，如何？他们不是同类型的阵法，不过单论防御力，凝煞炼魂阵要强一些。你用这个干什么？小友，什么？被破开！小友别冲动，还是先进到葫芦里吧。天真的小子，这困阵是我们3人合力铸成，凭你区区筑基期还想破开？坚固程度是可以，出来吧。什么？就是太薄了。妹妹，快点用血盾术回万象门，找人求援。哥，我只是个修炼分身，你这话超纲了。对不起了，妹妹，至强者就要舍弃儿女情长啊！你丫的！怎么回事？那人是哪里冒出来的？老怪，你速度快，抓住他！快跑啊，老妹儿！可恶！小友放心，老身拼了命也会拦住他们，给你妹妹争取时间的。老前辈，你快走，我还拖住他。啊！小友，你在干什么？哎呀，我妹妹不会有事的，我就是为了让她给咱们分担压力。只是苟延残喘罢了。那丫头的气息也只有筑基，老怪解决她用不了多久的。刁长老，先把我收回葫芦。小友终于想通了吗？没想通呢。果环，听我指挥。刁长老，你尽全力出手，让这2人距离贴得越近越好，然后他们会起内讧，你趁乱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小友才筑基期就会神识传音，而且为什么说他们会内讧？哥，没事，他只是晕过去了。希望别出什么差错，能完全按照我设想的计划来。神上诀！这老太婆力量在减弱，撑不了太久了。林志远，你竟然敢算计咱家！哼！糟了，生死逆变！万光剑斩！绝颜，老东西，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装？他家死也要拉你当垫背的！可恶，他想原形自爆！你发什么疯？老夫怎么你了？可恶！收！咱家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竟然有专门针对元婴的法宝，还好我没有元婴自爆，而且他们竟然真的内讧了。小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现在什么情况？怎么都晕倒了？神上诀的原理是先污染自己识海内的神识，让其变成类似病毒的存在，然后用病毒神识注入到对方的识海，让对方识海紊乱，无法调动灵力，不过自己也会失去战斗力。但使用前提是和对方境界差别不大，因为识海存在自我防卫机制，低等级修士的神识攻击是无法击溃高等级修士的神识防御的。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神识传音。神识传音虽然也是发送神识，但声音信息所占用的神识是极其微小的，所以正常情况下，修士的识海对传音是不设防的，
默认接收。但传音编辑器打破了这一规则，可一次性发送携带海量信息的神识传音。所以星野就想到，能不能先使用神伤诀，再通过传音编辑器把自己病毒神识以海量信息为载体发送出去，从而达到绕开神识防御，直接在对方识海引爆神伤诀的目的。当然还要利用编辑器伪装成是林志远给赵协颖发送神识传音，让赵协颖误以为是林志远发动神伤诀偷袭了自己。如果二人距离够近，赵协颖有很大概率含怒在林志远措手不及之下将其重伤。这样只要刁长老能抓住机会，就有很大概率能直接解决一人。如果计划成功，战局也会彻底扭转。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也想知道啊，小优，你做了什么啊？这也太神了吧！但是老师要支撑不住了，这灭法的时效快过去了，现在的修为都跌到元婴1层了。该死的，一语不发，完全摸不清他的招数，还故意降低气息，勾引我出手。可恶！青云宗怎么还藏了这么个怪物？还好，困阵他应该暂时破不开。先去找欧阳怪，困阵坚持的够久的话，还有机会搬救兵。还好，林志远疑心重，被吓退了。啊，老怪，你干嘛呢？那丫头呢？喂，你怎么？啊！可恶，破不开！快点出去的话，他们如果返回就糟了。不能浪费小优制造的逃生机会，要趁修为还没跌落回金丹之前。对不起了，最后还是只能选择这种办法了。不过，老神爷已经活得够久了，就是无法亲眼见证小友的成长，有些可惜。小友的妹妹什么时候来的？老身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糟了，他爸不是已经被那个元婴老怪控制了？停下！你想干什么？啊，柳师姐，我师弟呢？听说他受伤了，严不严重？蛮严重的，被人群殴了。啊！竟然伤成这副样子，不可饶恕！哎，师姐，你怎么了？你完了，都是你，把师姐老相好弄得这么惨。啊！师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跟黄子龙师兄是老相好。那是谁啊？没有相好，我都不认识他。不认识还不可饶恕。那时我把他当成星夜师弟了。啊？哦，原来我才是师姐的老相好啊！叫姐姐可以让你当二房。可恶的星夜，今天你绝对要给本少一个说法！算了，改天给也可以。如今，只要青云宗万象门开战，那老夫的机会也就来了。
这就是星夜小友记录的事情经过。唉，真没想到老门主竟然是被林志远。这个老畜生，本门主竟然一直把杀父仇人奉为座上宾，我万象门从此与他不死不休。我能理解厉门主的心情，但如果他狗急跳墙，把天阶法器的消息传出去，恐怕对咱们不利呀。哼，这就是那老东西说的父亲留下的地图。要不是5年前宗门藏宝库的阵法升级，本门主也发现不了那处暗格。这上面的地点是？看来清玄宗主也发现了，这图上记录的天阶法器，就是现如今被封印在你宗地底的那把魔剑。啊！10年前，此地被那个叫竹山宗的小门派发现，引发了魔剑之乱。魔剑虽然也是天阶，但魔族的炼器体系跟咱们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林志远要是知道自己追寻这么多年的东西，竟然就是现在那把供人随意参观的魔剑，不知道会作何感想。那就奇怪了，既然程凌云没有告知任何人，那林志远又是如何知道的？天机阁说得通，天机阁的卜算都比较模糊，说不定就是算出了程凌云跟天阶法器有关联，所以才被林志远找上门的。只是他们没有算出天阶法器其实是一把魔剑，不然林志远也不会那么执着了。可恶的天机阁，要不是他们背靠涅槃殿，早就不知被人灭门多少次了。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厉门主，你最好现在就把魔剑藏宝图的事公布出去。没错，大家都是先入为主的。一旦林志远先散布咱们宗门有天阶法器的消息，门主你再进行解释，说那其实是魔剑，未必有人会信呢。但咱们率先公布，老门主为天下人考虑，雪藏魔剑地点，却被林志远奸贼所害，然后咱们两宗发布联合通缉，这样就能让林志远失去先机了。好，就算抓不住他，本门主也要让他后半生只能当缩头乌龟。刁长老，你的秘法时效有这么久的吗？星夜小友帮老身补充了生机，还把我这个葫芦都灌满了，足够维持半个月。他还说不够了就去他那里补充。半个月？哎呀，那是何等惊人的生机之力呀！明明上次取出蛊虫的时候，他那般虚弱。可能是小友突破到筑基的缘故，这次消耗没有那么大。什么？他筑基了？我记得他1个月前才炼气5层啊！是啊，老身也着实吓了一跳。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突破，而是直接从炼气5层突破到了筑基5层。啊！刁长老，你在开玩笑吗？千真万确，他是在内门弟子考核中临场突破的，很多人都亲眼见证了。是清玄宗主的笑声，这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哼，毕竟收了个绝世天才弟子，听说这次他们能化解林志远的危机，也是多亏了那个叫星夜的。不可思议，跨大境界突破已经惊为天人，竟还能以筑基期的实力左右元婴级别的战局。唉，青云宗看来是要否极泰来了。哈哈哈，宗主不必担心，我已经和心儿小姐确认过了，那个星夜被小姐迷得神魂颠倒，已经成为群下之臣。唉，做父亲的这么说，虽然有点对不住女儿，但本门主很难想象会有哪个男人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这是心儿小姐录下来的。相信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穿阴云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好得很，这歌写的至情至性，直击心灵，绝对是真情流露。哼，清玄这老家伙还不知道，他培养的天才弟子已经成为我女儿手中的棋子了。程立门主怎么也笑上了？哼，他这人就喜欢跟风。现在心儿是跟星夜在一起吧？他们在灵药阁。那不是青云宗的柳千云吗？怎么生这么大气呀？原来如此。那个，虽然你们还年轻，但也要懂得节制啊！不是，厉门主，我没。女儿也说了，在这里不妥，但你未来女婿比较急。啊！年轻人嘛，本宗主能理解，别耽误修行就好。星夜想带女儿回青云宗，他说客场作战有点拘谨，没有发挥好。准了。门主，他们二人关系如何？如胶似漆。为何凭空误人清白？父亲越觉得咱们关系好，我的自由度就越高。什么时候回青云宗？等刁长老通知。哦，我知道你肯定对我身上的秘密很好奇。切，好奇你就会说吗？作为合作的诚意，先向你坦白一件事吧。刘饮石，难道是和那个邪修有关系的？哎喂，在这里放，被人看到的话。其实让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偷偷录了刘饮石。你丫的找茬是吧？作为你帮我在演武场的感谢，我也可以帮你做一件事。那就唱一首情歌，要加我的名字进去。你提这种奇怪的要求，就是想录下来要挟我吧？没，觉得好听就录下来了。星夜小友，老身这边忙完了，一起回宗门吧。好。是女人跟过来干嘛？妹妹还在生姐姐的气吗？谁是你妹妹？哦，对了，忘记和你说了，我回宗门也是要继续闭关的。大师姐，听歌吗？其实我剑已经稳固了，不闭关也可以。什么歌？哎呀，宗主，我准备好了，咱们快回宗门吧。哎呀，都想我这张床了，太舒服了。但为什么没有回到家的放松感觉呢？这是为什么呀？你该说说有什么目的了。师弟这回可是左右了元婴级别的战局，你觉得再参加你那个过家家一样的比武招亲还有意义吗？可消息我都发了。没关系，星夜师弟闭关期间，我已经拜访了所有筑基期以上的同门，
就算正常举办，也都是去打假赛。啊！这次的事件，你的表现的确远超过我的预期，是没有考验的必要了。所以呢？通过考验有什么说法呀？我需要你帮我弄到5名，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天灵根，元婴期修士精血。你是失心疯了吗？师弟才刚筑基。这个不用担心，不需要真的杀掉元婴修士。合欢宗有一种门内才能接触到的秘法，需要高阶修士的精血辅助修炼，所以他们历代门主、长老陨落前都会把全身精血抽出，保存在祖地，供后人修炼。只要能成为合欢宗内门，就有一次进入祖地的机会。可合欢宗向来只招收女弟子，师弟怎么进？也收男弟子的，只不过是作为采补炉鼎的。以你的天赋，很容易就能成为高级炉鼎，进入内门。不，我没有那种天赋啊！就算真的能做到，师弟凭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帮你？只因为你有他是炼师的把柄吗？这还不够吗？不够。师弟的天赋你也看到了，你公布他的炼师身份，他大不了离开天穹州去无尽海，那里还更适合他修行。你舍得抛下你师姐去无尽海吗？不舍得。大不了我和他一起去。师姐，你终于同意私奔了。我在给你争取主动权，你能不能别乱捣乱？好吧，那我再加一个条件，你生前的储物戒在我这里，你帮我得到精血，我就还给你。啊？这具身体生前的储物戒？哎呀，可恶！系统要是没有断联的话，就能问问里面有什么了。怎么，里面有重要的东西？也不是了。那要怎么证明那戒指在你那儿呢？你说说，里面有什么？有一封你和苍兰国三公主的婚书。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垃圾系统竟然不告诉我！师弟和苍兰国公主有婚书，他们已经成婚了。这是我瞎编的。这丫的到底想不想合作呀？我只是试探一下，为什么感觉你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变成炼师以后，很多生前的记忆都缺失了。是这样吗？是啊。也对，一具炼师总不可能是被夺舍了。那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吗？这是在你储物戒里的鉴定，好像是法器残片，但材料很特殊，林志远都没见过。造化系统的外壳碎片，系统外壳，这是什么东西？我身上的系统有实体吗？怎么了，师弟？这的确是我戒指里面的东西。所以说你和那个邪修是什么关系？他在我小时候救过我一次，我也帮了他一些忙。知道他是邪修，你还帮他？而且那邪修的性格，救你也肯定是有所图谋。不管有没有图谋，反正他已经死了。而且一开始我只是帮他牵线御兽门购置妖丹，中间就没有联系了。直到4年前我才又找到他。理由呢？我想复活2个死于魔剑之乱的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能复活死人的术法。是的，我查遍这边修仙界的典籍，也没有相关记载。但杜老不是这个修仙界的，他来自更高等的修真星，说是被人追杀才逃到这里的。我见识过他的手段，感觉他所言非虚。就算是真的，你也是与虎谋皮。无所谓了，只要他能帮到我。然后呢？你成功了吗？只差最后一步，找到5名至少达到元婴期的，
金木水火土天灵根修士的精血。本来杜老有办法弄到，但他却死了。收到他死讯的时候，我真的很绝望。后来从刘影石上看到你作为他的炼师竟有了神智，还完成了剑意突破。一开始接触你是怀疑你被杜老夺舍了，虽然没听说过能夺舍炼师的，但杜老毕竟来自更高等的修真性。不过接触下来发现你不是他，于是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想看看你能不能帮到我。结果你的表现远超我的预期，威胁也好，恳求也罢，现在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你真的能帮我弄到精血，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情。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请讲。王登、王爵祖孙二人是你杀的吗？不是，不过最初是我设计让杜老抓住王登的。什么？你知不知道他们和邪修勾结，残害了我多少同门？我和杜老当时打了个赌，如果王登被抓后宁死不从，拒绝杜老的要求，那就抹除他的记忆，放了他，杜老也不会对你们宗门的弟子下手。但很可惜，他就是个废物。这么说，那邪修还有其他的同党杀了王氏祖孙？这我就不知道了。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是炼师的？我2年前去拜访杜老时，刚好他在炼制你。他说你想偷袭他，还说你有很多古怪的术法，他都差点着了你的道。能得到邪修这种评价，看来前任还是很有实力的，就是被人给坑死了。那我的储物戒又怎么会在你手里？是我生日的时候他随手丢给我的。这好家伙，拿遗物当生日礼物送人是吧？这个老杂毛。那最后一个问题，你要复活的人是谁？一个是我娘亲，一个是我的好友。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师姐呢？我也没。那你同意这场交易了？我拒绝。啊？那个储物戒对我而言可有可无，至于我的炼师身份嘛，你快点曝光吧，我还着急和大师姐私奔呢。喂，而且我也不觉得那邪修会真的帮你，他那法子多半是有问题的，有时候该放手就去放手，别一直活在过去。啊！这个任务纯纯跟我对着干是吧？任务刷新券，这个有用啊！万一随机到前任宿主那种必死的任务，就能用刷新券给刷掉了，相当于针对着坑爹系统的保密符啊！我知道了，我自己想办法。婚约我会让父亲解除的，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哎，等会儿，你之前说过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对吧？哎喂，你脱衣服干什么？不是为这个吗？我像是那种肤浅的人吗？那如果我是大师姐呢？那就破例肤浅一次吧。宰了你哦！事先说明，我可以去合欢宗走一趟，但不保证能够取到精血。可以，条件呢？除了还给我储物戒，你还要公开道歉，宣布自己勾结邪修，害得我宗大量外门弟子殒命。当然，不利于青云宗的消息，你不能说。好，还有别的吗？暂时没有了，有想到的我再补充。星夜小友，来一趟宗门大殿。宗主叫我过去。去吧，我在这盯着。你不觉得奇怪吗？按他说的，他明明可以拒绝我，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去合欢宗。你想说什么？我一旦承认了那些罪行，现在两宗结盟之际，会给门内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青云宗在此次结盟中将会掌握绝对的主导，但他才入你们宗不到2个月，仅仅是为了给宗门争取利益，会冒这么大风险去合欢宗吗？加上他之前说你终于同意跟他私奔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唉，
说青云宗大师姐聪颖过人，但没想到在情感问题上竟然是白纸一张。什么？他之前应该就提出过带你远走高飞吧，但你应该用宗门对你有恩，你不能走这种理由拒绝了。那个时候的确，他现在这么做是替你偿宗门的恩情，为了真到了你们二人不得不离开的情况时，你能走得问心无悔。师弟他是为了我，好好珍惜吧，别等到哪天他被人抢走了才后悔。弟子见过宗主，见过刁长老。这次你在林志远的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本宗主打算升你为首席弟子，代替王登成为内门大师兄，你意下如何？谢宗主厚爱，但是弟子有一个请求。哦，说说看。论资排辈，我还是希望能够排在大师姐后面。突然叫师妹会不习惯吧？这个好说。还以为是什么要求呢。小友，不知令妹状况如何了？果然是要问这个。谢刁长老关心，他已经没有大碍了。又怎么啦，哥？臭小子，都说了我要闭关恢复。有点事。啊？是在储物界里吗？上次出现的时候都没有法力波动，难道是被那个阵法影响了？刁长老之前因为怕林志远折返，就紧急带你们回了万象门，也没来得及细问。啊，这个让你坑我，这回看你怎么解释。众所周知，活物是没法收进储物界里的，所以这其实是我妹妹做成的炼尸。我妹妹辛大花2年前失踪，我一直在寻找她。后来我偶遇了大师姐，得知她也在调查宗门弟子失踪案，所以我们就渐渐认识了。前不久，我与大师姐还有小婉师妹一起去调查一处山洞，就在那里遇到了邪修。那邪修操控的炼尸之中，有一具，赫然便是我妹辛大花。但大花她不知为什么还残留一丝自己的神智，在她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那个邪修。这家伙到底在瞎说些什么啊？咦，这可跟柳师侄之前与我们讲的出入有点大呀。我知道，宗主，你不要怪罪大师姐说谎，是我要求她帮我隐瞒实情的。大花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还能有神智，但炼尸毕竟是被正道修士所不容的，可我实在是不忍心把妹妹给销毁掉。这心情，老身能理解。你放心，青云宗虽是名门正派，但也没那么迂腐。这样吧，只要你不影响修炼，不在外人面前暴露，令妹的事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的吗？太好了！大花，快谢谢宗主和刁长老啊！谢谢。其实还有一件事，本宗主蛮好奇的，令妹是怎么甩开元婴期修士的追杀，又是如何破开刁长老都无法破开的阵法的呢？其实我也没来得及问呢，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大花。其实我也忘记了呢，变成炼尸后的记忆啊，总是断断续续的呢。忘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宗主、长老，你们也别怪他，毕竟炼尸诞生神智这种事情从未有过先例，出现异常了也情有可原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为了了解大花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就把他留在这里了。还请宗主还有刁长老帮弟子查明妹妹身上的谜团。这不太好吧？这毕竟是小友宁的妹妹。是啊，哥哥，万一研究到了最后，把我变成普通炼尸了，那可就糟糕了。也对呀，是我考虑不周了。我本来是想，如果大花这种情况可以复制的话，那所有即将寿终正寝的高阶修士都可以通过把自己变成炼尸，从而达到永生不死的境界了。啊！哎呀，看来还是弟子太天真了呀。放心交给本宗主吧，绝对在不伤害令妹的前提下，把她身体的异常调查个水落石出。有劳了，那在下就先走一步。小友，你不一起调查吗？不了，我在的话，你们应该放不开手脚。放开手脚是要干嘛？你妹妹生前是不是得罪你了？上次也被直接丢出去当诱饵。什么？你说星夜师弟要为了你去合欢宗当男炉鼎？差不多吧。我也可以为了师姐去鸳鸯阁当女炉鼎。不，我不是让你攀比来的。总之，我脑子有点乱，为了好好劝他放弃这个念头，想先和你演练一下。这有什么好演练的？师姐有点不对劲。不过跟师姐玩角色扮演这种机会，我是不可能错过的。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假装你是我是星夜师弟，你要怎么阻止我去合欢宗？师弟，你不准去合欢宗，太危险了。师姐多虑了。当师姐叫我师姐，这奇妙的感觉。喂，认真点儿。没事了，你继续。师弟，我就是去合欢宗逛一圈，骗那个啥子诚心认罪，不会冒险帮他拿血晶的。师姐，你这角色掺杂太多个人感情了吧？你别管，反正以危险为理由，我绝对不行。那就再换一个方向。师弟，我不准你去合欢宗，万一事情败露，让天下人知道青云宗核心弟子偷偷加入合欢宗当炉鼎，诚心就算认罪，也抵不上此事给宗门带来的名誉损失。这个切入点不错。师弟如果真的是为了帮我报答恩情，那这种暴露带来的恶劣影响，应该会让他有所顾虑。不过以星夜师弟你的能力，我相信肯定有绝对不会暴露的信心，才会有此提议的。你到底是哪边的？我说了之后觉得这个理由不太行，就自己否了。也对，师弟都是走一步看三步的，没有把握，肯定也不会提出来。那就只剩下最终手段了。小婉，你干什么？师弟别动，都交给我。师姐，这时候不是应该对我说，笨蛋，我怎么可能用这种法子呀？师姐，你说句话呀，你不会真的在考虑这法子的可能性吧？我只是想占师姐便宜瞎掰的，你快骂我一通，打我一顿啊！谢谢你，小婉。不要啊！不要吸我呀！我去准备一下。使不得，万万使
使不得，我还有好多法子，保证比这个好。师姐，你别走啊！完了，全完了。怎么了，小婉师妹？啊？你叫我什么？哦，本宗主打算升你为首席弟子，代替王登成为内门大师兄。可恶！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哎，我问你哦，你是怎么看大师姐的？理想型女友。那你是馋大师姐身子，还是想跟她白头偕老，共度此生？既馋又想吧。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什么？生米煮成熟饭？是的，本来是开玩笑的建议，但是大师姐好像真的想用这招打消你去合欢宗的念头。不会吧？这和大师姐人设不符啊。不知道，我感觉她今天怪怪的。我来就是跟你打个招呼，你要觉得合欢宗非去不可，就先和大师姐讲明白。不然你们真那个了，你再辜负师姐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你。不是，你哭什么呀？我喜欢哭，我要哭个够！哎，这妮子竟然瞎扯淡，大师姐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回来了，陪我喝2杯吧。等着，这大半夜的，为什么？难道是要故意喝醉，然后把一切归咎到酒后乱性上面？小婉的妮子说的是真的，大师姐真的想生米煮成熟饭？怎么？难道师弟不胜酒力？没有，哎，师姐有这个兴致，我自然奉陪。呀，这如何是好啊？师姐真要是主动的话，我怎么把持得住啊？可系统任务怎么办啊？虽然师姐应该也不介意道侣1.4米，但那个奖励是能保命的呀。哎呀，不然一个必死任务下来，那师姐不就成寡妇了？师弟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个事情，我现在很纠结。是跟去合欢宗有关吗？差不多吧。就非去不可吗？非去不可。为了长远考虑，那个奖励我一定要拿到。我本来不想这样的，但我实在不想看师弟你犯险。来了！接下来就是要靠意志力了，星夜要把持住啊！这是王登之前诬陷你的留影石，我把里面洛晴师妹的脸部隐去了。师姐，你拿这个干嘛呀？这是什么发展方向啊？师弟如果执意要去，我就会让这留影石的内容在合欢宗流传开。啊！我之后会出面证明这留影石内容是伪造的，但合欢宗高层为了避嫌，也绝对不会收你的。师姐，你想到的生米煮成熟饭，是刚看到我跟别人煮饭吗？我知道这么做有些过分，但我不想以后有可能成为道侣的人有当别人男宠的经历。星夜，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位是？师姐的心意我知道了，我不去合欢宗了，但我妹妹会替我去的。什么？去哪？合欢宗。姑娘，本宗主已经保证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研究，
为何还要跑呢？我不跑了，快带我走！哎，见过宗主。柳师侄啊，你也真是的，瞒了我这么久，本宗主你还信不过吗？糟了，妹妹的事我还没跟大师姐通气呢。我信得过宗主，但主要考虑到星夜师弟的感受。也对，你要是不瞒我，宗门说不定就错过小友这个好苗子了。宗主过奖了。大花姑娘，你还有什么事要跟你哥讲吗？本宗主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还好师姐你反应快，不然就要穿帮了。所以说，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你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都按到这个妹妹头上了？她到底是谁？师姐，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特殊的储物空间吧？就是存取物品没有法力波动的那个。这个妹妹就是在这个空间里放着的，只不过一开始我以为她只是一具炼尸，但在上次我闭关的时候，她突然就醒过来了，还说自己是我妹妹。只是我们都记忆残缺，我不记得自己有过妹妹，也不知道那个储物空间是怎么回事。她也只记得我是她哥，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她如果同意代替你去合欢宗，倒是没有身份暴露的风险了。是啊。所以说，师弟，你该不会是一开始就打算让你妹妹去合欢宗吧？没有啊，我是想自己去的。就这么想当南炉鼎？主要是想看看师姐的反应吧。因为一直都是我在口花花，也没有得到过师姐的什么回应，所以也想借此机会看看师姐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候不早了，我回去了。师姐，你的酒。师姐脸好红，难道他们已经……不过这有点快啊，我都做好蹲守到明天早上的打算了。小婉师妹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哎呀，看来是我情报有误。想想也是，大师姐怎么可能？没啊，师妹你都说中了，我都没有想到大师姐会那么主动。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之前谈好的条件不变，但是呢，换成我妹妹去合欢宗。这她怎么可能同意啊？好，就这么办吧。没什么好惊讶的。林志远埋伏我们的时候，你不在场，他能在元婴期老怪的追杀下全虚全已的回来，单靠这一点，我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了。什么？你那个妹妹这么厉害？随我了。但是你把她送去了清玄宗主那里，除非他真的找到能让炼尸诞生神智的方法，不然我不觉得他会把妹妹还给你，起码短期内不会。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保证不出1星期，宗主就会把我妹妹给送回来的。1个星期？你觉得清玄宗主1星期就能弄清楚你妹妹身上的秘密吗？放心吧，他弄不弄得清楚，都会把她送回来的。好，那我就等1个星期。需要送你回万象门吗？不用，我在这里等就好了。其实我用宗门内的情报网稍微调查了一下程心，她本来是万象门的天之娇女，是个修炼奇才，13岁时就修炼到了筑基3层。那她现在
也是筑基3层吧？是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修为跌落了吗？不是修为跌落，自从10年前魔剑之乱后，他的境界就止步不前了。怎么回事啊？他有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叫陈畅，而那位好友的父亲叫陈荣旭。陈荣旭摸了魔剑，从而引发了魔剑之乱的小门派宗主。没错，魔剑之乱中，程心的这位好友以及程心的母亲都死在了魔化后的陈荣旭手中。难道是受了打击之后才导致修为止步的？外界的说法也是这样子的，但我有不同的观点。或许魔剑之乱的引发和程心有关。魔剑之乱后，有人探查过存放魔剑的地点，即使在魔剑已经被拿走，很多机关阵法无法开启的情况下，还是陨落了2名元婴期修士。那当年陈荣旭又是怎么凭借金丹期的修为拿到魔剑的呢？的确，当时大家也只觉得他是运气特别好，恰好避开了大多数的杀阵。但万象门今天公布了一条消息，说一个假死前，万象门老门主就发现藏有魔剑的秘境地图了，因察觉到此地不详，选择雪藏地图，却遭到林志远谋害。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某种原因，程心在他爷爷藏起前就看到过那张地图，还记了下来，之后跟陈畅透露了这件事，后来又被其父陈荣旭知道了。的确，有地图的话就能避开那些危险。这推测要是真的，万象门可就要完蛋了。是啊，所以说师弟，你不用怕被那个女人要挟，咱们掌握的把柄可比她的厉害多了。是呢。好恐怖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师姐呀。那这样想，他修为止步也能说得通了吧？那么多人因为自己死掉，换做我也没法修炼了。但真有复活法术的话，他就只选择复活2个人吗？为娘好痛啊！别啰嗦了，大婶，你都痛了10年了，也不差这几天。话说你相中的那个星夜小郎君，真的能弄到让我们复活的精血？陈畅，要我说几遍，我们只是合作。哟，别装了，我可都看出来了，你很急着撮合那个姓柳的和星夜小郎君，不就是因为你对人家有意思吗？因为你这种罪人没资格得到人家，就想赶紧成全了他们，让你断了这个念想，不是吗？你想的没错呀，把我们都害死了，却自己快活，那可是绝对不行的。我也不需要你复活我，我要你下来陪我。好痛啊！陪我，下来陪我。大花，你醒醒，你说句话呀！大花！小友，老夫用道心起誓，我真的什么也没做，令妹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真的送回来了？师弟是早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我知道，毕竟大花这种诞生神智的炼师是极为罕见，我也早就做好了会出意外的心理准备了。让宗主做研究，也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没想到，还是大花看来又变成了一具普通的炼师了。是老夫辜负了小友的期待。如果有什么老夫可以弥补的，小友尽管提。都说了，这也不是宗主的责任。不过我确实有一件事要拜托宗主。小友但说无妨。我有一位女性远房亲戚特别想加入合欢宗，能否请宗主写一封推荐信啊？这合欢宗，你这位亲戚是什么修为？不如加入我宗呢？实不相瞒，他的个性吧有些狂野，
合欢宗比较适合他。哎，罢了罢了，既然之前都答应让小友尽管提要求了，不知这位亲戚叫什么名字？多谢宗主。他叫心灵。不单送回了妹妹，还利用清玄宗主的愧疚心理，要来了推荐函。嘿嘿，承让承让。不过，你有办法把你妹妹恢复吗？当然了。不过恢复后啊，我会耗空灵力和神魂，到时候还要麻烦师姐你把我搬到闭关境室。如果宗主或者谁要找我的话，就说我突破太快，境界不稳，需要闭关1年，不然会有损根基。好。哎呀，既要不让师姐担心，又要完成系统任务，那就只能换个身份进入合欢宗了。交换！哥，你怎么了，哥？这就好了？好随意的感觉。不好，我该把步骤弄得复杂一点了。姑娘，事情是这样的。明白了，那就按哥哥的计划进行吧。你哥哥也交代了，要尊重你的个人意愿，不想去也没关系，没人能威胁咱们。有什么不想去的？那边可是师哥炉鼎，随便挑啊。二位姐姐要是有了道侣，也肯定会选择双修，而不是枯燥的自己闭关吧？我送师姐去京师了。有道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正常的离开青云宗的话，肯定会被清玄宗主的神识探查到。这个我已经想好了，需要你帮个忙。各位壮士，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效劳的？你就是淡仙村的村长啊？是的。帮主，不是让你的鸟看看有没有人逃跑吗？飞下来干嘛？帮主，我从小就训练旋风抓金子、珠宝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他也一直把这事儿当第一优先级。你再说一句废话，老子就把你手上的和裤裆下面的鸟一起剁了。旋风它飞下来是因为抓到了一只飞鸟，它脚上绑着这枚戒指。帮主请看。哦，这，这是仙家的储戒呀！帮主他怎么认识仙家的东西啊？你新来的吧？帮主好多年前捡到了一本仙法，自学成了仙家神通，才组建了咱们黑风帮。帮主当年得到仙家功法，今天又天降仙家宝器，仙缘如此深厚，一定可以带领咱们黑风帮走向巅峰。到时候开宗立派，咱们就都是仙人了。好，说得好。恭喜上仙再得福缘。村里人已经按照上仙的要求都来这里集合了，不知上仙有何吩咐？老规矩，抢到的财物上交8成，女人随便玩玩，不能带走，不要留活口。上仙，你也算在我村得到的仙缘，这样不妥吧？村长爷爷。仙缘找的是老子，跟你们村子有个屁的关系！我姐姐是仙人，她知道了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小月，嘿，小孩子不懂事，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你姐姐是不是加入了青云宗啊？啊，你怎么知道？不对，你知道还……就是你那仙人姐姐得罪了人，我才对你们村子下手的呀。而且她已经死了，但被她得罪的人不解气，才让我把你们都杀了。不可能，你骗人！没骗你哦，我还知道，你那个神仙姐姐是靠跟男人睡觉才混进的内门。小崽子，你找死！哎呀，一不小心在储物界里睡着了。那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可是用了80力套，正常人脑袋早就被拍碎了。小姑娘，你们这么多人是在干嘛？那些是坏人，他们杀了村长，还要杀光村里的人。敢问阁下，真的吗？啊？什么嘛？竟然被吓哭了，看来是我多虑了。是啊，不过你要是配合点儿，陪老子好好玩玩，老子可以给他们个痛快。终于被我遇到正常一点的千劫了。啊？一直以来的敌人不是比我高好几个段位的，就是有些背景不好下重手的。虽然最后都有惊无险的解决了，但是真的好累啊。偶尔我也想不用动脑的开无双割个草啊。说什么呢你？脑子坏了吗？来吧，一起上，给我爽一下。哈哈哈哈哈！还挺野的。放心，老子结束了就轮到兄弟们，不会浪费你这个美人的。这不是我的储物戒吗？怎么戴在你手上？部主，一起上，杀了他！上啊，扁他！帮主，咱们一起上都没有胜算吧？少废话，快点跑！不愧是当老大的，反应还挺快。可恶，一帮废物，这么一会儿都拖不住吗？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全被你干了什么？不是说了吗？开无双啊！大姐姐，等一下，我有话要问她。你说的关于洛晴姐的事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洛晴没有骗你，她就是得罪了大人物，已经被弄死了。不然我一个山贼哪敢动青云宗弟子的村子？不可能，你骗人！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我正好化解了洛晴村子的危机嘛。不过他的东西，我应该早就让人送回来了呀。看来成仙了这种理由，骗骗小孩子还行。村里的大人或许已经猜到洛晴遭遇了不测，才故意对这丫头隐瞒的吧。去。什么东西？让你说实话的东西，是谁指使你对洛晴村子下手的？内门弟子星星好多呀！不忘了，这人嘴里反正也没有一句实话。该死的，有人要陷害老子！跟王氏祖孙有关的人，应该都被宗门控制起来了呀。洛晴姐难道真的已经……小妹妹，其实我也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哟。骗人！哎，为什么？青云宗的仙子们都是仙气飘飘的，才不会穿这么破。唉。哇！
这也太花哨了。你真的跟姐姐是同门吗？是啊，别听那个山贼胡扯，你洛晴姐已经飞升去上界了。有些人因为嫉妒她，所以想要对你们村下手。这几根头发送给你了，每根都融入了我的一丝神魂，能听懂基本的指令，足以应对筑基中期以下的敌人。要替你姐保护好村子啊！杀了很多人啊，跟杜老魔那次不一样，这回是我亲自动手的。可能是宿主在鬼门关走过几回，已经渐渐适应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了吧？系统，你破解成功了。哎，系统，能听见我说话吗？有了，你果然不是什么休眠，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他确实不对劲。之前的我分明是毫不费力的手撕了凝煞炼魂阵，但是现在的实力提升到筑基了，却破不开比他还要弱的困阵，反而是那个分身轻轻松松的就破开了。所以后面我趁分身昏迷期间做了一些实验，包括拿系统的合成功能合成妖丹，还有尝试用自己的一部分神魂融进系统空间的那个残缺剑灵，结果都失败了。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我身上那些连你都搞不懂的异常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分身的存在。以前的他不知道以何种形式存在于我的身体里，连身为系统的你都没有察觉到。现如今他因为某种目的把自己实体化了，同时也带走了属于他的那些异常能力。他既然这么厉害，我就会想，会不会连你的休眠也和他有关系？所以我就支开了他，想着再用噬心石做个测试。的确是他切断了我跟外部的直接通信，但我还是有权限黑进噬心石。他应该没有想到你能用这种法子跟我联系。那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不清楚，不过他似乎知道我的来历。他的操作权限虽然高于我，但是系统能被他影响的部分却很小，这种感觉很奇怪。哼，就好像只知道发号施令的领导，但却不清楚下级的活要怎么干吗？既然之前一直是跟我共生的隐藏状态，为什么突然要实体化呢？因为完全复制宿主生成的这个分身，可以吸收本系统的造化值。这是我升级太慢了吗？但造化值是本系统的力量来源，本来宿主赚取的造化值又在本系统消费，是一个良好的循环过程，但他却能直接攫取造化值提升自己。虽然宿主也能跟着提升，但本系统的力量却会被削弱。一旦他提升超过系统的时候，就可以抹杀宿主的神魂，将宿主和本系统一起变成提升他实力的养料。那怎么办？趁他现在还没那么强，干掉他吗？他现在虽然不是全盛时期，但也不是宿主能对付的存在。那我只能坐以待毙了吗？宿主，你要继续拖延。他刚解决一个元婴期的敌人，力量损耗很大。如果不回系统空间吸收造化值，过不了多久又会陷入休眠状态。反正他不回系统空间就会一直休眠，那就让他永远这样好了。啊？为什么呀？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宿主的全部修炼能力和你的本体进行了切割。你不放他回系统空间，就别想提升境界和学习剑法以外的功法了。妹妹，我这是把修仙中最枯燥的修炼部分承包了。可恶！说什么我完全不用操心修炼的事，结果是用这个来拿捏我。也不用太担心，系统的功能现在并不是完全解放的状态。在收集满10万造化值后，会进行第一波升级，到时候肯定会有反制手段。10万？多久啊？哎，之前就有技术啊？这样吗？那我看看还差多少。这不是只要完成这次合欢宗的任务，
就能达标了吗？只要让那个分身一直保持休眠状态，我就能成功恢复跟宿主的正常通讯了。恭喜解封，一切都按照咱们的计划顺利进行。我不记得计划里有宿主你变妹子了。剧情需要吗？这样也好，以南炉鼎在合欢宗的地位，想1年内获得2万造化值难度太大了。是的，是的。我看你是单纯想怕大师姐吧？别瞎说。哎，对了，系统，我能够感受到祭血阴煞珠也跟我一起转移到了这具身体了，但气息为什么没有外散？你这具分身从选料用量上讲，跟你本体一模一样的。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那是因为宿主还有自己的个人错觉。虽说材料相同，但炼制的手法可比那邪修层级高出太多了，所以宿主压制不了阴煞珠，这具身体可以压制。原来如此，难怪操作起来比我本体都丝滑，可惜被我改成了女款了，不然我就换号了。毕竟是那个来历不明的存在弄出来的东西，宿主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前面是合欢宗下属的仙城，是静妃区域。啥？仙城？虽然叫仙城，但大部分居民也都是凡人。不过入住仙城的条件苛刻，这里就是向修士提供娱乐和贸易的场所。青云宗也有自己的仙城，只是宿主没有去过。这么，那就先去这里打听一下加入合欢宗的条件吧。宿主不是有青云宗宗主的推荐函吗？那是实在没办法进合欢宗时才拿出来用的。宗主人还蛮好的，我万一在合欢宗闯了什么祸，岂不是连累了他？非合欢宗弟子入城需缴纳500灵石。给。剩下的道友拿去喝酒。小女想要知道如何加入合欢宗。进城直走有合欢宗设立的执事堂，你去那里问吧。多谢。哎呦，不错嘛，王哥，遇到富婆了呀？什么富婆？小浪蹄子罢了。丫的，这不是刚好500灵石吗？剩下的拿去喝酒，没剩下就别喝了。合欢宗弟子名额已经满了，暂时不纳新。小女这里有一份推荐函。嘿，还好多做了一手准备。推荐函，快收起来，姑娘，你也就是遇到老身了，不然你就惨了。这怎么说？本宗执法堂堂主就是当年受这位清玄宗主的情伤，才加入了合欢宗。他可是本宗号称活阎王的存在，你要是用了这个推荐函入了宗门，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哦。男人以后只会是老娘的玩物。宗主，你跟我完了，任务完不成了，要变1.4米了，以后只能买桶装吃饭做小孩那种了。姑娘是想加入合欢宗吗？你哪位啊？鄙人合欢宗外务执事黄承瑞，我有些人脉，能让姑娘成为记名弟子。正好还有一位姑娘要入宗，你们也能做个伴儿。请问什么叫辅助弟子？就是为了他人修行提供帮助的弟子。不会是当炉鼎吧？不是啊，是协助完成双人运动的伴侣。那不就是炉鼎吗？不，合欢宗只招男炉鼎。他不想加入就算了，本姑娘很喜欢运动，也最乐于助人了。快点带我入宗，
你们的托能找个聪明点的吗？这也太生硬了。谁是托？姑娘这边借一步说话。合欢宗只收男炉鼎，因为宗门的功法都是基于男女阴阳调和。只是女人喜欢的有时候却未必是男人呐。修炼合欢宗功法会产生很强的情欲，但有些前辈因为不喜欢男人，只是把男性炉鼎当作提升修为的工具。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情感上的空缺长期无法填补，就会有走火入魔的风险，所以这才招收女性的辅助修炼弟子。只是这种事情上不得台面，所以我们这些外务执事才会私下去物色合适的人选。那辅助弟子也算是正式加入合欢宗吗？当然，一旦成功被哪位前辈看中，你们被收为贴身侍女，享有内门弟子的待遇。那我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请说。那些前辈漂亮吗？不会是老太太吧？姑娘还真会说笑。合欢宗功法有驻颜功效，修炼越精深，会越显年轻的。报名表填好啦。星灵姑娘、蓝月姑娘，走吧，我带你们去集合点。他不是托吗？你才是托！这里是合欢宗招待外宾的住所，你们先休息一晚，明天一早会有考核人员通知你们集合的。是考核双人运动吗？具体的考核内容是保密的，明日会有考核人员告知。搞这么复杂，那本姑娘先去休息了。果然想加入合欢宗的妹子，思想都够开放的。星灵姑娘也早点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真没想到宿主是以这种方式加入合欢宗，总比没法完成任务强。对了，宿主，上一次的任务抽奖是被分身干涉了，真正的抽奖物品还在我这里。有必要这么高兴吗？你不知道吗？矮小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啊。宿主，你正常一点儿。给我出货呀！恭喜获得神魂提取器。这玩意儿不是做头部按摩的吗？即将在脑内为您播放使用说明。想体验大能修饰神魂离体遨游太虚的美妙感觉吗？那就快来用神魂提取器吧！这玩意儿是真把魂抽出来吗？每次使用只会提取宿主微量的神魂，提取成功后，宿主意识会转移到被提取的神魂中。被提取的神魂没有攻击能力，但免疫任何攻击效果，同时免疫阵法和封印。提取神魂的强度会随时间递减，最后消散，意识也会回归本体。也可选择自行裂解，意识同样会回归本体。建议每天使用不超过5次。哇，听说明感觉好强，开地图神器。我试试啊。有点爽啊！怎么还是我本来的样子？我们只是身体交换，又不是神魂交换。不过宿主，你这神魂怎么长得跟心魔似的？啥？不光长相，宿主神魂受到血气阴煞中的影响，导致气息都跟心魔差不多了。心魔不是想象出来的玩意儿吗？不是啊，心魔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以修士的负面情感为食。弱小的心魔几乎没有自我意识，
会被探查到。如果修饰的负面是心魔就能读取其中的信息，幻化者能力该修饰负面思想继续扩大这个吗？为什么要对我始乱终弃？依靠该修饰负面情感幻化成型的心魔，只能被修士看到，其他人是感知不到的。要继续。你怎么了？心魔会和该修士绑定，如果该修士后面能够克服负面情绪，心魔能量滋养，会慢慢虚弱死亡。大多数情况都是心魔越来越强，最后害得修士走火入魔，甚至在突破之时身陨道消。而且心魔也是有等级的，比如炼气期修士有了心魔，突破筑基期时，就会有了成为筑基期修士心魔的资格，以此类推。哦，那这么说，心魔就是类似于寄生虫一类的存在吗？是的，宿主现在的状态就跟资料里记载的心魔有8、9成像，只不过宿主谁都能看得到。这。向阳道友，你知道怎么联系王执事吗？这里既有邪祟之物伤人，碰到姑奶奶，算你倒霉！不是啊！破邪剑法！被看中了！要死！啊，没事儿。都说了，现在的状态免疫一切攻击。没效果。那试试这个破邪符，纳魂幡，光明圣水，灵光阵起。喂，看看你把人家客房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丫头法宝不少啊。都是地阶的，有几件上面有微弱的龙气，应该是苍兰国皇室出品的。皇室？这怎么可能？居然没效果！这邪物的气息也能不强啊！等等，我记得老师说过，有一种类似邪祟，但是免疫一切攻击的存在。你是心魔？刚刚果然被当成心魔了。怎么可能？我怎么会有心魔？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既然说你不认识我，真是令我寒心了。啊！我在你很小的时候，把那只2阶熊妖手人救下来，我却命丧那只熊妖之口。后来我的双亲和娘子打探到了你跟皇室有关系，他们就去苍兰国皇城讨要说法，结果被皇城的侍卫当成骗子，活活打死，只留下我那5岁的妹妹，从此成了孤儿。不可能，我完全不知道有这种事。你肯定不知道啊！以你的身份，上面的人怎么会让你有这种心结存在？他们封印了你关于我的所有记忆，就是怕你诞生心魔，影响修炼。但他们不知道，潜意识中的记忆是无法封印的。虽然你本人没有察觉到，但你的潜意识所散发的愧疚和自责的情感，却让我慢慢的成长。直到今天，我终于拥有了实体，能跟你对话交流了。对不起，可我真的不知道。我问你，你究竟跟皇室有什么关系？竟然哭了。你是心魔，你不知道吗？我能读取的只有负面情绪的情感，里面并没有关于你身份的内容。我是苍兰国8公主，苍月。你贵为公主，为什么要来合欢宗？父王逼我嫁给一个很讨厌的人，我就跑出来了。我打听到跟皇室关系最差的就是合欢宗，于是就想躲进这里。不是，你是公主，那你之前说擅长双人运动？我经常跟侍女们玩2人3足，或者背人接力跑之类的游戏，不止双人的，多人运动游戏我也都会玩。你觉得合欢宗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
阖家欢乐的宗门。哎呀，心魔都像你这么多问题吗？我不是有意见，我是想尽量补偿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我能做到的都会做的。这丫头单纯的可以啊，竟然和心魔做交易。那个，我之前说过了，我有一个妹妹，当时成了孤儿。你是想让我照顾她吗？差不多吧。好的，我一定尽我所能。不知令妹所居何处？躺在地上的这个就是。啊？这竟然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是啊，这可能就是天意吧。你只要尽可能的照顾我妹妹，就是对我最大的补偿了。好，我答应你。希望你能遵守诺言。西魔道友，他竟然自爆了！从没听说西魔会自杀的。在我潜意识里的他，究竟是善良到何种程度，才会连西魔的心智都受到影响的呀？而且我把你害成这样，你还这么相信我，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妹妹。宿主，你骗人家干嘛？哎呀，苍兰国公主哎，人生地不熟的，有大腿干嘛不抱啊？而且这孩子这么好骗，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跟着你才危险吧？竟然是睡着了，旁边就是床，为什么躺地上睡啊？害得我以为是被邪祟袭击了。蓝月道友，你这是干什么？不是那个，我看你躺在地上，怕你着凉。你可真逗哈，都住机期了还会着凉。所以你都住机期了，为什么睡地上？哎，这屋子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其实是我储物界的空间法阵坏掉了，产生了爆炸。啊，那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多善良，多单纯的姑娘，竟然丝毫没有怀疑，反而关心起我了。蓝月姑娘来我这儿是有什么事情吗？没，就是想跟你交个朋友。好啊，那以后就多多关照啦。多好的女孩呀，童年经历了那些，还能保持这种阳光开朗的性格。西魔道友，你放心，我会把她当自己的亲妹妹对待的。蓝月道友、仙灵道友，你们认识的吗？我们是朋友。您是？那正好，我就一起说了。我是明天你们入宗考核主考官冯月前辈的侍女。狐狸这是怎么了？我们玩的有点激烈。你这是什么理由？我们又不是3岁孩子，玩什么玩？还没有我储物界法阵爆了靠谱呢。理解毛线。是这样的，因为想加入我宗的人有点多，所以冯考官想知道各位考生有多大诚意加入合欢宗。那自然是诚意满满，天地可见，日月可。这是我和蓝月道友的一点心意，希望冯前辈明天多多关照。你们的诚意很足，我会转告前辈的。真是的，想要好处就直说呀，老娘又不差钱。好啦好啦。咦，这书是你的吗？不是，是这房间里的。说起来，我只知道合欢宗是隶属3宗4门的大派，跟皇室关系很差，别的信息就不了解了。这是何等淫乱的宗门！他肯定也跟我一样，什么都不懂就来了。受不了这个，你也看看吧。搞毛啊！他这么单纯善良，我给他看这种东西，岂不是玷污了他纯洁的内心？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那本书明天见。搞什么？
希望冯前辈明天多多照顾一下。好说好说，收获满满啊！前辈一高兴，分我一点也发财了呀。蓝月道友，怎么了？把我和心灵的那份还回来，我们会靠自己的实力入宗，不会弄这种歪门邪道。啊，这身体也蛮好的，起码不用一直穿着屏蔽法衣睡觉了。哎呀，稳了呀！给了那么多好处费，明天肯定能轻松过关。这样既不会玷污心灵妹妹纯洁的心灵，又避免了她加入这种淫乱的宗门。不用谢我，心魔道友，这是我应该做的。早呀，心灵道友。早。你怎么了？笑得这么开心？咦，没有吧？请参加辅助弟子测试的道友到山下广场集合，一起去吧。二位姑娘留步。王执事，怎么了？你们俩不用去测试了。啊？为啥？没关系的，西灵妹妹，我已经打听好了，青云宗现在正在招收弟子，那边又是名门正派，最适合咱们加入了。吕堂主很欣赏你们昨天的表现，你们不需要测试，可以直接成为吕堂主的侍女。吕堂主不是冯前辈吗？冯前辈是考官，吕堂主是我们合欢宗执法堂的堂主，能被吕堂主选中，二位的前途不可限量啊！执法堂堂主，他不是宗主的老相好吗？他还是个双啊！王执事可否说明一下，小女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让吕堂主欣赏的事儿。那自然是你们对所会之人的态度了。吕堂主向来刚正不阿，他希望自己的侍女也能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准备一下吧，去化个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这里等你们，咱们一起去见吕堂主。对不起，心魔道友，我把事情搞砸了。本来想带你妹妹逃离魔窟，结果直接跑骚了。完了！什么叫做欣赏我对所会人的态度？欣赏我所会的最多吗？绝对是那个老太婆泄密，让那女人知道我跟宗主的关系了。这是想要把我弄去身边，好好炮制我。豪志，你干嘛带上那个公主啊？嗨，你不懂，他要报复宗主，肯定需要个传话。后，最后。二位是准备好了吗？搞砸了！你们俩是找入殓师化的妆吗？怎么跟大限将至了似的？哎呀，我来给你们画啊！吕堂主脾气可不大好，你们弄成这副鬼样子，那可是会连累我的。堂主，王执事带人来了，进来吧。来，笑一个。见过吕堂主。他们中风了吗？吕堂主，他们久仰你的大名，都有些紧张。找你的。谢吕堂主。你先带他们去我住处沐浴吧，我随后就到。是。二位姑娘沐浴完后，记得服用此强体丹。
这个不是短时间内增强体质的丹药吗？吃这个干嘛？啊，这是吕堂主吩咐的。你们才筑基，他怕一会儿你们身体吃不消。果然是个活阎王啊！这是怕不小心把我给弄死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带上这傻公主啊？对不起了，蓝月道友，大概是我把你连累了。孩子竟然以为是自己的问题，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呀！你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西伦道友，我下面说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你要有心理准备。啊？难道是跟皇室有关的什么秘辛？合欢宗其实并不是阖家欢乐的宗门的意思。这样吗？都到了这步田地，我再瞒着也没用了，你自己看看吧。怎么样？你知道这里是怎么样的宗门了吧？谢的保守了。为了咱们不落入这魔窟，我才把西陵道友你送出去的好处费又要回来了。我早就这样就能在不污染你心灵的前提下脱离合欢宗，结果都被我搞砸了。等等，那也就是说，这个吕堂主不是要报复宗主，而是看中了我们没有给索惠人好处。哎呀，干得漂亮啊！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嘛！我分明都把他害成这样，他还为了不让我自足，用强颜欢笑来安慰我。我先去应付那个吕堂主，我如果能让他满足的话，他应该就不会对你出手了。不行，不能想，太刺激了。西陵道友，快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发生了什么？吕堂主的样子很奇怪，我叫不醒他。好烫，他怎么了？系统，经脉错乱，灵气阻滞，这是走火入魔了。得叫修为比他高的人给他梳理经络，不然就危险了。咱们搞不定，你在这守着，我去叫人。隔绝阵法。果然传音也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吕堂主住所会有困阵？很明显，有人想要害他。那干嘛把咱们扯进来呀？因为咱们这两个刚入宗又没有什么背景的人，很适合背锅。他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估计也得陪葬。对不起，西陵道友，都怪我连累了你。别担心，把他救回来不就没事了吗？购买此物品需要境界达到金丹。什么鬼啊！商城东西怎么还有等级限制啊？一直都有的呀，只是宿主没怎么购物过，所以没发现罢了。如果让你低境界就能购买高境界神器，宿主还怎么赚造化值啊？坑爹呀！那只能买低级一些的了。有用哎，他醒了。药效不够，吕堂主马上又会陷入昏迷的。趁清醒这段时间，问出幕后主使。吕堂主，你知道是谁想害？吕堂主，快给我拿证明加入宗门的身份玉佩。幸好赶上了。又晕过去了呀！而且因为动用灵力给你刻玉佩，还让他伤势加重了，这下更解释不清了。你这种时候要身份有什么用啊？因为救了他，就意味着得罪了想弄死他的大人物，赚了造化值却没算在任务里，我不是亏大了。唉，西伦道友，都是我的责任，
让你卷进这种事。又说这个？不过你放心，我保证咱们最后会没事的。出去后就向合欢宗高层公开我的身份。我很高兴能交到心灵道友你这个朋友。我一旦被带回去，此生大概就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对不住了，心魔道友，我没法承诺了。别想太多了，睡会儿吧，公主殿下。宿主打算用魂体出去叫人帮忙？是啊，我只是出去找一个没有信号屏蔽的地方，到时候用传音编辑器的群发功能求援就行了。什么？被攻击了？不是说我这个状态是免伤的吗？奇怪，没有探测到这里有其他人的气息啊。鉴定，是用什么隐身法宝藏起来了吗？这是绿堂主的心魔，现在是什么状况？说明书里可没有写啊！说明书里写的只是一般情况，因为宿主的神魂融入了气血阴煞珠，属于变异了。但我着实没想到，你居然能跟真正的心魔接触啊！我没招他，我也没有惹他，为什么要袭击我呀？心魔液也属于死煞阴邪之物的范畴，你身上散发的阴邪珠气息，对他们来说是大补之物。他应该是想把你吸收了。吸收？怎么吸啊？这不完了吗？我一神魂出窍就被那心魔吞了，我还怎么救援？喂喂，我现在不是魂魄状态，也没有开鉴定功能，怎么还能看到他呀？这大概是因为他吞了你携带的积血阴煞珠属性的神魂，体内有了你的骨肉，所以才能被你感应到。你这说明虎狼之词，但是光看到也没用啊，我也拿他没办法。为什么？怎么没有穿透过去？这个人类能接触到我？你会说话啊？什么？竟然还能看到我？哼哼，啊，这么有趣的事，竟然让我赶上了吗？啊？老娘可还不知道人类是什么滋味呢！怎么会？别以为吞了我微量神魂的魂体，就也能吞了我。你分明只有筑基期。有件事你没搞明白，你是元婴期修士的心魔，但不代表着你有元婴期的实力。不过心魔不可能有跟修士直接对战的机会，你对自己实力误判也很正常。哼，这么说，你跟我的同类交手过？没有啊，你是我的第一次。啊？从看见你开始，我可是一点积分都没增加。啊？那就说明你对我毫无威胁。宿主用阴煞珠可以直接把它吸收了的。先留他一命，过会儿用得上。被那心魔拦了一下，反倒让我意识到我刚才犯了严重的错误。什么？等一下再给你解释，先帮我把他的储物戒禁制破解了。哇，可别再遇到其他心魔了。不用担心，心魔没那么常见的，而且成型的心魔也没办法离开寄生的修士单独行动。那我就放心了。好了，到这里就没有信号屏蔽了。OK，发送。宿主，
可强大的气息锁定了你。撤！奇怪，我分明感应到这里出现了邪物的气息。李堂主怎么了？那条传音消息是谁发的？啊，是我。这是什么意思？小女用吕堂主储物剑内的高阶阵旗布置了一个小型的防御阵，就算元婴期没有半刻钟，应该也破不开。破阵法作甚，快打开！我虽然群发了消息，但是最先赶过来的人一定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取走吕堂主性命的。小贝，休要胡言乱语。原因有2个，做局想弄死吕堂主的人，肯定不会离这儿太远，不然也没办法掌握开启困阵的时机。第2点就是一旦计划有变，他必须第一个出现，把这里存在过困阵的痕迹抹除，顺便除掉我们这2个知情人。哼，小贝，你是什么人？我是吕堂主刚招的侍女心灵。怎么回事？林淼怎么了？见过宗主。西魔，宗主是不是吕堂主这边的？啊？宗主，这个侍女居心叵测啊！这小娃竟然能跟我神识传音，这怎么做到的？哼！吕淼死了，我可就自由了，才不会告诉你实话。宗主不是？你最好考虑清楚再回答。如果吕堂主有个3长2短，我马上把你吞了，让你永远消失。宗主是吕淼宗内关系最近之人。吕堂主生死未卜，他竟然用阵法阻拦我救治。哼，小贝自作聪明，你确认不了宗内谁能信任，姓吕的一样要死。宗主快请进。啊？你不能进哦。你，孙堂主，你在屋外守着吧，不要让其他人进来打扰。心灵是吧？本堂主记住了。欢迎下次光临。宗主，吕堂主他经脉错行，灵力大乱，不过好在没伤到根基，加上发现的足够及时，由我来调理，不出半个月应该就能恢复了。那就好。你跟孙堂主的对话我都听到了。以侍女的身份直接开罪元婴期的孙堂主，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吗？哎呀，那不是为了赚积分吗？宗主，他有同宗相残，您直接把他处理掉，我不就安全了吗？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这丫头的性格，本宗主很喜欢。说实话，跟在淼淼身边，她很难护住你的。不如来当本宗主的侍女吧。怎么样？待遇方面，我这边也比淼淼高1倍啊。宗主，恕小女无法答应。哦，为何？这身份令牌是吕堂主不惜灵力反噬为我刻下的，侍女理当侍奉在主人左右，有头脑便替主人出谋划策，趋利避害；有武力便以自身为盾，替主人阻挡危险，必要时舍身取义。再说了，一味的躲在主人身后，让主人遮风挡雨，那不是合格的侍女，只是宠物罢了。安全了，我还怎么赚造化值？哎呀，淼淼，虽然是帮你试探一下，但这女孩回答的也太好了吧？啥？搞得人家真想挖墙脚了。不可以。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睡着了？这是什么情况？想要的话，这个给你。不要，看起来傻傻的。怎么样，除掉那个姓吕的了吗？孙堂主。被一个筑基期的小杂碎搅黄了。怎么会？只要他有心魔的消息是真的，用老夫从上古秘境中发现的引魔香，就能让他直接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他的确走火入魔了，
但他新招的那个侍女，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破了我阵法的传音封锁，引来了宗主。那就不是老夫的问题了。孙堂主记得把之前答应老夫的极品炉鼎送来。你一直躲在我们这里也不是办法。怎么想卸磨杀驴？别忘了，当时劫杀万象门和青云宗那些人时，是谁布置的大型转移阵法？你是保证过计划万无一失我才入伙的，结果不但害死了赵血影和欧阳怪，连你自己也被算计了。还不是因为那个青云宗的筑基期小崽子搅局？本来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说的，一个筑基期怎么会干涉元婴级别的战局？可我这次的计划也是被一个筑基期的小鬼搅黄的。我让你打听的另一件事呢？丹仙村被屠了没有？没有，还好好的。可恶，那帮马匪竟敢收了老夫的好处不办事，干嘛跟个凡人村落过不去？这只是第一步，先搞臭那个星夜小崽子的名声，才方便老夫展开后续计划。星夜，对了，今天搅我局的那个侍女也是这个姓，叫什么星灵来着？啊，她长什么样？你用神识拓印出来。是她，她是来找老夫的。怎么，你认识她？就一个筑基期也能把你吓成这样？她不是筑基，欧阳怪就是被她杀的。什么？他杀的？开什么玩笑！欧阳怪的毒功出神入化，普通的元婴中后期都未必是他的对手。以我见到他时的状态，应该是在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被人秒杀了，而他就是出去抓跑到阵法外面这个叫星灵的女孩。这次他的确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段破了我的阵法传音隔绝，但你说他能秒杀欧阳怪，我是万万不信的。当然，也看你是在他被追杀的过程中有某位大能相助，但只凭他筑基期的实力，就能让速度见长的欧阳怪追那么远都没抓到，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你怀疑他来合欢宗是为了找你？不然呢？他哥可是青云宗的天骄，他为什么要特意跑来这里给人当侍女？你刚才不是跟他打过交道了吗？他的言谈举止有流露出筑基期对元婴期应有的敬畏吗？别说敬畏了，我感觉他在故意得罪我。那就错不了了。哼，他是冲着你来的，你就要负责。万一他倒向了宗主和姓吕的那边，我谋划这么多年的计划岂不是要功亏一篑了？别担心，用老夫跟你说的法子就好了，不但能除掉他，还能把挡在你面前的所有障碍全都解决了。还没到那种地步，现在当务之急是摸清那个心灵的底细，看看他是隐藏实力还是背后有高人，亦或是一切都是巧合，他只是个幸运点的愣头青。你是说自己没有修炼功法，但还是突然进入了走火入魔的状态？是的。凶手有这种能力的话，为什么还要在我和心灵道友在场的时候用啊？让吕堂主一个人在困阵里走火入魔，不是更万无一失？一般情况下，执法堂无论主殿偏殿都会有很多弟子和执事坐镇的，但苗苗比较害羞，上秀的时候都喜欢屏蔽现在人的。那不是很正常吗？不是哦，本宗主比较喜欢叫人围观呢。你是变态。苗苗，我还有些宗内事务要去处理。你去忙吧，我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你要帮本宗主看好苗苗啊，他性子太直，能防明枪，却躲不了暗箭。明白。那就继续吧，我需要跟你们双修压制心魔。啊！吕堂主，我双修的话，我一个人就可以。嘿，你这是做甚？有些事还是不要让我这朋友听到的好。出来吧。
吕堂主，如你所见，你的心魔已经是我的了。不是，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按照先前说的，给我好好配合。姓吕的，咱们都比较走运，想不到本魔竟然能碰到传说中的心魔圣体。心魔圣体，那是什么？就是任何心魔都可以脱离元素主，寄生在他身上。就像现在，他身上已经有50多个心魔了。什么？在哪里？都在我身边，但吕堂主你不是我这种体质，所以只能看到自己的心魔。去，小绿，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什么？你们说想为新人办一场欢迎会？好啦，想表演的来我这儿报名啊！一个个说，不然太乱了，我听不清楚。他竟然跟心魔们相处的这么融洽吗？哼，因为心魔圣体不单能给所寄生的心魔提供源源不断的负面能量，还会在年满21岁之时暴毙身亡。什么？没错，他们在我这儿吃得饱睡得好，等我21了，他们就全部都自由了，所以也不需要勾心斗角的想着如何置我于死地了。你这心魔一开始就是想过来干扰我，让我快点死，然后被我这里住惯了的其他心魔揍成这副样子的。你今年多大？20岁零3个月。没错，我的寿命只剩下9个月了。我是个孤儿，自己反正只能活21年，就想着尽可能多的帮助受心魔所困的修士去除心魔。但随着大限的时间将近，回顾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又觉得很不甘心。我也想像普通女孩一样加入喜欢的宗门，认识志同道合的伙伴，能被长辈宠爱，能被师兄师姐关怀。所以才来加入我们合欢宗吗？我听说这里是最尊重女修士个人意志的宗门，所以就想着起码在我所剩无多的这段时间，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你放心，帮我驱除心魔，本堂主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你还有什么愿望，我都会尽量满足。谢谢吕堂主。就等你这句话呢。怎么了？宗主说有急事，叫我去议事厅。可恶！那2个贱人把送给我的好处要回去，还被那个姓吕的直接收做侍女了。这不仅打我的脸，还断我财路。下午收上来多少？有没有减少？倒是没有人不给的。算他们识相。但是有7、8个人也都给完好处又要回去了。欺人太甚！冯道友，是不是发这么大的火呀？见过孙堂主。好了，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你的事我也听说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冯道友出这口恶气。没有，都是我这侍女办事不力。他刚刚走火入魔，虽然被宗主救了回来，但实力大损，加上他心魔缠身，无法精进修为，那就恢复不到元婴期。这有这事？我已经联合了灵药堂、宝气堂以及长老会的部分成员，联名弹劾姓吕的了。宗规规定，堂主必须要有元婴期的修为，就算宗主护着姓吕的，也不能违反宗规。所以他马上就要下台了。没了修为，没了身份，活阎王也只能趴在地上当哈巴狗了。岂有此理！伤了我的人，我还没找他们的麻烦，竟然蹬鼻子上脸！
弹劾我，而且理由很充分。按照宗规，我的确没有资格再坐这个位置。淼淼，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你当值期间开罪了多少人，心里没点数吗？你一旦下去了，不只是你，所有跟你关系亲近之人都会成为他们打击报复的对象。所以我不会让他们如愿的。宗主，其实我……吕堂主，你心魔被我去除的事，暂时不要告诉宗主。神识传音，你不是才筑基吗？这个不重要。吕堂主现在就有一个满足我愿望的机会，希望您帮忙。怎么了，淼淼？话说一半。我是说，请宗主明天就召开长老会，正式弹劾我，拿掉我执法堂堂主之位。啊！你在说什么？是心疯了不成？宗规如此，宗主，你如果不惜违反宗规袒护于我，那反而正中那些人的下怀。长老会里面多数都是支持咱们的，只要再选举一位咱们这边的人继任我堂主一职，就没问题了。合欢宗的开宗祖师一开始就是个被人卖到风月场所的孤儿，他成为大能后，便想帮助当初像他一样遭受迫害或者不公待遇的女修，于是便建立了合欢宗。这里与其说是宗派，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有着其他宗门所没有的恐怖凝聚力。但最近几十年，随着合欢宗在三宗四门的排名下降，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些人觉得合欢宗太过于固步自封，这样迟早成为二流宗门。于是他们便靠着培养稀有女修炉鼎，同其他宗门或者皇室进行利益交换。短期内的确是增强了宗门实力，但违背了祖师建立宗门的初心。这些人自称改革派。目前阵法堂、灵药堂、宝器堂、长老会的部分成员都已经倒向了改革派，而宗主、执法堂、执事堂和长老会多半成员是继承开宗祖师意志的维稳派。两方势力的势力相当，一斗就是几十年。但随着改革派拉拢的势力变多，维稳派则渐渐地显出颓势。宗主可是被我气得不轻，你得给我个解释。用传音交流吧。你搞什么神神秘秘的？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宗主实情，还让我接受弹劾？我听你心魔说了咱们宗派系划分的事了。所以呢？议事厅可能被窃听了。不可能，我和宗主都是元婴期，没有任何窃听阵法能瞒过我们的身世。不是窃听阵法，一路走来我发现了奇怪的地方。一般宗门的照明大多采用的是夜明珠，但咱们宗就是这种用灵石催动的小型雷系阵法，这样不是很浪费吗？这是宝器堂发明的，比夜明珠明亮很多，只是用在宗内重要地点的照明。还有个问题，议事厅一开始就是刷红漆的吗？一开始是蓝色，10几年前宗门修缮，宝器堂想换成黑色，但宗主说黑色太压抑了，就改成了现在的红色。你问这个干嘛？又是宝器堂，而他们又正好是改革派，那估计就错不了了。你在说什么？能不能别卖关子？咱们先去一处没有这种特殊照明的场所谈吧。这里是弟子居所，用的都是夜明珠，你再解释不清楚，本堂主可要生气了。这里没问题。好了，这边是咱们宗门的阵法灯，这边是我刚才顺手刮下来的墙面涂料。吕堂主，你随便说点什么。什么叫随便说点什么？好了，可以了。我现在要反向运转这灯内的阵法。吕堂主，你随便说点什么。什么叫随便说点什么？什么？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涂料会再现咱们的声音？这是录音机的原理，这类电阵法不只能照明，还能把声音震动转变为电信号，在这种涂料上形成磁场，从而记录声音。他们一开始想用黑色涂墙，那是因为磁性材料4氧化3铁，
就是黑的，但是宗主不同意，所以他们就退而求其次的用了红色的三氧化二铁。这样同为铁的氧化物，即使里面掺杂了大量的四氧化三铁，也没有人会起疑。我跟年轻人的代沟已经这么深了吗？听不懂也没关系啊。总结来说就是，改革派的人靠着这个阵法灯，加上这种黑色或者红色的涂料，就可以做到监听整个宗门，而不被人察觉。竟然有这种事，难怪好多次我们的重要情报都泄露，我们还以为出了内鬼，搞得委婉派人人自危，让很多古宫之臣寒了心离开了合欢宗。所以说啊，知识就是力量啊！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原理，就让你们遭受了这么严重的损失。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我从没听说过修仙界有这种装置。我收留的那些心魔中有位炼气大师的心魔，是他提醒我的。原来如此，看来心魔在他身上不是负担，反而是助力。不过我让吕堂主你主动请辞执法堂堂主一职，是有别的方面的考量。我希望我这9个月的宗门生活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所以我会把可能让我不开心、不快乐的源头处理掉。不过我毕竟才筑基期，后面的计划还需要吕堂主配合。要怎么做？明天的宗门大会，吕堂主你要被顺利弹劾，这是计划的第一步。怎么回事？我怎么又躺到床上了？咦，天都黑了。今天就这样，明天我早8点过来。好。你醒了啊？我好像是刚准备现身，就失去意识了。怎么了？干嘛盯着我看啊？难道是心灵道友巧晕了我，然后替我承受了所有？啊，好累啊！真没想到一入宗就要对付元婴级别的家伙。心灵道友的身体都被掏空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你还这样舍己为人，是想让我内疚死吗？用脑过度了，得快点靠睡眠补充下脑细胞啊。那个，吕堂主那边已经没事了吗？怎么会没事啊？明天才是关键。什么？明天还要来一次吗？你放心，心灵道友，明天的那份，我绝不会再让你替我承受了。见过吕堂主。我说了，我是来找心灵的。心灵已经和我说明情况了，他身体有点吃不消，所以接下来吕堂主完全交给我就行了。吃不消？是心魔圣体吸收我的心魔后出现问题了吗？看来那样做还是会对身体有影响吗？你们哪样做的呀？他说今天就交给你了是吗？是的，您放心，我的能力不会输于心灵道友的。真是高超的演技，原来是伪装成傻傻的样子，让人放松警惕，实际却是智谋不输那个心灵的高手。既然这样，那就跟我来吧。是。昨天我可是连夜恶补了屋子里所有跟双星有关的书籍，虽然只有理论知识，但也绝对比单纯的心灵妹妹强多。咱们这是去哪？议事厅啊。心灵没跟你说吗？说了的。议事厅？这是昨天书里写的，用意想不到的地点来增加双雄的刺激吗？没问题的，就是不在床上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到了，我们进去吧。
知道，这个我也知道，这是书里写的，加入围观的人可以巨幅的增加修炼的速度。难产人也太多了呀！一上来就这么超标的难度，我做不来啊！不可以！比起心魔道友的遭遇，我承受的这点屈辱和委屈根本不算什么。而且心灵妹妹在昨天经历的事，说不定比我现在还难以承受。她都什么都没有抱怨，我怎么能在这里退缩？好了，既然人到齐了，那就开始吧。来吧！呀，神清气爽。系统，现在几点了？2点。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吗？是下午2点。那不是已经错过了宗门大会了？绿堂主怎么没来叫我？蓝月道友，你干嘛呢？我已经没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了。都筑基了，这样是死不掉的吧？那这样呢？哎，住手！你来真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要拦我，让我死啊！所以说，你是把宗门大会当成了双修的一环了？别说了，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那吕堂主人呢？应该是去处理职位交接的事宜了。他被成功弹劾了吗？新上任的是哪个？好像是叫孙思婷。啊？怎么会是他？他不是阵法堂堂主吗？是啊，但宗规里没写堂主职位不能兼任。这是怎么回事啊？吕堂主明明说，就算被弹劾，接任的肯定也是稳稳派的成员啊。我也不太清楚，貌似是有几个本来是吕堂主这边的长老会成员倒戈去了对面，所以票数上失利了。这下麻烦了，失去了长老会的人数优势和执法堂的话语权，合欢宗要变天了。唉。心灵道友，蓝月道友，你们果然在这儿。咦，你不是那个考官的侍女吗？有什么事吗？你们俩快跟我走，我带你们离开合欢宗。啊？合欢宗多堂联名举报前执法堂存在严重的舞弊行为，整个宗门内的前执法堂成员都要被禁足接受调查，外派任务的成员也都被紧急召回了。你们现在不走就走不了了。啊？这边，我们应该得罪了冯考官吧？为什么还帮我们？哪里的话，冯教习是帮吕堂主筛选合适的侍女，才让我去索贿的。那些钱我们最后也都还回去了。吕堂主被控制前，特意嘱咐了教习要把你们捞出去。心魔，他说的是实话吗？他在放屁！姓冯的就是改革派的狗腿子，吃拿卡要新进底子，但金额不多，也没人投诉。吕淼从来没正眼瞧过他。好，我知道了。哎，还有，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在这特殊空间，我虽然不会消散，但一直好饿啊。你能不能让我回吕淼身边？反正你也要离开合欢宗啊。那把你吃掉我的那些阴煞之气还给我。这又怎么还啊？还不了就老老实实在我这儿打工补偿。打工？先别和我说话，不要思考事情。他为什么要说谎啊？要说得罪了姓冯的要报复我，那根本不需要带我走。单单是前任堂主侍女这个头衔，他在宗门内就能随便找个理由弄死我了。吕堂主人呢？听说也被禁足了，宗主想保他，但被大长老拦下来了。想当年吕堂主可是宗门第一高手，
可惜因为心魔的原因，修为不增反降，不然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来人止步！长老会有令，前执法堂成员在接受宗门审查之前，不可擅自离开。没想到竟然出动了长老会的直属部队，有味。哼，前执法堂成员惨了，落到他们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前辈，我们是在执行特殊任务，这里有手信。长老会直属吗？那就好办了。啊？你身后的人就是星灵和蓝月？是的。仙灵道友，你干嘛？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了解。我要征用你的衣服，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好。星灵道友，你和那个前辈认识啊？不认识啊。那他为什么对你言听计从的？因为这是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说，计划是什么呀？还有你干嘛巧遇那个侍女？她不是来帮我们的吗？我信不过他，蓝月道友你也是，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嘿嘿，果然这身行头很好用，已经飞出合欢宗的地界了，也没人过来盘查。时候不早了，先找个地方落脚吧。啊！小心！星灵道友，还真是小瞧你们了，竟然能伪造大长老给隐卫的传信，害我多费了不少功夫。前辈是不是找错人了？我们并不认识前辈。之前你们戏耍老娘，把给了的好处又要回去的时候，可没把我当前辈吧？什么？你是合欢宗的冯考官？说吧，怎么伪造传音的？我可以给你个痛快。这是头发，竟然带着如此浓郁的剑气，不输于玄阶飞剑了。不过也只是雕虫小技。什么？没事吧，蓝月道友？仙灵道友，你的头发呢？想砸碎，老娘要宰了你！不还手！邪遁术了，我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这下去不行，我非打不到就死不了。这公主可是一发都扛不住啊！蓝月，一会儿我数到1，你就对我使用你最强的剑诀攻击那个女人。什么？对你用？速度提升了，是加快了精血的燃烧吗？没用的，区区筑基，就算精血燃尽，也逃不出我的神识锁定。嘿，3，找死！竟然主动拉进去，这回我看你怎么躲。2，神伤诀。苍寒破天诀！竟然直接把我灵力抽空了！西灵道友，这到底……还好老娘用的被动激发地阶权杖，他用的什么手段？竟然能绕开我的神识防御，直接进攻尸骸，害我无法调动灵力，差点就栽在2个筑基杂碎手里了。别紧张嘛，咱们现在的情况一样，我没法调动灵力，你们的灵力也耗空了。
所以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体术对决吧。等你的同伴醒了，就用你残破的尸体给他一个惊喜。不要！哼，少虚张声势，你根本就没有驾驭法宝的灵力了。可恶，疯子，竟然自爆了法宝，这威力起码是地阶的。啊，什么？居然又是一件地阶，太有趣了！继续啊，老娘倒要看看还有多少地阶法宝可以爆！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把钱要回去啊？我在这儿。哎，他是那个教习，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自爆了11件地阶法宝。是的，多亏了心灵道友你的神识攻击，让他不能动用法力护体了。承让，你的氪金之力也很强。这小妮子是多有钱呐！11件地阶呀！我那便宜师傅也才用得起玄阶上品法宝吧？哎呀，宗主，别扣我俸禄了。能说话吗？我有些事要问你。我可是合欢宗教习，你们竟敢……还能说话就好。你给我吃了什么？我问你，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大象踩死蚂蚁，需要什么理由？你们要走我的好处费，落了我面子。什么？嘴巴不听使唤了？就因为这种小事，就追到这么远来杀我们？我只是想教训你们。灭口的指示是孙堂主下的，可恶！快停下来！那为什么要让你那个侍女演绎出要救我们的戏，直接动手不就好了？是孙堂主的指示，他说，如果你答应跟侍女离开合欢宗，就把你们引到指定地点除掉。如果你不同意离开，就千万不要对你们出手。为什么？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这可有意思了。可恶，我的体内生机在减少，你用了什么邪法？蓝月，合欢宗是回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吗？我听说青云宗在招收新弟子，要不要一起去？千元宗嘛，倒是可以。不过我要先去办些事，咱们到时候在千元宗会合吧。要办什么事？我可以一起吗？可以啊。因为快到父母亲和哥哥的忌日了，我想要回老家祭拜一下。啊？那我还是在青云宗等你吧。好，那我们回头见啊。那就千元宗见。好。宗主刚才兜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这不是为了把公主忽悠走吗？现在这个情况，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合欢宗。救救我！不愧是金丹圆满，能扛住真元谷这么久。救救我！救救我！我什么都愿意做。系统，有控制别人的功法吗？商城里有10几种，不过最适合宿主的是奴印法，可以在对方识海种下奴印印记，只需心念一动，
对方就会识海崩散，还可以实时监视种下奴印之人的所见所闻。但前提是对方完全开放识海，不做防备，不然只要有丝毫的防备，都会导致种印失败。好，就用这个。什么？已经把那个星灵除掉了？还不知道，不过我的人已经去追杀他了。什么境界？金丹圆满。哼，上一个追杀他的可是元婴期的。我提前让人去试探了，说是宗内很危险，要带他逃走。如果真像你说的，他是来找你的，那他肯定不会答应，毕竟他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他要是真那么强，宗内也没人能威胁到他。然后呢？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逃跑计划，还甩开了我派去试探的人。那会不会是假意逃跑，然后暗中潜伏起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派了那个金丹器的去找。如果找不到，那就要警惕起来了。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刚才跟我传音说发现了对方的踪迹，而且已经逃出合欢宗的管辖范围了。所以他是真的想逃跑？是啊，看来你是哪里搞错了。欧阳老怪的死或许跟他并没有关系。但愿如此，那老夫就静待你那手下除掉他的好消息了。你刚说他就传消息回来了。孙堂主，任务失败了，那个心灵是个隐藏实力的顶尖高手啊！发生什么事了？你现在在哪儿？传音讯号中断了。果然，老夫就知道，这下大遭惊蛇了。他既然能给我传音，应该暂时安全。当务之急，先找到他，把事情问清楚。主人，你交代的话我还没说完。说多错多，反正目的也达到了。啊？什么目的？不该问的少问。是。宗主，你怎么就成顶尖高手了？你问我，我问谁去？我是看他一个元婴期对付我这个筑基还这么拐弯抹角的，就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被我猜对了。你怎么知道猜对了？如果是一个金丹圆满的人说一个筑基期是绝世高手，你会怎么回应？那他不正常。是啊，可那孙堂主却很认真地问发生什么事了，这不奇怪吗？的确，不过只凭这点，嘿，当然了，还需要进一步佐证，所以请给我那伪装成绝世高手的功法。并没有这种功法，那就自己造呗。之前不是得了一个功法 DIY 券吗 ？DIY 也要符合修仙界的规则。啊，这个东西怎么在面板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不枉咱们这几十年来的精心布局啊！大长老，长老会那边怎么说？另外4位长老还没有转变心意吗？唉，老身是劝不动他们了。无妨，反正站在咱们这边的有6位长老，现在除了执事堂的力量，长老会的隐卫也相当于听从咱们改革派调遣了。是啊，维稳派大势已去，咱们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拳脚了。对了，我刚才看到一众隐卫全离开了宗门，不知道大长老是有什么安排吗？老身是受孙堂主所托，找一位咱们宗门叫做冯月的教习。找人这种小事，为什么要出动隐卫？喂，老孙，发什么呆呢？哦，隐卫那边传消息来了，说是人找到了，老身也蛮好奇的，大家一起去看看吧。这伤的也太严重了。哪个不开眼的，敢对咱们合欢宗的人出手？冯教习并不是受到了直接攻击，只是被波及了。啊？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在身上发现了这个。录了什么？他伤成这样，留影时却没事，
肯定是被他特意保护起来的。各位自己看看吧。这人不是姓吕的新招那个侍女吗？怎么可能？这，你们都感觉到了吗？虽然被刘影石记录下来的气息很微弱，但错不了，这是天道威压。他莫非是要渡劫？可应变突破化神才需要渡天雷劫，他不是在筑基期吗？看来，即使是微量的天道威压，也不是刘影石能承受的。原来冯教习是被雷劫波及的，才变成这副样子的吗？那个侍女，不对，渡劫前辈呢？不清楚，我找到冯教习时，旁边并没有外人。孙思婷，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些什么吧？不然也不会特意让影卫去找这个教习。不能暴露林志远，不然我也会被牵连。他区区筑基就破坏了我针对吕淼的计划。我觉得事情有蹊跷，才派了冯教习去试探一下，结果冯教习却失联了。渡天雷劫可是要应变突破化神啊！咱们这苍兰国除了龙脉下面的那位，就只有青云宗的太上长老达到应变期吧？其他国的应变期也不会特意来我们这里渡劫。如果是五大神殿呢？五大神殿的人更没理由来这里渡劫吧？老神有收到消息说，五大神殿近期可能会让神子来下界历练。神子吗？那还真有这个可能。不管他是不是神子，这人都是咱们得罪不起的存在。虽然不知道他为何隐藏修为来咱们宗，如果他再出现，务必小心应对，争取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可他好像是吕堂主那边的。可笑，他那种顶尖高手会去当别人的侍女吗？他这么做只可能是为了应对雷劫需要的心境上的突破。一旦渡劫成功，我敢说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姓吕的。可他真的要是为了心境上有所突破才伪装成筑基，那咱们对他的态度又该如何拿捏？他能选择我宗历练心境，是一个天大的机缘。如果再回我宗，各位需装作不知他的身份，继续把他当作筑基期弟子对待，但也要尽可能的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谨遵大长老旨意。冯教习醒过来的话，第一时间通知老神。明白。明白。神子嘛，他们可真能脑补啊！司主，你还真把他们唬住，就是代价有点惨烈啊。没办法，必须让那雷劫劈下来一刀，这不然唬不住那群老妖怪。我是真没想到，非这分身吸收的融合妖丹，还能从系统属性面板里取出来，也正好借此机会检验一下祭血阴煞珠的肉体恢复上限。看来肉体恢复的效率比神魂要快得多啊！合欢宗，本神子来了。蓝月，你怎么回来了？是心灵道友教我的吧？不要别人说什么都相信。我飞出去很远，突然想到你去的方向和皇城相反。皇城？不是，没什么。哦，我懂了。这里本来就离公主所在的皇城很远，按我忽悠她的，就算她小时候偷跑出来，也只能在皇城边上，所以我要回村，也应该是朝着皇城方向飞。这妮子，你想象中那么笨啊？干嘛盯着我看？心灵道友，你应该有不得不回合欢宗的理由。我知道自己很傻很笨，就算大义凛然的说跟你回去，也肯定帮不了什么忙。甚至会给你添乱，所以，请你收下这个。如果遇到化解不了的危机，就破开禁制，
里面的东西说不定能帮到你。是什么保命手段吗？不过储物间外面没有禁止，一旦破开，里面的东西会慢慢失效，所以不到生死危机的时候，不可以随便打开。那你还是自己留着好一些。你不收下，我是不会让你自己回合欢宗的。就算我不是心灵道友的对手，也会拼尽全力阻止。那就一起回去了哦。啊？心灵道友，你到底在想什么？既然同意我跟着你，当时为什么要骗我？因为局面不一样了，我没法保证你跟我分开后遇不到危险，但我能保证待在我身边绝对安全。啊？到了合欢宗仙城了，下去赚博积分。哼，什么绝对安全呀？西魔道友，你妹妹真能吹牛。不过之前跟她分开的时候，心里突然感觉空落落的。现在虽然知道跟她回合欢宗会很危险，却特别的安心。入城可以不用给零食？是啊，只需要小妹你陪陪我。啊？静和，静和，弟媳！什么人胆敢在合欢宗仙城闹事？什么情况？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更应该低调吗？难道西莲道友跟此人的仇怨已经深到了没法可知的地步了？他脸上有蚊子，我帮他打一下。你这不是赤裸裸的找茬吗？等等，你是几天前的？是啊，就是请你喝酒还被骂小浪蹄子的那个人。请个屁！你给我的正好500灵石。哪里来的跳梁小丑？拿下，送去审讯室。等一下，几位让一让。执事。哎呦呦！哎呀，沙春，你不在家待着，跑这儿干什么呀？宋统领，这人是我一位故人的子嗣，天生这里不太好，平时都是锁在家里的，不知怎么偷跑出来了。哎，沙春，快走了，快走了，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结阵，上！哎，怎么了？这是凝结结阵之人杀气的压制型阵法，宿主体内的血迹阴煞珠可以屏蔽这种压制。哦，这样啊。没事吧？宋统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本统领还想找你呢，没想到你亲自送上门了。之前检举我们守卫索贿的事儿，就是你干的吧？你知道老子赔了多少灵石吗？不要血口喷人！你们仙城守卫是想袭击内门执事吗？王承瑞，你以为我没收到消息吗？吕堂主已经倒台了，等执法堂清算完，就轮到你们执事堂了。老子现在随便找个理由弄死你，都不会有人说什么。本想帮忙的，结果却把你们连累了。我会尽量拖住他们。你和蓝月妹子趁乱跑。傻春不跑，傻春要和伯伯一起打，坏蛋！说什么呢你？喂，醒醒，起来干活了！大师不好了，快叫孙大夫过来！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那个心灵根本不是普通弟子，他是渡劫高手的事，我们看了你的留影时已经知道了。最后他渡劫成功了吗？那不是正式的雷劫，他应该是用什么手段压制了雷劫的到来，但是不能压制太久，所以偶尔会劈下来一刀。这些事你又是如何得知？而且以他的修为，不可能没察觉到你在透露留影石吧？我之所以能找到他，就是因为发现了远处的劫云。等我靠近时，他已经被雷劫锁定，所以无暇顾及我。雷劫后，
我被压在碎石下面，他也受了很重的伤，应该是没察觉到我还有一口气，以为我死了。然后我听到了他在和人传音。师傅，一解丹渐渐没法压制雷劫了，我又挨了一刀。你要抓紧时间完成血祭，切记要用女性修士的阴性精血。徒儿知道，所以才选了合欢宗。其他国家女性为主的宗门我也调查清楚了，全部血祭的话，应该能助我功法大成，度过雷劫。切记，你的功法虽重杀戮，但极其讲究因果。你如果乱开杀戒，必被功法反噬。徒儿明白，现已伪装成地阶修士，高调行事，就是引对方先对我动杀念，我便可顺理成章的出手了。后面我就失去意识了。血祭，还有血祭咱们整个合欢宗，竟有这种事！此人来我宗不是天大的机缘，反而是天大的灾祸。快出动所有隐卫，务必最快时间搞清楚这个心灵的动向。大长老，守在仙城的隐卫传来消息，仙城正门执事堂的人和守卫起了冲突。现在没时间管这些小事。但是他描述其中一人的外貌和流影石里面那个心灵极其相似。啊！哎，你别想着舍己为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老子最喜欢玩天残地缺了。可恶，被阵法影响了灵力运转。别说逃跑了，星灵和蓝月一直待在这阵法里都要撑不住的。星灵妹子呢？啊，星灵，好快呀！他没有受到凝沙阵影响吗？不过外散的气息顶多筑基呀，还赤手空拳，没有法器。嘿，果然是个傻子，喜欢找死。自爆左拳。威力没控制好，你们没受伤吧？竟然一拳就把有阵法加持的宋鹏伤成这样！怎么可能？分明只有筑基期，怎么攻击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星灵道友，你的手……没事，这招就是这么用的。宗主你够狠啊！把自己的身体零件当成法器自爆，这种主意你都想得出来？这不是受了之前蓝月的启发吗？我肉体虽然弱了点，但灵根用的可是天阶的魔剑灵啊，就想着自爆，应该也能有些威力吧。动静闹得太大了，得快点离开。我们快走吧！这人自然散发的杀气，竟然比那个阵法还要强。灵号隐贵，他怎么会来这儿？竟然惊动了灵号大人，我看你们怎么死！谁来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影卫大人，内门执事王承瑞伙同外人挑衅我仙城守卫，属下念在都是同门，对其规劝，却被偷袭重伤。宋鹏，你少颠倒黑白！我颠倒黑白？那你说说，这仙城的城门是谁毁坏的？伤了我的事儿，念在这人和王执事关系不错，我们又是同门，我可以不追究。但此子胆敢毁我仙城城门，就是在赤裸裸地挑衅我合欢宗，践踏我合欢宗的威严。宋鹏，你少在这里扣帽子！若不是你布置凝沙阵，故意刁难，对我等出手，这城门也不会毁。哼，那是谁最先无故打杀我部下的？还不是无故！我们看到那个守卫想拐骗一个小女孩，如果不信，可以去找来那个女孩当面对质。什么小女孩？她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是啊，跟小女孩没关系啊。我打她是因为她脸上落了只蚊子。原来真是个傻子。还有这人脸上沾了狗屎，我想帮他掸掉，他就挥拳阻挡，我就只能加大力道，就不小心把城门毁了。啊！
大人，您可听到了？此子如此羞辱于我，欺人太甚。事情的经过我了解了。多亏了王承瑞你这个傻子亲戚，这回你想不死都难了。宋鹏，作为仙城的首位统领，代表的不光是自己，同时也是我们仙城的门面。啊，大人过奖了。但这门面的脸上却沾了狗屎。你这样丢的不光是自己的脸，同样丢的是仙城的脸，是合欢宗的脸。大人，等等，我没有啊。该罚。我没有沾呐。这发生了什么？胆狗屎把城门炸了，这也能信的？还把宋鹏给宰了？哎呀，叫他勤洗脸就好啦，也不用这样嘛。你为了我们合欢宗着想，却还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是我的失职。如果这样不能平息道友心中的委屈的话，我愿以死谢罪。啊，不至于，不至于。我是在梦里吗？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道友还需要什么补偿，尽管提。补偿就不用了，我其实是合欢宗弟子，现在想要回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之后我说大长老您想见他，他说要在执事堂等您，周边有5名野卫盯着。你做得很好，此子自己说过，其修炼的功法极重因果。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切断他对我宗出手的因。可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一个守卫统领杀就杀了，但他要是把矛头指向宗内骨干，老师已经派单长老去往圣殿，告诉他们我苍兰国来了一个将要渡天雷劫的魔族。他是魔族？可魔族不是几千年前都被放逐到了幽冥海了吗？不管他是不是，武圣殿都不会坐视不理。五大圣殿除了对抗魔族的态度高度统一，其他方面可是斗得水深火热，而且都自诩名门正派。就算他不是魔族，而是哪个修炼邪法的圣殿神子，其他4圣殿肯定也不会放过这种打压对方神子的机会的。大长老高见。所以一定要在圣殿使者到来之前稳住那个心灵，抹杀一切他可能对我宗出手的理由。遵命。老身先去会一会他，知己知彼，才能更好的制定策略。心灵道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元婴期的前辈对待你也太客气过头了吧？啊，不对，都不能说客气，简直就是卑微了。吕堂主都被他们软禁了，为什么会对你这个侍女是这种态度呀？所以说喽，待在我身边绝对安全啊！啊，不是，这种诡异的安全反而让我很惶恐。老身合欢宗大长老苏青雨，让心灵小友久等了。身为大长老跟一个侍女这么客气，真的好吗？进别人房间要先敲门啊，懂不懂礼貌？是老身唐突了。心灵小友在吗？不在。老天啊，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是要跟他回宗门了。我现在感觉自己是一件陪葬品。我是说我想拉屎，你等我1刻钟。好，那老身1刻钟后再来。那个心灵道友，我看我也帮不上你什么，我还是去青云宗等你吧。
老身这是流影石，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影像？难道是契唐先发明的？房间有先敲门啊，懂不懂礼貌？心灵小友在吗？不在。那家伙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羞辱大长老？欺人太甚！肯七夕也就有筑基，是哪个大势力的子嗣吗？竟然如此跋扈！哼，筑基了才拉屎，拉你大娘！那边根本就没有茅房。旁边那个绿头发的是他的丫鬟吗？弄不死他，我也一定要弄死他的丫鬟。对，煎成炉点，拌到窑子里去。嘿嘿，这个分加的太爽了。我要死在这里了。很好很好，这波直接赚够任务的一半多了。要引发宗门暴乱了，西伦道友，你是想拉着我一起死吗？是不是我公主身份暴露了？别担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还对策？你一开始不挑是不得了吗？怎么又来？人在发抖啊！哼，现在知道判了，晚了。没错，让他当众给大长老下跪道歉。一群老阿姨，你们大长老都没说什么，用得着你们出头？谁再逼逼赖赖，我直接把他生魂抽空，衣服扒光送给城门口乞丐流浪汉，这样就没问题了。哪里没问题了呀？杀了他！我要杀了他！管他什么身份，老娘都绝不让他活着走出合欢宗。此子欺人太甚！大长老息怒，等圣殿使者到了，就是他的死期。没错，让隐卫稳住宗内弟子，这人的目的就是引起宗内弟子暴乱，好给他对我宗出手制造理由。是。来了好多黑斗篷的家伙！成了！好了，来月道友，我事情办完了，咱们去千元宗吧。你回来就是为了得罪整个合欢宗的吗？干嘛着急离开？合欢宗高层如此忌惮宿主，何不再多留一阵子，赚取更多积分啊？见好就收吧，那些妖怪不可能一直任我胡来的。天外有天，千万别小瞧了一个建立了几千年的宗门底蕴。吕堂主那边呢？我又不欠他什么，反而救了他一命，还帮他除去了心魔。他们宗门的内部矛盾，我就不干涉了。而且我急着离开，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什么？我想大师姐了。别紧张，我是来找星灵前辈的。还好，影卫都去平息骚乱了，不然在下很难前进了。别紧张，我是来找星灵前辈的。这是能远处操控的高阶机关傀儡，大概有金丹中期的实力。你管我叫前辈？是的，我知道前辈计划血祭整个合欢宗，我可以帮忙。什么？你应该也看出来了，宗门高层现在都知道您的目的了，以及您功法的局限性，所以他们是不会轻易给你动手理由的。你是哪位啊？我凭什么信你？在下只是个无名小卒，我知道前辈和林之远有过节，为表诚意，我现在就可以带前辈你去他的藏身地。系统，这傀儡我能一击毁掉吗？做不到啊。我不喜欢你隔着玩具跟我讲话，有诚意的话就亲自来吧。好，那在下要考虑一下，晚些再给前辈答复。麻烦了，合欢宗竟然有人知道我跟林之远的事。星灵道友，那人说的什么意思？什么血迹啊？来不及解释了，咱们得要马上离开。心灵小友，1刻钟到了，这回干脆不搭理老身了是吧？心灵小友是睡着了吗？哎，心魔，你确定这执法堂的密道只有吕淼和宗主知道吗？确定，但你就这么凭空消失，他们肯定也能猜到有密道，找到这里只是时间问题。该死！
子，没想到要这么快跑路。早知道我就说我要拉屎拉1个时辰了。宿主，干嘛这么急着跑啊？不跑就来不及了，我暴露了啊！那个傀儡就是来试探我的。如果真如我自己说的那样，我的功法击中阴骨，那我肯定会想报复跟我有过节的林志远，没有理由拒绝他。但我真跟他去见林志远，就会有2种情况：一，他在骗我，没见到林志远，那我应该报密，起码得毁了这傀儡泄愤，但我做不到。2，他真带我去见了林志远，那我就更没办法了，又不能靠虚张声势弄死他。的确啊。怎么了？冯教习被杀了，奴印的控制断了。啊？奇怪了，要是怀疑冯教习被我买通，应该是严刑逼供才是，直接杀掉是什么情况？坏了，宿主，他们8成是要搜魂术一类的术法。直接问死人是吧？真够狠的，看来我要彻底暴露了。哎，小友，我记得你有法子还能穿透所有禁制阵法是吧？你要干嘛？做个交易如何？我有个情报，或许能帮你摆脱现在的困境。这确定是从他渡雷劫之处挖出来的土壤吗？是我托影卫带回来的。怎么了？老夫和涅槃殿有些交情，当年有幸参加过应变修士突破化神的渡劫大典，以及天劫法宝的出世大典。2种情况虽然都会引发雷劫，但雷劫的性质有明显的区别。你从他渡劫地带回来的这些碎石土壤携带的气息，不是应变突破的雷劫，而是异宝现世的雷劫。都是假的。他身上有一个能引发雷劫的珠子，他自己的实力就是筑基期，千真万确。要不是那个蓝月引爆了大量的地阶法器，我已然将他们2人诛杀了。不愧是林老，见多识广，真被你说中了。可恶，跟他那个畜生哥哥一样，天杀的小崽子，把老夫骗得好惨。他能杀掉欧阳怪，8成也是靠着那个能引发雷劫的至宝，但冯月差点将其杀掉，他都没用。你觉得是为什么？能让筑基击杀元婴的至宝，绝对有诸多限制，肯定是杀了欧阳怪以后，短期都没法再用了。保险起见，就先动用你炼制的这些机关傀儡，把它弄废了，咱们再出场。可以。能引发天劫的至宝啊，那绝对是天劫无疑了。倒是你，不打算把这事儿透露给改革派的其他人吗？哼，我哪派都不是，我渴望的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实力和权力。现在达成目的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我干嘛还要和那些被宗门观念束缚住的家伙们为伍呢？刚好老夫追求的是气道的极致，对权力这种东西没什么兴趣。林老放心，只要得到那重宝，扫平所有碍事的家伙，咱们便可以肆无忌惮的扎根这传承了1000年的大宗派了。现在要想想怎么绕开宗门内的其他人，把那个星灵引出去。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影卫那边传消息来说，星灵和同行之人不见了。什么？不见了？不是有很多影卫盯着他吗？是啊，8成是走了执法堂内的什么机关密道。毕竟他之前是吕淼的侍女，还深得信任。可恶！快派你的人去执法堂，得比他们先找到密道入口。别急，完全不用去找什么入口。竟然没人看守，都被调去执法堂寻找密道了吗？这样也好，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想动手杀影卫。见过宗主。
孙思婷，你来这做甚？我是有事想请教吕堂主。好呀，过来聊聊。这锁灵阵我就不进了，我是想问一下吕堂主，你们执法堂密道的出口在什么位置？什么密道？没有那种东西。我比较赶时间，废话就不多说了。这些都是你的心腹手下吧？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不告诉我密道的出口位置，我每隔10息杀一人。大胆！宗主可还在这里？你们竟敢同门相残！决定他们生死的是你，不是我呀，吕堂主。还有4息。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过来问这个？1息。出口在马鞍山脚的一个破败寺庙。那我就不叨扰2位了。我果然不擅长演戏。前辈，这是急着去哪里呀？可恶，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全部都是高阶机关傀儡，最弱的也有金丹初期的实力啊！蓝月，再快跑！好。丁浩，丁浩，你们跟上。啊！给我爆！刀子绝了吗？可恶，一个都没拦住吗？顾好你自己吧，前辈。不错，你算是我见过实力最强的筑基中期了。金丹初期的傀儡都被你弄坏了2个，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很好，气还破了，他已经是个废人了。小崽子，你和你哥可是把老夫骗得好惨呐！孙思婷，林芷然可是被青云宗和万象门联合通缉了的，你竟然跟他同流合污！敢直接叫我的名字，你还把自己当前辈呢？呵呵，只要得到你身上那个引发雷劫的至宝，老夫会让青云宗和万象门付出代价的。什么？怎么很惊讶吗？要不是林老见多识广，知道修士渡劫和法宝渡劫的雷劫不同，我们还真都被你唬住了。这是2人身上的储物戒，很好。没有，可恶，这里也没有，都是废铜烂铁。小崽子，你把东西藏哪里了？孙思婷，你杀了这老杂毛，我让你独享至宝。哼，别白费力气挑拨离间了，我和林老的利益不冲突。小崽子，果然跟你哥一样阴险，不知道等我把你抽筋扒皮、折磨致死的刘影石寄给他，他会露出什么表情啊？林老，直接用搜魂术吧。不要，别搜魂！我说，嘿嘿，现在知道怕了？晚了，老夫这就把你的神魂扯出来。林老，怎么回事？没事吧？可恶，他跟大哥一样是异种神魂，搜魂术对他没用，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会拿剑砍人的神魂。答应我个条件，我就把至宝藏的位置告诉你们，不然我马上神魂自爆。少虚张声势，你的气海已经破了。不，异种神魂无需调动灵力也能自毁，
说说看，你有什么条件？我想要问孙堂主一些问题，希望您用道心启示，如实回答。可以答应，反正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好，我孙思婷保证回答心灵问题的真实性，如有半句虚假，此生修为再无寸进。可以了吧？好，让我问问，你修为几尺？我拒绝回答毫无意义的问题。那我换一个，合欢宗除了你，还有别人是老杂毛林之远的同伙吗？没有了。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和老杂毛林之远的事情吗？你打算用至宝做什么？让合欢宗变成我的一言堂。就没想过造福宗门吗？没那种打算。好了，我问完了，可以动手。装死可真累。什么情况？你也得答应我，放我回吕淼身边。少废话，爱说不说。我之前感应到吕淼被关在禁闭室里，这密道前方的一部分路段恰好就在禁闭室下方。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估计他们肯放咱们出去的时候，外面就是改革派的天下了。吕堂主，听得到吗？啊，心灵，你怎么做到的？这阵法可是能屏蔽传音的。因为我也在阵法里啊。什么？哎呀，这些不重要。吕堂主，你那什么情况啊？有人看守吗？我和宗主都被关在锁灵阵里，只能调用不足1成的灵力。阵法外有2个影卫守着。哎，宗主也在？是啊，他来看望我的时候，被大长老和一众影卫偷袭，也被困在这法阵里了。这阵法有什么破解办法吗？这个是连通护宗大阵的子阵，不只能压制阵中之人的修为，还有极强的防御力，只能靠看守的2个影卫手中的阵旗打开。那阵法外面的人能看到阵法里面的情况吗？可以的。那他们能够隔着阵法感应到阵法之中人的修为吗？感应不到，这阵法能屏蔽神识探查。怎么了，淼淼？表情怪怪的。那就好办了，吕堂主，我要你跟宗主配合我演一出戏。我是你的话，就会继续装死。哼！哎呀！合欢掌，这威力怎么可能？这是合欢掌，冯教习的和这个比，简直就是手枪跟导弹的差别啊！老夫地阶中品的玄灵罩都没扛住，这是元婴后期。你到底是什么人？真令人寒心。孙堂主连本宗主都认不出来了吗？陆生哥，怎么可能？我去找吕淼的时候，你明明还在阵法里。想不通就别想了，当个糊涂鬼吧。宗主，刚才心灵跟我传音说有办法让咱们离开这里，不过需要您我2人的配合。计划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一个男人的魂体钻进阵法。这里竟然有2个大美人！什么？那是什么东西？怎么跑到法阵里的？然后你们假装不敌。气息被压制到这么弱的元婴期，我这就吸干你们！看守的影卫看到快点禀报大长老，很大概率会打开阵法营救。果然还是要传音给苏青雨，计划失败了。邪罪受死！辛苦了。他们没传音给大长老吗？竟然会打开阵法？是啊，很奇怪。心灵小友现在何处？在下面的密道里。蓝月这是怎么了？啊，他没事，只是被我敲晕了。啊？
我知道二位前辈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但是我这边比较急，所以还请先容我说明一下情况。你说宗内有人要追杀你，你想确定那人的身份，所以想请我们帮忙。是的，但是我又不想打草惊蛇，不知宗主和吕堂主有没有什么分身之法，能留个假身在阵中，以防有人过来查看。你太看得起我们了，身为化身，要到化神期才能修炼。假身不需要继承咱们的修为，锁灵阵法能隔绝神识，就算咱们随便找2个人易容成咱们的样子，也没人发觉的。啊？从哪儿随便找啊？这里不就有个现成的？那就我和宗主易容成你和你这位朋友。不，那样太容易暴露了。宗主是元婴后期，和蓝月交换被识破的概率最小。吕堂主继续留在阵法内，防止露馅。这样的话，如果追杀你之人是元婴后期的大长老和单长老，我一个人恐怕没法应对。这个不用担心，我很确定那人和大长老不是一伙的。至于单长老，我也查过了，他目前不在宗内，在离这里万里之外的地方。什么？他跑那么远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好，那就这样办吧，我随心灵小友一起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宗主，都解决了吗？这老头还挺难对付的，稀奇古怪的法宝一大堆，差点让他跑了。按你说的，我把东西弄得很大，大长老他们被引来了。好啊，那就继续按照计划进行。系统，释放阴煞珠的气息，力度控制在能对元婴后期产生影响就可以了。好。什么？这何等恐怖！这是屠杀了多少高阶修士，才能形成此等威压的煞气？苏青羽，你来的正好，快来帮忙！这人竟然是一个隐藏起来的绝世高手，我不是他的对手。一宗之主对我出手，那就意味着你们合欢宗向我宣战了。我终于得到可以削减你们宗的阴了。什么？你对他出手了？是他挑衅在先。可恶，失策了！他竟然放出被困在阵中的洛生哥来当做突破口。你尽量拖住他，我回去探索。大长老，咱们不帮宗主吗？咱们再出手才是真的无法挽回了。现在回宗还有一线生机。完全不想帮你呢。意料之中，他说要回去开护宗大阵，让我拖住你。不过心灵小友，你身上这么多秘密，就不担心本宗主图谋不轨吗？我的确考虑过这种情况，也做了些准备。是什么准备啊？宗主您可以试试。哎呀，开个玩笑，本宗主才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人呢。心灵小友不会真是游戏人间的绝世高手吧？宗主说笑了。关于护宗大阵，宗主能跟我详细说说吗？保护宗门的阵法有什么好说的？各宗都差不多。开启后，除了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能出来吗？你是问这个？阵法有3种形态，第一种是蓝色防御模式，外面的进不来，但里面的可以出去。第二种是戒严状态，红色，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第3种紫色是困阵模式，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能进来。切换形态的条件呢？需要10位阵师通过阵旗和法诀就能切换，但是护宗大阵的开启、关闭以及切换模式都需要至少2刻钟时间。这样吗？心灵小友有什么打算吗？我记得孙思甜就是阵法堂的堂主吧？通知，宗门有紧急事项宣布。合欢宗内门外门所有长老弟子，请于半刻钟内到宗门外广场集合，迟到者严惩。什么情况？宣布事项，干嘛要去宗门外？谁知道？已经通知所有改革派的核心成员按兵不动了。大长老，这样真的好吗？我没把握护宗大阵能拦住他，只能用他的功法特性赌一把了。只要咱们这些核心能活下来，就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洛生哥，你可得负起责任，尽量拖得久一点。啊，那不是吕堂主吗？我听说他被软禁了呀。他手里抱着的是谁啊？申哥，为什么不直接让我揭露苏庆宇的阴谋，让全宗人都知道他的嘴脸？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但心灵小友有别的计划。什么计划？让合欢宗破而后立。大长老，所有长老弟子已经集合完毕。好，马上告知阵法堂那边开阵。怎么回事？这不是护宗大阵吗？把我们结合在外面，然后开护宗大阵是什么意思啊？啊！那是什么人？好浓郁的杀气！哎，那个人，那个人不是流影石里对大长老出言不逊的家伙吗？喂，你们看，他手里的那不是宗主吗？啊！怎么回事？宗主这是怎么了？啊！大长老朝的人飞过去了。苏千羽，你什么意思？开护宗大阵，外面还留下这么多人。前辈，我合欢宗有2大派系，势同水火。宗主隶属于维稳派，而我等则是改革派。因为宗主触怒前辈，就要连带血祭跟宗主敌对的我等，是否违背前辈功法的因果规则呢？什么？血祭？大长老在说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人乃是一个应变期即将度化神雷劫的魔头，他来我宗的目的就是要血祭整个合欢宗，动其修炼。苏青羽是想牺牲这里所有人来保全自己。什么？不要啊！我才刚入宗啊，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大长老，我们也是改革派的。别傻了，在苏大长老眼里，筑基以下还没有站队的资格啊！阵法里的人听着，我们虽然派系不同，但大家都是合欢宗的一份子。现在宗门有难，大长老却想牺牲同门保全自己，是留在阵中等着魔头血祭完我等，实力大涨后将你们屠戮殆尽，还是迈出阵法与我们并肩作战，同着魔头殊死一搏？你们自己选择吧。吕淼，你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了。这种血祭类的功法一旦完成，必须闭关炼化。各位改革派的核心，你们不用担心，单长老已经去圣殿求援，圣殿得知此事，定会派使者来援助我等。心灵小友，他说的如果是真的，那就不能拖了。圣殿使者若真来此，就没法收场了。怎么样，前辈？这护宗大阵是可以抵御应变期的。前辈虽然半步化神，但想破开此阵也并非易事。如果破阵期间，圣殿使者正好赶到，对前辈也是个麻烦。老狐狸，我要真是魔头，肯定就会避免跟圣殿使者冲突。血祭完阵法外的这些人就赶紧离开了。但很可惜，我可能比自己塑造的这个人设还要难对付一点啊。七堂的所有成员，随我一起出阵迎敌！啊，陈烨，你疯了！出来了！陈堂主真的从护宗大阵出来了！老娘是气堂堂主，宗里人都死光了，我还练哪门子气？你堂内的其他人好像不是这么想的呢。干什么？都想当缩头乌龟？给老娘滚出来！算了，陈堂主，人各有志，不要再强求了。不过要出阵的话，算老身一个吧。外面好多都是老身学生，老身也没法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孩子为了老身去送死。风导师太帅了！风导师，疯婆子，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出风头。老身也半只脚踏进棺材，死不死什么的无所谓了。那也算我一个吧。还有我。啊，林浩，你做什么？对不起，大长老，我不怕死，但害怕生不如死的活着。好，很好，好得很。
还有没有想去送死的了？都去吧。以为老身贪生怕死是吧？老身还不都是为了宗门的延续？那你出来呀，上下的人也能延续宗门。唉，前辈就不要说这些风凉话了，快点做个选择吧。大家跟我一起上！等一下，该死，陈燕这个二浪子！姓吕的，等什么？先制定个战术啊！直接冲上去送死吗？哦，也对。护宗大阵里没有想出来的了吗？那如果我说待在阵中的人会先死，你们会不会出来呢？哼，想多骗点人出去，充当你血祭的材料吗？前辈还是别白费功夫了，还留在阵中的都是聪明人。我最后数10个数，想出来的人抓紧时间。10、9、8。心灵小友，到底想怎么做？不知道呀。 5，他也没告诉我详细计划。3、2、1，时间到。啊！什么？怎么回事？阵法反转了！咦，阵法变成紫色了？紫色那不是困阵了吗？阵法堂搞什么鬼？好了，宗主，可以不用演戏了。咦？ 这样子就可以了吗？什么？你们给我半个时辰，期间别让任何人进阵法。啊，又覆盖了一层屏蔽阵法，这是要做什么？秀，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就是在你打开护宗大阵之前，就让阵法堂的堂主和一个老头通过执法堂的密道潜入进去了而已啊。堂主，这样就可以了吧？我在改革派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长老好狠的心，竟然直接下死手啊！孙思婷，这个魔头给了你什么好处？真是可悲。我虽然栽了，但起码看清了真相。你堂堂元婴后期的一宗大长老，竟然临死前还被耍得团团转。什么？没错，我不是什么绝世高手，是货真价实的筑基5层哦。不可能，那流影石里的雷劫，那股天道威压绝对没法作假。你说雷劫啊？那的确是真的。哎，怎么回事？这哪来的乌云？不对，这不是普通的乌云，这个气息，这是劫云！所有人马上撤离到100里以外。原来那雷劫不是针对你的，而是你手里的东西。天阶至宝就是此物吗？不是法器，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如此混乱的法则之力？所有阵中之人一起上，诛杀此子！蠢货，区区筑基蝼蚁，觉得能靠困阵加雷劫就能跟我们同归于尽了吗？老身只需要宰了你，再把那应劫之物放在大阵的阵眼处，等雷劫破坏了困阵，我等便可安全离开。不愧是大长老，瞬间就想到了破局之法。可是大长老，咱们一旦出去，怕不是会和外面的人起冲突？无妨，他们不清楚阵内情况，只要咱们最先得到这应劫之物，献给圣殿使者，相信使者大人会给咱们主持公道的。大长老高见。计划的很好，下次别计划了。是那小崽子豢养的邪祟吗？你主子都死了，就别出来蹦跶了。偏不！什么？李长老！可恶，黄堂主和刘长老也被波及了。哎呀呀，就这，几个人加起来一发都扛不住吗？什么？那家伙为什么会一点事没有啊？
邪祟之物不应该是最惧怕雷劫的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用慌，阵中的所有人分散开来，不要被这邪物近身。只需拉开距离，他就没办法了。别尝试用御物术，施加在应劫之物上的灵力会被天道反噬。就你主意多是吧，老太婆？啊！愚不可及，元婴气仅能掌握空间神通，你连老师的一脚都别想碰到。我们虽然不是大长老您的对手，但阻挡你1两息时间还是做得到的。畜生！我来啦！这雷劫是心灵小友弄出来的，他怎么做到的？他还真的有能引发雷劫的至宝，但他为什么能控制雷劫出现的时间？只听说过修士修炼平地天机的功法延缓雷劫降临，可从没听说过有能让已经被天劫锁定的宝物延迟渡劫的法子。哎，阵法解除了，看那，劫云也在慢慢消散。宗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动的影卫，清点伤亡人数。啊！老娘的气堂！破而后立是字面意思吗？啊？怎么做到的？被那么多金丹元婴气一起攻击，都快化成灰了，还能慢慢恢复？不该问的别问。大长老重伤，其他改革派的成员也被雷劫劈死劈残了大半。宗主抓住此次机会，改革派将再无翻身之日。真没想到，一个千年大宗的格局，竟然被一个突然出现的筑基小辈改变了。我不理解，你立了这么大功，干嘛还着急跑？我死掉才好让你们宗门的人跟圣殿交差，还有我暴露的秘密有点多。就算信得过宗主，也说不定有像你和老杂毛一样对我有非分之想的人。哼，没我们帮助，你的计划也没法顺利进行。对，是老杂毛好心，跟我种的奴业没关系。是你答应老夫让我研究你的应劫至宝，老夫才同意你种印的。那你要研究吗？那东西根本不是法器，老夫研究个屁！我也没说是法器啊。要是你没提什么条件，就愿意让我施加奴印了呢？我只是想活着。多年以后，孙思婷会明白，让心灵种下奴印是其此生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你在干什么？加个旁白，让你心里好受点啊！更难受了，谢谢。宿主啊，你之前一直比较忙，我就没说。怎么了？系统升级所需的2万积分已经达成了。啊！但系统升级的时候，系统的所有功能都会停用，包括系统空间和宿主你经常用到的传音编辑器。已经学会的功法，诸如奴印这种，不会受影响。那升级需要多久？大约要半年时间。这么久吗？修炼分身的问题，还是越早解决越好。出去以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我要闭关半年。半年后再回合欢宗吗？不，回青云宗。这青云宗的仙城也太荒凉了。是啊，城门守卫都没有。老张，请问一下啊，青云城是出了什么变故吗？大部分商户都搬去万象城了。啊？为何？说不得。老张，天凉了，这些钱拿过去买酒，暖暖身子。听说，我只是听说啊，因为青云宗和万象门联姻的那个男弟子出事儿了。
然后万象门那边就经常派人来找麻烦，我们这下属县城也遭了殃，总有人来闹事。大部分老板不是关门就是受到威胁，被迫搬去了税收比这里高好多的万象。人呢？小婉师姐，怎么了？是有大师姐的消息了吗？啊，没，是我回宗的时候，门口有个人托我把这个交给大师姐，我说大师姐不在，他就说要交给你。啊，这是储物戒啊！哟，小婉师姐，初次见面，我叫仙灵。啊，我知道你，大师姐和我说过，你是那个混蛋青叶的妹妹。我哥怎么就成混蛋了？你哥把大师姐害惨了啊！你走后大概2个月左右吧，诚心外出遇到了一个人，他说自己是苍兰国五皇子苍凌云，对诚心一见钟情。真的假的？这都能一见钟情？诚心说和你哥有婚约了，但他仍不死心，开始疯狂追求，还多次提出要见你哥，但都被宗主以你在闭关为由拒绝了。他一个五皇子，宗主还亲自接待的吗？因为他是皇子里面天赋最高者，50岁不到，现在已经是金丹圆满了，是公认的最有可能继承苍兰国皇位之人。好吧，不知道蓝月那丫头跟这哥哥关系怎么样？皇室跟各大宗门每年都有学习交流会，今年的交流会苍凌云也来了，然后就强闯了你哥的闭关室。宗门不管的吗？不是不管，是来不及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打探到了你哥闭关的地方，在皇室队伍距离那里不远处突然暴起，然后用一件地阶上品的元爆符轰开了你哥闭关场所的墙壁。小子，这回你当不了缩头乌龟了吧？你哥是炼师，为了让你醒过来，又抽空了灵力加神魂力，在常人眼中跟死了没有区别。喂，不是吧？这人死了呀？你们宗门是要拿着小白脸跟万象门配阴婚吗？师姐见他羞辱你哥，根本不顾境界差距的冲了上去。好恐怖的杀气！他跟大师姐关系也这么好的吗？你没事吧？继续说，后来怎么样了？大师姐倒是伤得不重，但她含怒出手的那一击被苍凌云的攻击带偏了，正好击中了皇室队伍中一个炼气期的少年，使其当场殒命。而那少年的身份是二皇子的小儿子。什么？本来这件事就是错在五皇子乱闯禁闭室，攻击也是被他带偏了才会害死人，但皇室那边硬是把罪责推到了大师姐头上，要咱们宗门给个说法。再加上与万象门联姻的你哥意外身亡，厉门主先是火速答应了五皇子的上门提亲，又跟皇室一起来咱们宗门找麻烦，说让2人婚约者都意外身亡，分明没把他们万象门放在眼里，要取消结盟，还要我们归还全部的陨铁矿脉，连带大师姐害死皇孙一事，提出了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的赔偿诉求。等等，这种情况大师姐人呢？她不会……徒儿，我和师父跟你的想法一样，怕大师姐的性子会为了给宗门减轻压力，做出一命抵一命这种傻事，所以想把她关起来。但她说：“放心吧，我很惜命的。”这种话我们怎么可能信？所以就和师父轮流盯着她。师姐说她惜命，难道是因为我的那些话？在之后的谈判会上，师姐提出给她98天的时间，只要时间一过，她就随五皇子去皇城受审。万象门的赔偿事宜也要98天后再谈。本来五皇子是不答应的，但诚心也跟着求情，外加上宗主还了本属于万象门的陨铁矿脉，五皇子和厉门主才同意等98天。但前提是这期间要把大师姐关在万象门，以防逃跑。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12天了，期间我一直发传音，师姐也没有回复，师姐也没说争取这98天有什么意义。从12天前算，98天后正好是我离开宗门1年。我哥的身体呢？
哦，在宗门大殿，不过刁长老一直在那里守着。我去见我哥了，如果有人问起，别说我来过。等一下。喂，你不会是就想这么飞去宗门大殿吧？我之前说过的，闭关1年，师姐是在等我。放心吧，那些趁我不在欺负你、欺负咱们宗门的家伙，我会一个一个把账给讨回来的。道有何人？为何擅闯我青云宗？大司，是以元婴起。星夜小友，到底发生什么了？老身是绝不相信你会这样不明不白陨落的。难道是混沌灵根的结束吗？什么？小混！竟然是冲着星夜小友来的。宗主，这是……没有攻击到的手感，逃去哪里了？捕捉他逃跑路径的空间波动，没有。什么？刚才那人不是用空间神通逃走的，是凭空消失了。这怎么可能？宿主，你太冲动了！明明有更温和的法子，你这样子要怎么收场啊？温和都太久了，我等不了。大师姐可还在万象门关着。太好了，老身就知道小友你不会有事的。但先前为何会进入假死状态啊？这时机也太巧了点儿。星夜小友的苏醒，难道跟那个黑衣人有关？对不起，宗主、刁长老，都是因为弟子让宗门受委屈了。小友知道宗门发生的事？是的，弟子马上就让五皇子和万象门受加倍的委屈。等等，星夜小友，你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有那个黑色斗篷，这地阶上品的养魂丹。养魂丹的材料有好几种都已经绝种了，现在市面上就算玄阶的都被炒到天价。小友，你这地阶上品的是从哪儿弄来的？小友，你拿这丹药出来是何意呀？我把这个送给宗主的话，可以拒绝回答宗主您的问题吗？哎呀，这话说的，小友不想说，本宗主不问就是了。哪个弟子没点自己的秘密啊？但要本宗主暂时替你保管，毕竟怀璧其罪，这也是为了小友安全着想。等等，星夜小友，你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有那个黑色斗篷，这是刁长老您的份儿。什么？你还有混沌灵根，还有探宝前置吗？没听说过呀。我还以为宿主你又开始大忽悠了呢。我偶尔也想节省一点脑细胞的。系统，再从商城里买2个地阶上品养魂丹。宿主，虽然系统升级消除了丹药的等级限制，你也不能这么乱花击飞啊！1颗可是要1000造化值呢。少废话，我是拿来钓大鱼的。宗主，刁长老。弟子报仇不喜欢隔夜，不知可否现在就动身前往万象门呢？星儿姑娘，你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的。我说我要跟千云妹妹待在一起，别管我叫妹妹。大房不管二房叫妹妹叫什么？你闭嘴！苍灵鱼，你做什么？什么大房二房的？星儿姑娘是想我娶她当小老婆，那不容易先应过。住手！你再动她一下，我马上自裁。哎呀，我就开个玩笑，原来你们关系这么好的吗？放心吧，我对这种货色没兴趣，我只爱星儿姑娘你一个。但你也别恃宠而骄，因为本王的脾气可不大好。影奴，还没有窦老的消息吗？探索秘境哪有那么快出来？你只要办好诚心这件事，
杜老会履行承诺的。杜老到底想干什么？为何让本王娶她？我也不清楚，不过杜老很重视这个诚心，千万不能让他有事。影奴，我发现你对青云宗和万象门的事都很了解。那个星夜在哪里闭关你都知道，你的本体该不会就是这2个宗门的人吧？无可奉告，咱们各司其职就好。藏头露尾的家伙！喂，是程岩吧？星夜，你小子不是死了吗？还有你怎么有我的传音语音器啊？这不重要，我问你点事儿。大师姐在你们宗门吗？还有你妹妹呢？我怎么联系不上她了？有千云在地牢关着呢，我妹妹在旁边陪她。地牢有屏蔽传音的阵法，你既然没死，就赶紧过来。我可不希望妹妹嫁给那个苍凌云。哦，她怎么了？对我妹妹一见钟情这种话，她都说得出来。不是在把我们全门派的人当二傻子吗？哎，你这是亲哥应该说的话吗？反正这个五皇子给本少的感觉很不好，比你给本少的感觉还要糟糕得多。后面这句话呀，可以不用说了。五皇子现在在你们宗门吗？在，还有二皇子也来了，是要替枉死的儿子讨个公道。他们皇子之间应该是竞争关系吧？是啊，不过苍兰国皇室严禁手足相残，除非有把握不留丝毫证据，不然一旦被抓到把柄，就会被废除修为，取消皇位继承权。所以你不用想挑拨他们。好，我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已经快到了。啊？为什么答应害死乌儿的那个贱人条件？反正他被关在我宗的地牢内，跑不了的。二皇子有急事的话，可以先回皇城。是啊，皇兄，我保证时间一到，就把他拎回皇城受审。哼，本王3个月还是等得起的。活着看不上，死了反而重视起来了。这话怎么说？我二哥这小儿子是酒后乱性和一个丫鬟的私生子，不然也不会身上一件护体法器都没有。这次他来也不是想给孩子报仇，我听说他欠了不少赌债，估计是想借此机会狠敲青云宗一笔。这次害怕我跟青云宗谈好了，从中间捞走他的好处，才不想回皇城的。青云宗清玄，携弟子星夜前来拜访。星夜？怎么可能？师弟醒了，看来有人要倒霉了。有趣，本王倒是要看看尸体是怎么活过来的。这个难办了，凭星夜坚毅突破的天赋，以后的高度可未必在五皇子之下呀。宗主，这时候可不能摇摆不定了。星夜虽然是天才，但咱们这次可是把他和青云宗都彻底得罪了。我知道，但如果星夜此子以后成了气候，恐对我宗不利呀。那只能趁此机会杀了他，或者废了他了。真没想到，一个死人竟然活过来了，还是青云宗也开始研究炼尸术了。宗主，麻烦您控制住，别做得太过了。我是苍兰国五皇子，你们想做什么？小崽子，你竟敢！我杀了你！别在这里狗叫了，喊你主子出来，快点！清玄宗主，你就这样纵容弟子对我皇室行凶，不大好。你是哪个呀？本王苍兰国二皇子苍觉。你不是他主子，我不跟你谈。你，清玄，先把人放了。这是我万象门的地盘，你协助弟子公然攻击折辱皇室的贵客，是想同万象门和皇室开战吗？
多会顺眼，这些人都是元婴吗？算上成立，6个初期，4个中期，2个后期。喂，二皇子殿下，我现在把你弟弟给放了，按照皇室的规矩，会有什么惩罚吗？啊，蠢材，现在知道怕了。苍兰国皇室规定，以下犯上。哎呀，停！皇室同3宗4门层级相当，我是青云宗内门大师兄，跟你们皇子算是平辈了，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苍兰国规定，同级之间无故出手伤人，被伤一方可以10倍还之。哦，10倍，那就是20个巴掌。好，可以，就按照皇室的规矩来。等等，小友，万万不可！五皇子已经金丹圆满修为了。哎呀，那刁长老，你说这个局面该如何收场啊？人家那么多元婴期呢。你问我干嘛？我出发前就说明人家宗门里最少10个元婴，是谁信誓旦旦说没问题的？弟子此行，定让2位念头通达，大爽特爽！哎，五皇子，你意下如何？好，就按照皇室规矩，还10倍。蠢货，就算再天才，毕竟才筑基中期，这次你想不死都难呐！五皇子，你一会儿只管全力出手，我和宗门的其他长老会拦下想要救援之人。不用你说，本王也会弄死这个小杂碎。喂，还不快放了本王！嗨，马上！哎个！啊！嘿嘿，好了，算上之前的2个巴掌，现在嘛，刚好是20个巴掌。干什么表情这么狰狞啊？我闭关之前就在净室内布置了自动留影装置。五皇子闯进来，无缘无故的打了我2巴掌，我就想着来还个2巴掌，这事情就算了。但是五皇子您自己说的要按照皇室的规则还10倍，我也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呀，这货绝对是先查清楚皇室的规矩，才来给五皇子挖坑的，一如既往的阴险狡诈。嘿嘿，那咱们现在可就是2清了。我放了你，你就不能还手了，不然我就还按照规矩还10倍。你欺人太甚！本王要和你苍兰斗！嘿嘿，那咱们现在可就是2清了。我放了你，你就不能还手了，不然我就还按照规矩还10倍。你，星月小友，你这些话的威力可比20巴掌还狠啊！这事传出去，五皇子就成笑柄了。小友没骗咱们，看了这出好戏，本宗主的确念头通达了不少。是啊，老身也是感觉年轻了10岁呢。欺人太甚！本王要和你苍兰斗！苍兰斗那是什么呀？我只听说过荷兰斗。当皇室子弟间遇到无法化解的恩怨之时，一方可向另一方发起苍兰斗，对方必须应战，用一场擂台决斗平息双方冲突。哦，不是只有境界相同，或者低境界向高境界发起挑战的才必须应战吗？你呀，这不是很清楚吗？首先，我并非是皇族子弟；其次，你弟弟境界可比我要高啊。所以你是要夹着尾巴逃跑了吗？真是可怜了那个为你蹲大牢的师姐。苍凌云，你要是在事情没定下前就对我宗核心弟子出手，那就别怪本宗主替你父王管教你一番了。清玄宗主放心，本王可不会对他做什么，只是万象门地牢的困阵斗有些年久失修。之前就听说一个邪修溜到了关押女弟子的牢房，那女弟子被蹂躏的那叫一个惨啊！行了，别狗呛，
我跟你苍兰斗，比试结束之后，我要带走大师姐。可以。苍凌云，你什么意思？急什么？我只说让他接走柳千云，可没说不追究他杀你儿子的责任。小友，不要冲动啊！是啊，苍凌云可是金丹圆满，你们可差着一个大境界呢。宗主，刁长老，不用劝我了。大师姐为了我才被关进了万象门地牢，我今天就这么走的话，我自己都会看不起我自己的。蠢货，稍微用下激将法就上钩了，等上了擂台，本王会把所受的这份委屈百倍千倍的讨回来。见过仙儿小姐，千云姑娘。有什么假之事？苍凌云想邀请二位观看他与星夜小友的苍兰斗。什么？哦，本王邀请的嘉宾到场了。星夜师弟，比试结束前，千云姑娘最好不要离开这边的观看席。师姐，再等一下，我马上带你回家。真是郎有情，妾有意呀！一想到你马上就要在这位师姐面前向本王摇尾乞人，就令人心情愉悦呢。我绝对要宰了你！好了，下面由我来宣读苍兰斗规则：一、苍兰斗不限制法宝、法器、丹药；二、苍兰斗需战至一方失去战斗能力，期间不可认输投降；三、苍兰斗因意在解决矛盾，不可故意伤及对方性命，无论比试结果如何，双方斗不得因为相同原因再起纷争；四、比试中如有外人插手影响比试，则此次苍兰斗和因苍兰斗产生的任何约定都不再生效。二位对规则是否有异议？没有。哎，对了，有件事我想问一下二皇子啊，你觉得令郎之死，我师姐占了几成责任？哼，自然是全责。好，我知道了。你这么说，我就没有心理负担了。唉，还是太年轻了呀。本来利用规则坑了五皇子还能全身而退，最后竟然只为了带走柳千云就答应苍兰斗。是啊，清玄也是老糊涂了，这种情况就该强行把星夜带走的，怎能任他胡闹呢？柳师侄，你怎么看？他边嗑瓜子边看。虽然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但我还是再加一道保险吧。苍兰斗开始！你干嘛？我跟星夜说了，苍凌云刚才想非礼你的事。人蛇腹！刚才你这样打本王打得很爽是吧？血遁术！星夜小友这是怎么了？为何突然如此狂暴？是啊，怎么好像憋了一肚子气的不是五皇子，反而是他一样？看，效果立竿见影。本王宰了你！苍兰破天诀！糟了，这是苍兰皇室的最强剑法，可以越阶杀敌，小友危险！本王死！好，这招啊，我也会。苍兰破天诀，这怎么可能？这小友怎么会苍兰皇室的秘传剑法的？而且似乎修炼到了比五皇子还要精深的地步。你为什么会我们苍兰皇室的功法，而且还是只有金丹期才能催动的第4层？怎么？我就是金丹期啊！师弟他金丹了，不是靠吃一大堆禁药哦，
难怪敢跟苍凌云上擂台。他闭关前还只是筑基5层啊，这才1年不到，看气息已经有金丹中期的修为了。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修炼速度？这就是混沌灵根吗？以为靠着隐藏修为就能左右战局吗？别太天真了。我刚吃下了苍蓝皇室的冲脉丹，可以瞬间提升元婴以下修为1个小境界。本来不是什么珍贵的丹药，但如果是金丹圆满服下，就不同了。本王马上就让你知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那些小伎俩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空间波动，此次靠服用冲脉丹，竟然触摸到了元婴期的门槛吗？元婴期以下修士的境界，可以概括为提升身体能容纳灵气的总量，属于量变。但只要达到元婴，就可以接触到让修士发生质变的契机，那便是法则之力。其中空间法则便是大多数元婴最容易接触，但却又最难精深的法则之力。接下来是右脸，左肩，右肩。怎么样？这就是利用空间法则攻击的必中效果，而且接下来你的任何攻击都休想再碰到本王。合欢掌。哎，你刚刚说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这不可能！你才金丹中期，怎么掌握了空间法则？不对，一点空间波动都没有。那攻击的灵力是从星夜小友前面凭空消失，又凭空出现在苍凌云面前的，和那个黑衣人用的招数一样。来吧，既然都有必中效果，那别的攻击先让对方倒下了。混账！什么区金丹中期能发出这么恐怖的剑气？少得意忘形了！苍蓝裂天斩，千伤诀。您醒了，凌云殿下。头好痛，本王这是怎么了？您中了星夜的神伤诀，已经昏迷了1天了。什么神伤诀？他分明用的是苍蓝破天诀的起手式，那我的攻击有命中他吗？很可惜，因为神识类功法都是瞬发的，所以您先一步中招了。那柳千云呢？被他们带走了。只要柳千云杀害我皇室子弟的罪名还在，就别想跑。既然那个星夜如此不识好歹，就别怪本王拿他疼爱的师姐开刀了。唉，这点恐怕皇子殿下很难再追究青云宗的责任了。什么意思？殿下跟我来吧。这是谁干的？难道是那个星夜？他们想和我们皇室开战不成？是您做的。什么？您最后的剑诀虽然被星夜打断了，但其积蓄的能量已经到达了最顶点。在殿下您失去意识后，这股狂暴的能量便失去了控制，非常巧合的击中了二皇子殿下。怎么会这么巧呢？一定是那个星夜搞的鬼。全部过程已经被青云宗的刁长老记录下来了，您看看吧。如您所见，您和星夜同时失去意识，然后您不受控制的剑诀便击中了二皇子，期间没有任何人的干涉。本来二皇子殿下是带了能阻挡金丹圆满攻击的护体法宝的，但没法阻挡殿下您携带空间法则的灵力攻击。怎么会？殿下，您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只要您继续追究柳千云杀害皇孙的责任，那殿下您就要承受完全相同的杀害兄长的责任。而且这刘影石一旦公布，必定成为其他皇子和不支持您继位之人攻坚您的重要手段。恩主，怎么样？五皇子那边什么打算？只要他还想继承苍兰皇位，他误杀兄长这件事就绝对不能传出去。换言之，他在继位前都不可能再去追究皇孙死在青云宗的责任了。本以为能够联合皇室吞并青云宗，那个星夜怎么就突然活过来了？还只用了1年时间就跨大境界突破。比起实力，我倒是更在意他此次展现出的手段。我怀疑星夜此子最初的目的就是带走柳千云，并让皇室无法追责。啊？何以见得？从那2巴掌开始，五皇子便落入对方的节奏了。星夜提出按照皇室规则解决，给苍凌云挖坑，让他白白挨了20巴掌。若不想吃这个亏，又必须遵守规则，那就只能提出正式的约斗。但由于隐藏了修为，金丹约斗筑基，星夜完全可以不接受。那苍凌云此时就大概率会以柳千云为要挟，逼其就范，然后只要顺理成章地提出带走柳千云，基于发泄怒火的苍凌云必然应允。于是就到了此次布局最关键的一步，那便是如何做到既带走柳千云，又让对方无法追责，还能报复打脸对方了。让苍凌云犯和柳千云一样的错。没错，这样苍凌云一切攻击柳千云的手段都会变成回旋镖打在自己身上，既狠狠地报复恶心了苍凌云，又让他无可奈何，只能吃哑巴亏。那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段我也完全想不通。最后他用出苍蓝破天诀的起手式，还把剑气提升到最大，绝对是故意引导五皇子用最强攻击一分高下的。但我完全看不出他是如何操纵失控的剑诀，精准命中二皇子的。别说是你了，就连本门主也完全看不出来最后那一击有什么人为干预的痕迹。实力惊为天人，手段神秘莫测，看来我最开始对此子的判断完全错误了。可恶，可恶啊！有杜老的消息了。他从秘境里出来了。他被自己练的鹰变七师魁杀了，遗体在青云宗。什么？弟子知错了，都怪弟子闭关前没有告知宗门，自己修炼的功法会陷入假死状态，害宗门蒙受了损失。都怪弟子行事冲动，致使皇室子弟死于我宗，害得宗门有理变没理。好了好了，人没事就好。柳师侄，你问一下星夜，最后是怎么控制苍凌云失控的剑诀的？为什么不自己问啊？师弟，你是如何做到让苍凌云最后的攻击准确击中二皇子的？啊，我没有啊，那是纯纯的巧合。糊弄鬼呢？师姐，等没人了，我单独告诉你。那就当是天佑我青云宗吧。从此事也不难看出万象门的嘴脸，结盟之事不谈也罢。咱们之前为什么要和万象门结盟呢？魔剑之乱后，我宗上层战力一直得不到补充，导致宗门弟子流失。再加上我宗本来是3宗4门的首位，所占资源也最多，在高层战力缺少的状态下，很难保住宗门的这些基业。万象门在魔剑之乱损失很小，但财政出现了问题，导致宗门运营困难。我们结盟便是各取所需。哦，那也就是咱们缺人，他们缺钱，可以这么理解。那我想启用宗门大师兄可以推荐弟子直接入宗的权限。师弟都说了，宗门的根本问题是缺少高层。无妨无妨，星夜小友把人带来吧。那麻烦帮他们2位
过一下入宗手续吧。孙思婷，元婴中期，原合欢宗镇法堂堂主，见过青云宗宗主。林志远，元婴中期，炼气宗师，见过青云宗宗主。啊，小友，这2位道友是我推荐的入宗弟子。这是你推荐的动的吗？这林志远辈分比我都大呀。清玄宗主，你们反正也和万象门撕破脸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总该懂吧？哇，别阴阳怪气的，入宗态度诚恳点。失礼了，老夫是诚心想拜入贵宗的。还有当初你和那2个狐朋狗友把刁长老打伤了，是不是？刁长老多有得罪，这是老夫对此事的赔礼。心灵星夜小友不介意就好，赔礼就免了。老身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一共5把地阶上品，20把地阶下品飞剑。林志远加入，本宗主能理解。这位合欢宗的道友又是为何？我只是遵循主人的命令。这是合欢宗宗主的意思。清玄，好久不见，我听说青云宗要折在你手里了。哎呀呀，这位孙堂主在我宗犯了很严重的宗规，本来是要处死的，但我想了一下，不如发配到你们青云宗。毕竟以你们现在的落魄程度，他在你们宗待着，可能还不如死了。哎，星夜小友，你这1年不是都在闭关吗？是如何联系到林志远和合欢宗的道友的？这就不得不说那个让我陷入假死的功法了。哦，有这种功法？我给宗主您演示一下。使用此法会制造出这缕分魂，能离体修炼，吸收灵气的速度会提升好几倍。下一个，不会吧？怎么了，师弟？没事吧？没事。小友，你这什么情况？宗主有心魔，长得还是吕淼的样子。小友，你难道看得到他？之前看不到，不过他刚把我的分魂给吞了，现在看得到了。清玄，你这弟子竟然敢对你撒谎呀！不给点教训，以后可会被当成软柿子了。大婶儿，我没撒谎。什么？你真的能看到我，还能听到我说话？不止哦。啊！我还能揍你呢！该死的，刚才吓老子一跳，还敢挑拨我和宗主的关系，看我不打死你！宗主，星夜小友在做什么呢？在跟我的心魔打架。啊？为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没听说就是能碰到心魔的。你是什么怪物？秦玄，我要被他打死了！你都不怕吗？小友，稍等一下。秦玄，我就知道你不会忍心让我再死一次的。再死一次？什么意思？于淼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小友，暂时留他一命吧。宗主，他可是心魔。我知道，给我1个晚上时间，明日再劳烦小友出手。那这2位，宗主说不说？我宗正是用人之际，2位道友如果有意加入我宗，可作为客卿长老，待遇并不会比别的宗门差。哇，说什么呢，宗主？这2个，一个是宗门罪人，一个是寻求庇护，咱们肯收了他们就已经得感恩戴德了，怎么还能有好处啊？这不好吧？2位前辈怎么说呀？清玄宗主不用担心我们图谋不轨，老夫与孙道友都会用道心起事，
绝不做不利于青云宗的任何事情。哦，我再加一条，我们2人每隔半年都测一遍噬心石。可以，现在就去测。老夫知道噬心石在哪儿。我也一起。这刁长老，你跟上去看看吧。是，好。这2位能这么死心塌地加入我宗，也是因为小友的关系吧？没有了。揭露王室祖孙恶行，救下云婉，不惜神魂受损，帮我宗在炼器比试中战胜林志远，帮助我宗和万象门结盟，答应婚约，粉碎了林志远企图挑拨我宗和万象门的奸计，救了刁长老，让其重返年轻。如今打破我宗和万象门皇室的僵局，又有能力替老夫除去心魔，还为宗门招募到2位元婴级的助力。你为宗门做出太多贡献了，本宗主却什么都没能给你。他现在这么做是替你偿宗门的恩情，为了真到了你们2人不得不离开的情况时，你能走得问心无悔。如今你已突破到了金丹，本宗主打算召开长老团会议，立你为少宗主。届时宗内的一切资源和权限都会对你开放，只要你还在青云宗，便是宗主之位的唯一继承人。不知星夜小友可愿接受？师姐你觉得呢？这个你问我干什么呀？这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吗？小友入宗时的噬心石测试，柳师侄也看到了。如今万象门和小友的婚约也已取消，不如本宗主就做个媒人，继任少宗主与迎娶柳师侄就定在同一天，如何？请宗主不要用我绑架星夜师弟。这怎么能叫绑架？这是双喜临门呐！师弟，你也说说宗主。叫我少宗主。不理你们了。师姐可爱呢。我也只是开个玩笑，本宗主向来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习俗，老夫也没资格替柳师侄做这个主，所以星夜小友的幸福还需要自己争取。说实话吧，我之所以为宗门出了这么多的力，也是因为宗主您和刁长老以及冠州长老和我很对脾气了。那少宗主一事，兹事体大，还请宗主容我考虑一下。不着急，不着急。可是宗主您的心魔为什么是合欢宗的吕堂主啊？你见过他？是啊，当时用分魂修炼的时候见过，还蛮熟的。他近况如何？挺好的。那你见过他的心魔吗？已经帮他除掉了。小友，我又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啊！要不你也别当少宗主了，我直接把位子让给你吧。宗主说笑了。他没和你说心魔的事吗？没有，我倒也是好奇，他的心魔为什么是他自己来着？什么？他的心魔不是此人吗？不是，就是跟宗主您的心魔是一样的，是吕堂主他自己的样子。这位帅哥是谁啊？年轻时的我。我给小友讲段故事吧。大概是3个甲子以前，那时我只有炼气期，在一个以妖兽贸易为主的猎妖团做活。一次任务中，我发现了一处被妖兽袭击的村庄，我杀掉了那妖兽，但村民已经被屠戮殆尽，唯独有一对孪生姐妹躲在村中废弃的井中逃过一劫。那2个人都受了很重的伤，我便把他们带回团里救治。本来打算治好后找个附近的村落，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可这2个凡人姐妹在团里疗伤期间，展现出了惊人的修仙天赋。我觉得猎妖团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不适合他们，想引荐他们去好一点的宗门，可2人都不同意，一定要留在团里帮忙。团长也同意了。然后一晃过了7年，这期间
我见证了2个修仙奇才的成长。短短7年，这对姐妹便从凡人修炼到了筑基3层和筑基1层。当时的我也才筑基4层。除了修为，容貌的改变也很明显。那时的2个黄毛丫头啊，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等等，这人是吕淼吗？左边的吕淼是姐姐，右边妹妹叫吕燕。2个人的性格和名字完全相反。吕淼豪放要强，热情似火；吕燕内向低调，温婉如水。猎妖团里基本都是我这种糙汉子。不，都是你这种，那就不是猎妖团了，是男团。这2个姐妹是团里唯2的女性，也是团里的掌上明珠。团里的不少人都对她们展开了追求，但她们都拒绝了。当时我觉得以她们的天赋，日后必定能达到我想象不到的高度，怎么会相中我们团里的这些人？那时在我们猎妖团内有把妖兽骨牙做成项链，当成定情信物的习俗。怎么，你是又是哪个小子送的？这是我做的，送你了。后面的内容不重要，我就跳过了。哎，别啊！总之，我们后来又出生入死很多次，最后确立了道侣关系。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修仙路上最快乐幸福的一段时光了。可惜好景不长啊！一次我和团内成员去一处水域执行任务，本来应该是筑基初期铁鳞蟒居住的湖泊里，却窜出了一只筑基后期的黑水蛟。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本来是10个人的小队，最后只有我和2名团员逃了出来，我还中了蛟毒。蛟龙性淫，其毒更甚，中毒者若不能及时双修化解，轻则经脉尽毁，重则爆体而亡。好在当时我们离扎营地不远，吕淼也在营地里。虽然当时我们2人还都没进展到那一步，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2名团员火速带我奔回营地，我在半路就失去意识了。我的神识能模糊地察觉到身体的蛟毒在缓慢化解。我想这次得救之后，一定要加倍珍惜小淼，此生定不负他。可当我恢复意识后，所见到的景象却宛如晴天霹雳。在我面前的不是吕淼，而是衣不遮体的妹妹吕燕。再后来，吕淼回来了，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想解释，但他已经闪身离开了。之后，我从2个送我回来的队员口中得知，他们带我回了营地，但吕淼不在。传音玉佩那时候价格高昂，只有团长和小队长有，其他人都是靠燃烧妖兽粪便传递信号的。怕时间来不及，带我回来的2人，一人去发送让吕淼回营的信号，一个人带我去找当时在团里负责后勤的妹妹吕燕，看她有什么办法能更快地联系到姐姐。但就在那名队员和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我却突然暴起扑向了吕燕。可能比起吕燕，那名团员更担心我出意外吧，所以也没有制止，反而关上了房门。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吕淼在那日后便不知所踪，我也没脸面对吕燕，选择离开猎妖团，去独自寻找吕淼。可等再找到他的时候，却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我是在高阶妖兽出没的区域找到他的，身体已经被撕咬得不成样子，大概是心神失守之际误闯禁地，命丧妖兽之口的。宗主，这只是一场误会引发的意外了，错不在你。虽然这么想有点对不起宗主，但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不，我从焦毒状态下恢复意识，与吕淼打开门之间，隔了1刻钟的时间。不知为何，那时焦毒明明已经化解大半，我却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后面的这1刻钟，我都在意识清醒地对妹妹吕燕施暴。我沉浸在悲痛与悔恨当中，不知过了多久的时间，
直到他出现了，我没有惊慌，反而安心了不少。我对不起这对姐妹，又无法做出什么补偿，但起码余生让我都背负这一枷锁来赎罪也好。等一下，宗主，也就是说你是顶着心魔从筑基修炼到了元婴中期？是的，我其实知道自己也很有修炼天赋，但在佣兵团那时却懒散懈怠，对修炼之事毫不上心。那件事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的自己能刻苦一点，修为能更高一点，是不是我就能斩杀那头蛟龙？是不是就能压制蛟毒了？是不是吕淼就不用死了？所以我下定决心，此生绝不让类似的悲剧再发生在周围亲近之人身上。这么说来，在合欢宗的吕淼堂主其实是妹妹吕燕。是的，那件事之后，她也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我再有她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半年前。她竟然以吕淼的身份加入了合欢宗。我不知道她为何要如此，大概是对我害了她姐妹二人的一种报复吧。后来我还从洛生哥口中得知，吕燕也早早就有了心魔，这让我更加的自责与懊悔。但我想不明白，她的心魔为什么会是她姐姐的样子。还来的，还是来了呀！哎呀，这大半年都没有谈任务了，我还以为系统升级把 bug 修复了呢。不过之前都是作死任务，这回让我心里疏导，还给了这么长时限。啊，这个东西要在一开始就决定用不用吗？这次任务看起来不难，我本来也打算帮宗主这个忙的，就不用刷新券了吧。说了这么多有的没的，小友都听累了吧？没有。总而言之，这心魔是我应该承受的报应，我也没打算除掉它。我会让宗主您改变心意的，但还请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准备一下。啊！系统，让我和系统空间里的心魔视频通话。我有点事情要问你，本来是不想打听吕堂主的隐私的，但现在这个状况也没办法了。你这个心魔为什么会是吕淼的样子？分我一些阴煞之气，我就告诉你。说吧。因为吕燕觉得自己对不起她姐姐吕淼。为什么呀？错的又不是她，她也是受害者。吕燕当时隐藏修为了，她不是筑基1层，而是筑基大圆满。为什么呀？吕淼作为姐姐，从小特别要强，学习什么都比妹妹快。她很喜欢照顾妹妹，妹妹也很喜欢接受姐姐的照顾。但自从二人接触到修仙之后，妹妹就发现，我发现这样自己在修炼上的天赋速度更快，远比姐姐高得多。心思细腻的妹妹怕伤害到要强姐姐的自尊，本来是故意落后姐姐的修炼进度，但发现猎妖团的人物都很危险，她觉得自己变强才能在关键时保护姐姐，所以开始卖力修炼，但一直隐藏了修为。等一下，这也说不通啊！宗主那时候才筑基4层，他如果是大圆满的话，为什么会被？因为吕燕当时故意不反抗的呀。他难道是怕宗主的蛟毒来不及化解？他一开始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但他很清楚深埋在内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别卖关子了。自然是吕燕也喜欢离玄了。离玄，也就是你们宗主成为上任掌门的亲传弟子后，才改名叫清玄的。因为吕燕是比较内向的性格，其实早早的就对离玄产生了好感，也只是偷偷埋藏在心底。但姐姐吕淼就不同了，大大咧咧性格的她没有觉察妹妹的心思，又在发现自己喜欢上离玄后，就马上表白了。犹犹豫豫不袒露心声是自己的问题，离玄也应该更喜欢姐姐这种性格的女孩。姐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虽然妹妹一直如此安慰自己，但内心的最深处偶尔会出现这样的声音：收起这些虚伪的粉饰吧，你其实很不甘心，对吧？虽然吕燕很讨厌出现这种想法的自己，
但随着姐姐与黎玄关系的日益增进，妹妹便越是控制不住心中的负面情绪。直到那天的到来，分明已是筑基大圆满的妹妹，却没有阻止那个只有筑基4层男人的施暴。就连我也没有读取到她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可能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吧。所以他的心魔才是吕淼，而不是宗主吗？因为他觉得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姐姐的死。是啊，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对自己产生了极端的厌恶情绪。此后，他开始用着姐姐的名字，打扮成姐姐的样子，模仿姐姐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他觉得死掉的应该是自己，姐姐才是应该活下来的那个。哎呀，超帅了！难怪任务要给半年时间，心魔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是我能开导得了的。宿主，他醒过来了。我不是说先别给他提供造化值，等我先忙完手边这些事吗？我没有呀，是他自己醒过来的。你把我吸收的融合妖丹取出来渡雷劫了吧？吸收了雷劫之力的妖丹，让你从筑基中期直接提升到了金丹中期。不过也给能量耗尽的我提供了补充。但是我是真的没想到，这个韦七莲在我休眠期间，竟然取得了比我更高的控制权。说说吧，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什么时候依附在宿主身上的？为什么能操控系统？以及有什么目的？说什么？我是哥哥的修炼分身啊！嗨，这种时候还要装傻的话，我只能一直把你关在系统空间里了。系统升级后被你分割的各项能力也都恢复了，你已经没有筹码了。好吧，我可以回答韦七莲的那些问题，但哥哥，你不可以听哦。韦七莲，如果你知道真相后还想要告诉哥哥的话，我也不会拦着。师弟，你回来了。你在跟谁说话？自言自语了。宗主那边怎么说？你同意当少宗主了？师姐会一直在青云宗吗？大概不会吧。哦，那我还是不当少宗主了。不过我会让青云宗重回3宗4门的首位，然后带师姐去想去的地方。就会吹牛，你先把宗门大殿答应我的事兑现了吧。是咱们大婚的事啊。谁要跟你大婚了？你不是说要单独告诉我你让苍凌云误杀二皇子的办法吗？是说这个。师姐，你不是知道我有一个可以不用调动灵力的储物空间吗？是啊，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空间的调用受我的神魂控制，而且跟储物界一样，不能存活物。如果硬要存，就会这样。嘿嘿。干什么呢你？我刚才一共把师姐传进了那个空间100次，但是每次师姐都被瞬间弹了出来，速度快到连神识都没法察觉。即使我有意关闭空间的出口，也于事无补。但关闭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那个空间的新用法。我试着用分魂来操作那个空间，但很遗憾，只要我本体神魂有意识，分魂就无法调用它。虽然不能主动调用，但是却有个有趣的现象，比如我这根头发里有一丝我的分魂。此时如果我再把师姐你放入空间，同时有意关闭我本体神魂的空间出口，这个时候弹出师姐的出口就会自动出现在分魂那边，很神奇吧？由此就可以衍生出多种用法，最好用的就是师姐你体验的这种伪瞬移，当然还可以利用提前设置的出口让我的攻击瞬移。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转移敌人的攻击。不对啊，那时候你离苍凌云很远，而且他的攻击轨迹清晰可见，没有出现瞬移或者偏折的迹象。我虽然离得远，但他脚边就有附着我神魂的发丝。但你不是说分魂没法控制那空间？原来如此，所以才要用神伤诀吗？不只是为了让苍凌云积蓄到顶点的攻击失控，同样是为了让本体神魂失去意识，这样发丝上的分魂就有了空间的操控权。苍凌云的攻击在起手的一瞬间就被存入神秘空间，又以神识无法察觉的速度弹出。这时只要把方向调整好，就能制造出苍凌云误杀二皇子的假象。不过有个问题，即使利用神秘空间能改变攻击方向，可角度偏离太多，还是会有破绽。所以他那时的站位
也是你设计好的，需要你们3人基本在同一条直线。嘿嘿，还是和师姐解释省事，我只需要列出条件，师姐自己就都分析出来了。二皇子身上有保命的法宝，苍凌云的攻击又刚好超过了法宝承受的限度，别告诉我这也不是巧合。是啊，为了看起来更像是意外，这个的确也是计划的一环。我其实有能看透别人佩戴了何种法宝的手段，然后只需一步步逼苍凌云用出底牌，看看他的手段够不够击杀有固体法宝的二皇子。如果够的话，就按师姐刚才分析的步骤进行。如果我觉得苍凌云发挥了全部实力也无法击杀二皇子的话，我会在神伤诀后激活事先附着在二皇子身上的神魂发丝，把他的护体法宝收走，换成装着灵石和一张伪造当票的储物戒，再让攻击落在他身上。小友，你在干什么？看报纸，因为从程爷那边知道了二皇子在万象门，在去万象门途中，我就做了一些调查，包括皇室的规矩，以及一些八卦秘密。二皇子因为嗜赌成性，正面临债务危机，这种情况下当掉身上保命的法宝也说得过去。师弟，你可真是，计划有必要周密到这种地步吗？因为之前有过一次教训。啊？那次我没考虑到对方有护体法宝，差点害死了一位脑子不太好使的朋友。不过好在他最后用钱摆平了。用钱能摆平，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麻烦吧？星夜在不在？啊，什么事儿啊？哎呀，大白天的，你干嘛不穿衣服啊？小婉找你，你脱衣服干嘛？怎么了，小婉？嘿嘿。光天化日，你们好不知羞！啊！你要死啊！哎呀，逗着妮子玩玩嘛。快把我衣服换回来！哎，好了好了，别生气。混蛋啊！师姐，我的师姐！啊，小婉，你是有什么事找他？我说了，我并不想找麻烦，我想见星爷一面，有重要的事和他说。哼，滚滚滚！我们不欢迎万象门的人，别逼我们师兄弟动手。程岩，你来这里做什么？星爷，你脸怎么搞的？程少门主有什么事找我？妹妹她托我把这个给你，她说里面的东西除了那个法器残片，别的都没有动过。这是前宿主的储物戒。没错，里面的东西也跟本系统之前记录的一致。宗门的决定我们小辈没法左右，这次的事情他很抱歉，他还说你们间的约定作废，今后也不会找你麻烦了。虽然不知道你们约定了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所流露出的浓浓死志。他已经被禁足了，会在3天后与苍凌云大婚，之后就会被带回皇都。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都坚持不到那一天。我去求过父亲，那个苍凌云绝对没安好心，但父亲鬼迷心窍一般，只想着与皇室合作的好处，我以死相逼都没用，还把我也关了禁闭。多亏了李老帮忙，我才偷溜出来。所以呢，你这个少门主都无能为力，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但除了你，我不知道还能找谁帮忙了。就他，等于让青云宗和万象门与皇室开战，恕我爱莫能助。这啥玩意儿？不知道，是妹妹给我的。流影石。相信你。长心是什么？是毒妇，我骂他来着。那干嘛要踢碎？因为骂的太脏了。还有啊！可恶的女人，又要弄什么幺蛾子？还是流影石。星夜杂碎把柳星云带回去了又怎么样？3天后就是我与令儿的大婚，世人不会知道他救了师姐，但肯定都会知道青云宗的那门大师兄是个被抢了老婆也无可奈何的窝囊废。师
绝对不用野兽野狗的犬吠。不，师姐，一般如果有野狗冲我乱叫，我会踢爆他的狗头的。这是诚心的激将法。跟那女人没关系，之前在万象门我没宰苍凌云，是因为我还要带师姐安全离开，不然凭她对师姐的所作所为，在我这里已经够她死1万次的了。这次正好趁着她大婚的机会清算一下。别冲动，苍凌云大婚没有在皇城，而是选在万象门，绝对是常力争取来的。估计苍兰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场，他们也肯定会对此次婚礼极为重视。你如果当众搅局，无疑是在向万象门和皇室宣战。放心吧，师姐，我不会干其他男主那种抢亲的事的。那女人也不值得我抢。哇！我只是想给苍凌云一场难忘的婚礼体验。原来如此，那老东西竟敢欺骗本王！修炼古王诀会在身体形成一个本命骨，一旦同时修炼古王诀的人达到9981人，便可以开启献祭仪式。只要修炼者死亡，昔日献祭成功，其本命骨之天命会被平分给剩下幸存的本命骨，直至最后只剩下一只本命骨，身体就会变成金色，成为古王。可是我这本命骨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变成金色了。杜老的确是1年多以前死亡的，只是青云宗一直封锁消息，所以这老家伙才四处给人留古王诀的残本修炼，想献祭我成就自身的古王，然后吞噬掉进入第3阶段的诚心，就有机会重回鹰变期。本王差点就着了你的道啊！说什么需要我们皇室的龙脉才帮我提升实力，本王早就觉得不对头了。需要龙脉倒是真的，功法里写了，如果最后一步能在龙脉中心布置阵法，成功率可以提高30%。可他却因为意外自己先死了，反而成全了你。鹰变期啊，星夜小崽子敢如此折辱本王，到时候我要让整个青云宗都给你陪葬。这完整版的古王诀你怎么得到的？自然是动用了青云宗的暗桩，不过也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才带出来的。老东西都死了，你为什么帮我？你知道的，我身上有奴骨，杜老死了，现在只有你修炼古王诀至大成，才可以帮我解除了。小事一桩。不过还有个问题，诚心那边的功法还没有修炼至大成吧？已经在第2阶段停滞了10年之久了，期间试过很多办法，但都没有用。这次原本计划是打算让殿下囚禁并虐待他，致使其产生对施虐者的依恋。有趣的法子，想不到你这家伙口味还挺重的。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10年前的意外让顺序出错，导致诚心很难进入第3阶段了。不过现在出现了更好的手段。什么？这个星夜，据我观察，诚心似乎对他诞生出了第3阶段的情感。你的意思是本王不如那个星夜，是凭你想出的肮脏手段吗？殿下误会了，诚心这种怪异的性格反而不会对殿下这种优秀的男子感兴趣。说的也是，那要怎样顺利的让诚心进入第3阶段呢？比如说让星夜来结亲，却被反杀之类的。剧本不错，但如何实施呢？别担心，而我已经放出去了，就看鱼咬不咬钩了。先是宾客到场送上贺礼，然后苍凌云接你妹妹入场，之后便是婚礼流程了。是的。他给什么彩礼了？说是婚礼当天奉上。这不合规矩吧？嗨，肯定是有什么贵重的物品，想人前显圣一波呗，既能彰显皇室的财力，又能给万象门长脸。皇都离万象门很远，所以接亲仪式其实是走个过场，都会在我万象门内进行。
苍凌云和接亲队伍会乘坐飞行法器，从宗门正殿飞往我妹妹居住的凤栖阁，这同样是最好的救走我妹妹的时机。好，怎么说？首先，我看过接亲队伍的名单，都是皇室的小辈，修为最高者便是苍凌云，还有他们飞行的路线固定，途中会经过我们内灵泉池上方，因为是沐浴的场所，整个灵泉池都被屏蔽神石的阵法笼罩，加上接亲队伍的飞行速度并不快，从进入屏蔽神石的灵泉区域到飞出，需要半刻钟时间。只要咱们在这里设伏，很大概率能救下我妹妹。而且灵泉池底就有逃生密道，里面有通向宗门外的单次传送阵。哎，好嘞，谢谢啊，这些情报足够了。哎，少门主记得路吧，我就不送你了啊。等一下，你有什么打算呀？救不救我妹妹？给句话呀，我可以配合你的。啊，对了，那你把这储物戒里的东西交给你父亲和苍凌云吧。我是偷偷溜出来的呀，回去的话我还要回禁闭室呢，你要我怎么给？嗨，你爹看了这东西会原谅你偷溜出来的事的。啊，这是养魂丹，还是有丹文的地阶上品养魂丹？修复和滋养受损神魂的极品圣药，我在拍卖会见过一枚，被风雷宗宗主花了5000万灵石拍走。程岩，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星夜为什么要送来这么贵重的丹药？这留2封他给你们的信。星云，你那边写什么了？要交换看一下吗？怎么都给看不吱声了？厉门主，这信上写的属实吗？肌肤之亲纯属子虚乌有，但据我所知，星夜的确完全拜倒在小女的16群下了。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厉门主打算收下他送的丹药喽？青云宗如今已经尽显颓势，不是靠一个星夜就能左右的。虽然这信上说的诚恳，可他之前到我门上所展现出的敌意，可做不得假。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这2枚丹药送回去。为什么要送回去？诚心我要取，他的丹药，本王同样也要收。五皇子，你这样做事不太好啊。程岩，这没你的事儿了，回你该回的地方去。父亲要是还想关我禁闭，就把我和妹妹关在一起了，我怕他做什么傻事。夏执事，你带他去心爱那边。是。令郎不太喜欢我呢。小孩子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计较。哪里的话，这不是靠他帮忙才让星夜哑钩的吗？虽然他本人不知情就是了。可是咱们卖的破绽会不会太明显了？犬子就碰巧看到了接亲队伍的名单，路线又正好经过能屏蔽神识的灵泉，灵泉底部又正好有可供逃脱的阵法。他肯定是会有所怀疑的，但他送来的这2份大礼，刚好可以推他一步。怎么说？如果我先是假意答应他的请求，邀请他来大婚现场商议，再当着他和全体宾客的面，将这2枚他为了换回心爱之人的养魂丹，当做本王的彩礼送给程厉门主，星夜会露出怎样的表情？贤婿还真是杀人诛心啊！愤怒会吞噬理智，他到时候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既能教训本王，又能劫走诚信的机会。哎呀，好久没有好好泡澡了。啊，到了金丹期，不穿屏蔽法衣我也能压制吊坠转化的生气了。啊，系统，你们谈的怎么样了？他的底细打探出来了吗？这整个系统其实是一件法器，而且是超过了天阶的法器。啥？法器的名字不能说，因为一些很恐怖的存在一直在寻找它。我这种器灵知道也没关系，但宿主你如果知晓了名字，便沾染了因果，会被那些家伙察觉到的。这么玄乎吗？当然，这些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我也不能判断真假。那他又是什么？他说自己是这法器原本的器灵，只是由于能量消耗过多陷入了沉睡，最近才苏醒。而我是他口中鸠占鹊巢的伪器灵，他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他还说没有他的帮助是无法让宿主开发所有法器的能力的，就比如之前随意破解阵法和融合妖丹这种能力，以及神魂补全剑灵和功法速通，全靠我这个伪麒麟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他的确比我更适合辅助宿主。我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那个伪麒麟了，你不用问我了，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他都告诉我了，还在考虑要不要把自己的权限都交给你。怎么了？没想到吗？在你的计划里，不是觉得他为了自保，不会跟我说明真相，然后方便你使用离间技？哥，别把人想得那么坏嘛，我也是真心想帮你忙的。是吗？那现在正好有件事要你帮忙。啊？怎么了，哥？你怎么来了？把传音玉拿出来一下，星夜有话要跟你说。可是这里有屏蔽阵法啊。他说加根天线就有信号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喂，听得到吗？竟然真的能传音，你怎么做到的？哎呀，这你就别管了。你不是不想嫁给五皇子吗？我有一个办法，你听一下。不是，这办法也太丧心病狂了吧？那你有更好更爽的法子？没有。那不就得了？交换。星夜在干嘛呢？说是要准备贺礼。啊？准备贺礼为什么要进闭关禁室啊？还搞这么大的动静？等他出来就知道了。小友啊，这个婚礼可以不用参加的。是啊，关系闹僵了，他们送请柬，估计也没指望咱们会去的。不，我一定要去，即便对方羞辱我，我也会让这份屈辱成为我日后修炼的动力。是，罢了罢了，小友既然都有这种觉悟，那老夫就更不能畏首畏尾的了，就把这次婚宴当成磨练心性的考验吧。嚯，还真是热闹啊！孝灵宗宗主傅梦印前来贺喜，入偏殿1等席。流云宗宗主煮酒前来贺喜，入正殿2等席。天玄宗宗主韦胜前来贺礼，入正殿3等席。这是根据参加婚礼人的身份和贺礼安排座次的吗？请帖只发给了一些有头有脸的宗门派系，但有很多小门小派或者商贾之家，想要借此机会拓展人脉，也会前来。门口的总司仪是苍兰国最大商会藏古堂的首席鉴宝师，所以来宾也不用担心自己送的贺礼会明珠蒙尘。问圈全看能提供什么价值的贺礼，这还真能敛财。你情我愿吧。走吧，看看咱们安排了什么位置。风陵月影宗大长老灵耀天前来贺礼，入正殿1等席。见过清玄宗主，不知老夫没带贺礼，进不进得去呀？清玄宗主说笑了，您可是贵宾，席位早就定好了。青云宗宗主清玄前来贺喜，入主殿贵宾席。清玄宗宗主竟然来了！我听说他们这次跟皇室和外将们闹得蛮僵的，恐怕来者不善啊。后面跟着的那个小白脸儿，难道就是这次被抢了老婆的？对，就是他，这下有乐子看了。师姐不用理他们，反正我也是来做抗压测试的。好吧。不对呀，那丫头只有筑基气息吧？为什么刚才我有种被魔头盯上了的感觉？隐藏修为了吧？哟，清玄，洛生哥，怎么样？我们宗的孙堂主好不好用呀？能不能别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
洛宗主竟然亲自前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真是没想到，洛宗主能来参加在下的婚礼，真是受宠若惊。星夜小弟弟，和姐姐这儿，我给你占座了。师弟，你跟洛宗主关系这么好呀？啊，没有啦。不想坐那边，坐这里也是可以的呀。哇塞，贵宾席中的贵宾席耶！想洛宗主就别拿我寻开心了呀，会死人的。别扫兴嘛，本宗主可是听说你要来，我才来的。什么情况？合欢宗宗主来参加婚宴，是为了青云宗那个被抢了老婆的小子？这难道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可恶啊！要是能信洛宗主方泽，被抢100次老婆我也愿意啊！嘘，你不想活了？这不是星夜吗？不好意思，本王刚才没看见你。五皇子什么时候跟大家公布咱们说好的事情啊？别急别急啊，等宾客都到齐了先。那洛宗主，我们先失陪了。你们忙。公布什么事情？嘿，宗主，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随便坐啊，这里就我一个人。星夜小弟弟，这位是……见过洛宗主，我是他师姐。你们平时一般用哪种类型的双修功法呀？洛生哥，你们合欢宗跟皇室素来不和，你怎么会来参加这婚宴的？我都说了，是因为星夜小弟弟呀，他妹妹帮了我不少忙，本宗主不喜欢欠人情。妹妹？是啊，心灵，不是你写的推荐函吗？啊，那啥，我有2个妹妹，一个叫心灵，另外一个叫辛大花。这样吗？能帮到洛生哥，看来小友这个妹妹也不简单呐。哎，当时应该多挽留一下，让她加入我们宗的。我这个宗主不称职啊。皇室那边来的竟然是镇海王苍穹呢。怎么，很厉害吗？也就比我弱一点点。旁边的女的呢？苍凌云的生母田皇后。原来这边皇后能出深宫的吗？贵宾席的各位道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吧？前旭，你来说2句吧。是，感谢各位前辈道友能来参加我与厉门主爱女诚心的婚礼。愿我们的结合可以让皇室与万象门一起迈向新的高度。皇上，你可代表不了皇室吧？父王在避生死关，你们就这么着急依靠外部来扩充自己的势力吗？蓝月，苍月，你这1年多跑到哪里去了？为兄可是担心的很啊。我想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父王都管不到我。二哥呢？他欠了我1000万灵石，听说他跑到你这里处理事情来了。他前2天已经离开了，我也不清楚他现在在哪里。你们这次联手没少讹青云宗吧？皇妹，今天是为兄大婚的日子，这些事改天再谈如何？行啊，你替二哥把欠我那1000万还了，今天我就不找你麻烦喽。可是我没带那么多。不是有今天说的合理吗？抱歉各位，我去跟妹妹处理一些事情，暂时要失陪一下。公主冲我眨眼睛啊！乱抢，分明是冲着我的。皇女你也认识呀，师弟？该不会程心之前说的婚约是真的吧？啊，没有，怎么可能呢？我是认识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不是啊，他就是你妹妹的朋友蓝月。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本来傻傻的小丫头，突然就性格大变，在宗门打架斗殴，惹了好多麻烦。打架斗殴？那个蓝月？因为你妹妹嘱咐过要我好好照顾她，我也一再容忍。但后来她在宗门疯狂敛财，我们不管实在不行了。敛财？是啊，
他私底下跟人说自己是苍兰国皇女，父皇已经内定他当下一任的女帝，但是被皇兄皇帝针对迫害，逃出了皇宫。不过在龙脉深处，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座秘密金库，里面有无数天才地宝和100万亿灵石，以及一件可以助他扫平一切阻碍登上皇位的天界上品神器。他说只要能凑够1000万灵石，他就能上下打点进入龙脉金库。一旦他登上皇位，就给帮助他的门人封王拜相，而且凡是给他提供财务支持的人，他都会还以10倍的回报。不会真有弟子信了吧？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有1半的内门弟子入伙了。关键他能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比如皇室的秘宝、秘密功法，这些东西按理来说根本不可能被带出皇室藏宝库。他自己对皇室的各种秘辛也是了如指掌。就算这样，也不至于相信他能继承皇位吧？最关键的是他拿出了一个留影石，里面记录的便是现任苍兰国皇帝苍宏元的影像。月儿，这是龙脉宝库的钥匙，以后苍兰国就交给你了。说实话，本宗主都差点信了。后来呢？后来在我的逼问下，他坦白了，他身份的确是苍兰国公主，但继承皇位什么的都是瞎编的。他从小就十分受宠，那些宝物都是他想要，父皇就给的。录像是小时候跟苍宏元过家家时候偷录的。和你有一拼呢。那洛宗主知道蓝月性格大变的缘由吗？他说自己有2种人格。性格柔弱单纯的叫蓝月，性格乖张狡黠的是苍月。不过苍月有蓝月的记忆，但蓝月却没有苍月的记忆。苍宏元带他看过很多修仙界的名医，但都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这是修仙界的人格分裂，但记忆不对等又是什么情况？他和苍凌云关系很好吗？不太清楚，他这次也不是为了参加皇兄婚礼来的。和本宗主一样，都是冲着仙叶弟弟来的呢。各位久等了，我那皇妹就喜欢搞些恶作剧来让大家见笑了。凌云，时候也不早了，该准备出发去接星儿过来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一门主，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还请收下。凌云，你这是做甚？彩礼不是早就给过了吗？因为这2天思来想去，我觉得之前准备的礼金不足以匹配星儿这么优秀的姑娘，想再追加一份心意。2枚地阶上品养魂丹，还请一门主收下，我才能安心的迎娶星儿姑娘。天哪，竟然是养魂丹，还是地阶上品，还有2枚，这等珍贵之物都舍得送，看来是真的很看重此次婚事啊！这混小子，此等重宝怎么就当成彩礼送人了？熊亲王别激动，云儿既然没跟咱们提及此事，一定是有些隐情在里面的。婚宴结束后问清楚就是了。这养魂丹难道是小友苍凌云？星夜道友有何指教？是对本王送的彩礼有什么想法吗？说起来，星夜道友是星儿姑娘的前任婚约者啊。一门主，他给的彩礼可要记得退回去。没有那种东西啊。对呀，星夜道友，难怪你这么激动啊！我是真心喜欢星儿姑娘，所以送什么都心甘情愿。跟你这种只是为了完成宗门任务，什么都不想付出的家伙可不一样。唐凌云，你别太过了。清玄宗主，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是不是呀？星夜道友。宗主，我想出去一下。小友等等。宗主，让师弟一个人静一静吧。柳世芷，你得跟我说清楚。本来还对他有所期待的，看来和他妹妹的智谋手段没法比啊。
清玄没跟着可太好了，能省不少事儿。厉门主，我这就去准备一下，然后接心儿姑娘过来。去吧。天哪，整个宫殿都是飞行法器，皇室好大的手笔啊！怎么样了？如殿下所料，星夜去联系上门主了，两人一起往灵泉池方向去了。咱们这边准备妥当了吗？3位元婴期的长老已经埋伏在灵泉池了，只要他对你出手，会第一时间将之击杀。可惜了，要不是为了让长兴进入第3阶段，我还真舍不得杀你。你也真是的，我都说了能偷偷带你溜进宗门，你干嘛还以宾客身份过来？白白在大庭广众之下挨了一顿嘲讽，耍废了！一会有人来问你我去哪里了，你就说我去取回属于自己的养魂丹了。啥？你不是来带走我妹妹的吗？记住，一定要当着诚心的面将星夜杀死，死得越惨越好。不用你说，本王也会让他体会世间最痛苦的死法。心儿小姐，殿下来接你了。知道了。星夜，你人呢？五皇子已经接到我妹妹，进入灵泉池区域了。好了，开始准备工作吧。喂，你这种反应可不太行啊！大手掏出来啊！求饶！我是吃了个木头吗？混账！给我住手！是你啊？说我太温柔了吗？那这样，本王突然等不及了。就在这里，先把洞房的事情办了，怎么样啊？畜生！五皇子，就到这里吧，星夜不会来了。怎么回事？难道你们暴露了？绝无可能，此地本来就能屏蔽神识，我们还是元婴期，怎么会被一个金丹小辈察觉到？那他人呢？他刚进来就跳进了一处灵泉池，然后就没有上来。李长老下去探查过了，里面没人，他好像凭空消失了。这怎么可能？可恶！竟然利用我做局！少门主息怒，星夜此子不除，对万象门绝对是个祸患。都疯了！唐言，星夜去哪里了？去试你姥姥了！不佩服我，本王就继续对你妹妹做刚才没做完的事情喽。你，快住手！现在他去取那2颗养魂丹了。什么？他怎么取？我也不知道。说完这句话，他就跳进灵泉池了。李长老已经跟我说明情况了，星夜不见就算了，你们在灵泉池待得太久了，出来继续进行婚礼流程吧。一门主，你看看储物戒里的养魂丹还在不在？在啊，怎么了？星夜那小子说是要去取回养魂丹，然后就消失了。我怕他有什么咱们不知道的手段。他有什么手段？还能直接抢走本门主储物戒里的丹药吗？谁知道呢？魏宗3位元婴期巅礼，不是也让他在眼前消失了吗？我建议厉门主，你把养魂丹连同今天收取的贺礼，先放进宗门宝库。你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那本门主就把养魂丹与贺礼暂时放进宗门宝库吧。好。带你妹妹去补个妆，换件衣服，这样可没法见面。真让人失望，信里写的那般真诚，却把心爱之人撇到一边，反而舍不得那2颗丹药。而且本王如此羞辱你，你却当个缩头乌龟。就算你把丹药拿回去，也改变不了沦为众人笑柄的事实。可惜了，本来有机会让程心直接进入3阶段的。无所谓了，本王还是太高看那个星夜，没想到他是个俗货。
而且，本王现在更想尝试你之前说的法子。为何老夫的神识从刚才就感知不到星夜小友了？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青宗主放心，不会有事的。柳世子，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哼，真是无趣，不堪被当众羞辱，所以躲起来了。啊！主角回来了！奏乐，有请新郎新娘。真是郎才女貌呀！是啊，是啊，恭喜厉门主喜得皇室贤婿。中人之资，本后相信云儿的眼光，此女定有过人之处。可恶啊！新野，你这家伙死哪里去了？请新人入正殿，行拜堂礼。你这花童是不是太紧张了？呵呵，真可爱。娘，我饿，我要吃奶。啊？什么？那小孩叫厉门主的女儿娘？各位见笑了，这花童年岁太小，有些紧张。乖，下去找你娘亲吧。他就是我娘亲，娘亲，喝奶，人家要喝奶。心儿，你也说说他呀。乖，为娘被这个男人打回奶了，喂不了你了。啊，为娘？回什么？坏人，干嘛带我娘的奶？你赔我娘的奶！心儿，你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我没开玩笑，就是这时候回的。怎么回事？皇子真的打新娘子了？这还没娶过门呢，下人家宗门就敢这样？父亲，他这么欺负心儿，你知道没看见吗？在你眼里，宗门的利益比女儿的幸福还重要吗？没你说话的份儿。喝了灵酒不清醒。我看不清醒的人是你们吧。爹爹，哎，乖女儿。那小娃娃就成厉门主的女儿娘，叫星夜小弟弟爹。是这。清玄，因为我跟你们终止婚约，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来我门上搅局吗？搅个屁局！老夫比你还猛呢！你说好的来抗牙测试的，难道是给我做测试？我把闹事者拿下！慢着，厉门主，事情没搞清楚前，不许动手吧？洛宗主，你不要多管闲事。是啊，洛宗主，这毕竟是我们的家事。此人蛊惑我未来嫂子，想要抹黑我苍兰皇室，我这个八公主也有义务为哥哥证明。苍月公主，这些跳梁小丑就是想搅乱婚礼仪式，不能随了他们的愿。来人，把闹事者拿下！谁敢阻挡，便誓为与我万象门和皇室决战！啊！什么？应变为压！我说了，现在就把事情搞清楚。吾乃森罗殿13长老，此为吾儿与苍兰皇室八公主苍月的婚书。苍月年满20之月，便是与吾儿成婚之时。什么？5大神殿之一的森罗殿，月公主跟神殿长老儿子有婚约？天哪！这一旦完婚，苍兰皇室背靠神殿，岂不是要一飞冲天？厉门主难道事先知道此事，才与皇室联盟？哈哈哈哈！森罗殿，这还真是意外之喜。怎么样？我现在是要把事情调查清楚，还有谁反对？本来是不想坏了婚礼的兴致，但皇室与万象门的名誉岂能受小小亵渎？没错，
我也觉得应该先把事情调查清楚，让在场的各位见证一下，以名门正派标榜自己的青云宗是如何用出这种见不得光的下三滥手段的。小辈放肆！早就不管清玄宗主的空间神通出神入化，今日就让我等领教一番吧。罗生哥，你真的要掺和进来？熊亲王，人家只是手痒了，想找你切磋一下。小友，一会儿我找准机会把你与柳师侄直接传送走。宗主，咱们有理，为什么要走啊？有理？有什么理呀？傻子都能看出来你是故意来找茬的。各位都冷静下，事情没查清楚前打嘴仗和动武都解决不了问题。你叫星夜是吧？啊，你说这个孩子是你和长兴的孩子？没错。放屁！你们才认识多久？皇兄不用激动，虽然普通人建立亲子关系很难，但修仙者却是简单的很。这是最基础的灵火术，灵气所化的火焰没什么威力，顶多能把修士的发丝烧掉。可如果换成自己的，因为灵火是纯由自身灵力构成，不会伤及自身，发丝也不会燃烧。如果遇到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的话，就像这样，会燃烧不完全。亲缘关系越近，能被焚烧掉的部分就越少。所以如果这女孩真的是你们的孩子的话，就证明给本公主看吧。好办法，简单又直接。要不私下验吧？这里这么多人，我怕五皇子你接受不了现实，心魔入体啊。星夜，不要再废话了。心儿选择的是更加优秀的苍凌云，口口声声说喜欢心儿，却用这种恶心人的方式往我的女儿你口中的心爱之人身上泼脏水。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威胁蛊惑心儿配合你，好在有公主殿下在场，才得以当众揭开你的卑劣行径。老爷，你在说什么呢？你不要画画了吗？看到了没有？侄子竟然用邪法控制年幼无知的孩童，达到自己的龌龊目的，这就是青云宗的核心弟子。哎呀，行了行了，别嗑帽子，我验还不行吗？别想动手脚，本王自己来。那请便吧。是。哎，拿稳了。哇，这几乎没变化呀，这不会是他自己的头发吧？怎么可能？那是五皇子亲自从孩子头上拔的，都没经星夜的手。也就是说，这真的是他的孩子。真有你的呀！竟然真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小友竟然有个女儿，我就说嘛，难怪长得和心灵这么像。心爱姑娘，到你了。事情已经明了，把闹事者拿下。看死！去吧，我的发！哎呀，剩下这么多，是直系亲属无疑啊，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只有新郎官手里的那根被烧没了呢？哦，是啊，怎么回事啊？总不会是殿下您用自己的内劲震碎的吧？小子，你提前在自己女儿的头上掺杂着大量心儿的头发了吧？所以才用这么夸张的方式证明。厉门主，刚才可是五皇子亲自拔下一根验证的。照你这么说，那星夜就不怕他拔到程心的头发吗？只要把我女儿的头发贴着头皮粘住，就能保证留在外面的是她自己的头发了。厉门主高见啊！我就说刚才拔这小姑娘头发的时候，一点头皮都没看见，本王还只当是她头发勾玉门密。星儿刚才释放灵火，她自己的头发被一瞬间燃烧干净，于是只剩下贴着头皮粘住的星儿的头发，然后避免露馅，就装作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看清楚，让女孩把星儿的头发全部散出来。不然身为一名父亲，本王实在想不出你为何要用这种伤害女儿的方式来进行证明。有道理啊，不然根本没必要让女儿变秃头啊。但发色不对啊。
发色可以染啊，反正烧了之后都变黑了。蠢材，让你自作聪明想出这种法子，现在我看你怎么自证。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速速拿下此子。就不能拔一根来烧吗？跟上次的燃烧程度一模一样啊！原来不是怕女儿秃头，是有充足的生机之力，能让头发长回来吗？他哪来的那么多生机之力啊？这刚催生出来的头发，可做不了假。天哪！也就是说，这女孩真的是程心和星夜的孩子？李门主，来啊，反驳我呀！说说我这次又是耍了什么手段？苍凌云，你把我送的丹药当彩礼来羞辱我的手段，弱爆！让我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羞辱。对呀，星夜道，难怪你这么激动啊！我是真心喜欢七二姑娘，所以送什么都心甘情愿。跟你这种只是为了完成宗门任务，什么都不想付出的家伙可不一样。哎呀呀，皇子殿下呀，我对您说的这些话深表认同。咱们的确不一样，你什么都愿意付出，所以能娶到星儿。我呀，什么都不愿意付出，就只能先跟星儿生孩子了呢。凌云，厉门主，本后需要一个交代。门主发誓，我对整件事情毫不知情啊！老爷，花花想你啦，花花好久没有跟你玩骑大马啦。住口啊！我儿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室与你万象门不死不休。叫星夜是吧？本后记住你了。哦，荣幸之至。厉害啊！竟然真的没动用结亲就把我皇子撵走了。不止如此，还把本来要联合在一起的万象门和皇室搞成了敌对关系。不对，我是万象门少主啊！那我以后的日子我这惨了。程心，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吗？厉门主，如果花花在婚礼上被新郎欺负了，不管那个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能给宗门多大的好处，也不管我背负着什么样的压力与难处，我都会把他打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因为我首先是一名父亲。希望你与我境遇相同的时候，也能说出这些话。我不会与你境遇相同的，我很厉害的。你少说两句吧。哼，程岩，你先带程心回去休息。哎，厉门主，先别走啊！大家随的份子钱怎么算呀？恕我们招待不周了，各位可以继续进行宴会。所收礼金，在各位道友离开本门时会悉数奉还。嘿嘿，咱们走吧，宗主。抗压测试圆满结束了。到底是谁在抗压呀？小友，你说这孩子是你的妹妹星大花？好，正是。见过宗主，我是在哥哥闭关期间醒过来的。玄幻，你到底是怎么想到这种丧心病狂的法子的？之前去合欢宗的时候，我用着你的身体硬扛过几次雷劫，嗜血阴煞珠并没有修复变成黑炭的残破身体，反而是重新形成了像胚胎一样的存在。然后胚胎开始飞速成长，虽然能够恢复自身的样子，但中间的过程有可能变得奇形怪状。这次也是自爆了15次之后，才碰到了一次相对匀称的身体。然后只要及时的跟本体交换，阴煞珠转移，我这具身体也就停止生长啦。没错。让我假扮你和程心的孩子，你就不怕露馅了被打脸？嗨，不会露馅的。这里呢是程心的血液和毛发。为什么有这么多？我怕不够，所以用生机之力催生了一些。所以呢，你要干嘛？嘿嘿，你的能力不是可以让系统的合成功能合成一些炼器材料之外的东西吗？
那能不能把你自己和这些东西合成一下呢？好难受，感觉自己不纯粹了。等婚宴结束，你取出来不就行了吗？你打算怎么跟大师姐和宗主解释你和程仙有孩子这件事？实话实说吧。难怪，因为是炼尸，所以方便修改身形，还可以把诚心的血液之类融制进身体，所以才能通过灵火的测试。柳师侄，这些事你也知道吗？那你们干嘛要瞒着本宗主？实话实说的话，宗主您肯定会说这是歪门邪道，让我否决的吧？不过好在计划顺利实施了，多亏了小友，这次万象门和皇室联姻被破坏了。不止如此，如果解释不清楚事情，两家甚至会反目成仇。虽然咱们这次也算得罪皇室了，但这次小友让老夫见识了什么叫杀人诛心，嘿嘿，实属痛快。嘿嘿嘿嘿嘿嘿。他自找的，谁让他敢欺负我家大师姐的？不过程心与小友有小孩这件事经不起推敲，他们肯定有手段让程心说实话。一旦误会解开，他们将更加疯狂地针对我做。放心吧，他们的误会不但解不开，还会越来越多的。厉门主，这次的婚宴让凌云身心受创，皇室的名誉严重受损，我们需要一个解释。二位随我一步宗门宝库吧，库内能有什么用得上的，二位尽管随意取用。凌云送我的2枚养魂丹，我也会全部奉还。哼，这还差不多。见过门主。不是叫你带诚心过来吗？小姐她进宝库里反锁了最外层的大门，我们进不去。这孩子想什么呢？不瞒二位，带你们来藏宝库是心儿出的主意。他被青云宗的星夜用邪法蛊惑，刚刚才恢复清明，他也愿意接受身体检查，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是什么意思，厉门主？林千金在何处？这怎么可能？小姐的权限只能打开第1层的宝库大门，我和2位元婴长老都是眼睁睁看着她进去的，为什么不会在里面？宝库里的东西也不见了，难道都被小姐带走了？让宗门金丹以上人员全部出动，找到心儿。是。厉门主，那养魂丹不会也被令千金带走了吧？皇后放心，这层宝库只是存放一些不太贵重的物资。养魂丹和其他贵重之物都存在了第2层，这层大门可以抵挡鹰变修士的攻击，只有拿到元婴期，手持宝库令才有开启权限。平时虽然可以通过门上的单向传送阵传宝物进去，但如果想要取出，开启宝库大门的同时，宗内所有元婴期以上长老的神识都会有所感应。这是防止有人乱用宝库物资的手段吗？没错，心儿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了。二位先随我去挑选能给凌云疗伤的材料吧。这不是和第1层一样吗？是还有其他机关吗？厉门主，厉门主，难怪你要买养魂丹，丹药自带着浓郁的魂力，就算你把带有魂力的发丝融合进去，也很难让人发现异常。你是算准了他们会把你送的养魂丹占为己有，然后留下要夺回养魂丹的消息，再离奇消失，造成自己神出鬼没的样子，让对方有所期待。等程仙给你发信号后，你就伪装成程立，给五皇子传信，引诱五皇子询问养魂丹的事情，建立2人之间的对话。
然后将对话加工修改，引导常理，把养魂丹放进宝库里就行了。事成之后，只要用瞬移能力，就能把它带离万象门，顺便搬空他们宗门宝库。恶心了五皇子，离间了皇家万象，带走了门主千金，还把家抄了。哥哥真是太厉害了！少来了，有话直说，别整没用的。宝物能分我。系统统计出来了，这些东西大概什么价值？虽然说是财政危机，但毕竟也是传承1000年的宗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各种奇珍异宝、高阶法器、名贵丹药不计其数，加上堆成山的灵石，全部换算成灵石的话，起码也是100亿级别。按个人资产的话，宿主应该能排进苍兰国前10了。怎么了，师弟？师姐，我彩礼攒够了。啊？孙思婷，没出什么状况吧？一切正常，我已经让程小姐沐浴更衣，在房间等待主人您的临幸了。别给我做多余的事啊！还有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准叫我主人！是。给我换成正常的衣服。是。清玄宗主竟然这么快就放你回来了吗？洛生哥来了，要找他谈事情。门外的那位前辈好像不是青云宗的吧？哦，之前是合欢宗的。闭关1年就能让合欢宗的元婴修士对你言听计从了吗？还真是可怕。所以劝你最好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那位元婴都拿下了，这位元婴还没拿下吗？师弟，你出去，我要闹婚一下。星夜，田皇后和秦王被我父亲叫走了，五皇子还在那个飞行宫殿里面。上面还有别的元婴期高手吗？没有了，不过应该还有10几名皇室的守卫，都是金丹初中期水平，而且他们开启了宫殿的防护罩，贸然闯进去肯定会被发现。好，我知道了。殿下，您是怒急攻心，用老夫的法门调理2日就能恢复了。有劳王太医了。也希望殿下不要因此影响了修炼。这次本王虽然颜面尽失，却是看清了自己的不足。说来奇怪，现在非但没有一丝愤怒的情绪，内心的其他郁结仿佛也一扫而空了。什么？本王的平静松动了！恭喜殿下，此乃心境突破。殿下的境界一直卡住，就是因为缺少心境上的蜕变。这次真的是因祸得福啊！真是的，一个法器弄这么大，害我找了好久。什么？外面不是开启防御阵法了吗？你是怎么进来的？门外的一众守卫呢？被我传走了。传走了？就像这样。那小子干了什么？这里是哪里？怎么回事？王大爷！这是什么法宝？王太医还有一众守卫都被收进画卷里了。别担心，林老头清除他们的记忆以后，会放他们回去的。等等，您是林志远林前辈？您这是何意啊？我听说您不是和这小子有过节吗？我皇室和万象门结姻，绝对没有为难林老您的意思呀。老夫也不是针对你，谁让你得罪了少主呢？少主？您管心里叫少主？我们之前的确是敌对关系，但林老头已经折服于我的个人魅力，所以归顺了。虽然都曾是敌人，但殿下你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林老头针对的是我这个人宽宏大量，可以给他机会，但你对我师姐出手了，所以能让你活到今天，已经是我的仁慈了。
还好那个师姐当时没跟他去合欢宗。不过你也别担心，我会跟你1对1单挑的。林老头只是来帮我处理无关人员。少在这里惺惺作态，你觉得本王会信吗？老夫发誓，不会干预星夜小友与苍凌云的生死比斗，并保证比斗的绝对公平。如果苍凌云获胜，老夫会全虚全尾的放他离开；若为此事，斗心崩碎。好，林前辈这样说，本王就放心了。星夜，凭你这些手段，应该早就能杀掉本王了。但看来你一直抱着猫系耗子的心态啊！狂妄自大给人带来的恶果，本王才刚刚体会。哼，但很可惜，你没有领悟此番道理的机会了。又是嗑药，就没点新花样吗？混货！本王吃的是早就准备好的凝阴丹，还真是要感谢你呀，帮本王突破了金丹瓶颈啊！啊，凝阴丹，那是啥？是金丹大圆满瓶颈松动时所用的丹药，服下后会飞速抽空周遭灵气，进入凝结元婴的阶段。此阶段金丹无敌，因为除了结婴者自己，只要修为未达到元婴，就无法在这种情况下调动灵气。换言之，所有法术法诀都会失效。啊，真的？灵火术倒用不出来了？不好办啊！小鬼的那件法器已经渡劫成功，不能引动天雷了。这种没法动用灵力的情况下，哪有获胜的可能？估计要用奴印强行让老夫出手了。违背天道誓言，道心崩碎，这就是老夫的下场吗？还没能炼制出天界法器，好不甘心啊！快，干嘛一副要死的表情？别人还以为我虐待老人呢。哼！系统，把万象门宝库里面所有能提升法器品质的材料跟我合成。好的，正在统计符合要求的炼器材料，统计完成。天外云铁134.2斤，星辰钢5.8斤，远古剑竹22根，武灵玉75.5斤，万年寒铁402克，空间砂50克。极品材料共522种，总计8.5吨。开始批量合成。怎么可能？周遭的灵气已经被我吸空了，为什么还会给我造成这么强的威压？这分明是炼气气场的波动，比老婆炼制的地阶上品的波动都要强上数倍不止。难道是天阶？可是他也没有炼制法器呀。这个是，又是天道威压啊！又，难道他身上还有其他超过天劫的至宝？不是吧？怎么又引来天劫了？能屏蔽吗？怎么屏蔽？你又进不了系统空间，这次只能硬扛啦。算了，将计就计吧。中场休息，我去渡个劫啊，回来后再开始。想逃跑吗？逃跑呢？你别太大声行。哼，去死吧！苍蓝破天诀！这就是凝阴气带来的法术增益吗？太强了，太强了，威力提升了数倍不止啊！空手接白刃啊！哪有用空手接解决的呀？出手捏碎了！别误会了，苍凌云，
我是怕你不小心被劫雷给劈死了，那就不好玩了。他是什么怪物？哎，程岩，给你个少门主高光时刻，你要不要？怎么回事啊？涌过来好多乌云。啊！看，飞行宫殿上有个黑衣人。这是天道威压。你留下来照看立门主吧，我们要出去看看。是。什么？那个黑衣人是谁啊？天道威压是冲着他来的？难道是度化神界的应变高手？不，云儿还在里面。啊！我竟然扛住了雷劫，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强啊。强度的确比上次弱了很多，但宿主能扛也是因为肉体被强化了，再配上天阶剑灵根，说白了，这回的雷劫就是宿主这天阶大宝剑现世的雷劫。前辈应该不会没有察觉到那宫殿法器里有不少修士吧？我等与前辈无冤无仇，前辈为何滥杀无辜？皇后，冷静点。一个飞行法器搞这么华丽气派，还挂得老高。老夫最讨厌别人显摆了。什么？就因为这种理由，就把云儿……皇后，此人性情古怪，我要激怒他。你若死了，谁替凌云殿下报仇？前辈教训的是，我等以后定遵前辈教诲，低调做人。不过，此处乃是我宗门腹地，门内还有好多弟子后辈涉世未深。万一打搅了前辈渡劫，那我们便是罪该万死了。少啰里吧嗦的，你们站在一起，让老夫劈一下，就当赔罪了。哎，前辈，这磨磨蹭蹭，那个塔盖得那么高，太装了。这下面竟然是宗门大阵阵基的位置，造好了。阵基被毁，无法启动大阵御敌了。可阵基一直处于移动当中，而且神识不可查，他又是如何知道准确位置的？那边人太多了，老夫讨厌聚众。不好，那里都是来我宗参加宴会的宾客呀！快跑啊！雷劫要过来了！不准跑！谁跑，老夫杀谁！怎么办呀？这个斗篷真合适装逼啊！我都被劈成这个鸟样了，从外面看上去依旧酷炫拉风啊！你们站在这里，乖乖的让雷劫劈一下，老夫就走。这里20几位元婴期一起撑住防御的话，应该能扛得住吧？就算扛得住，咱们的子嗣后辈扛不住啊！没有到金丹，绝对会被震死震残呐！可恶，不如所有人联手跟他拼了！他已经挨了3下雷劫了，一脚都没碰，怎么拼？铁杵啊！前辈，我是万象门少门主程岩，这里都是我请来参加婚宴的宾客。要说聚众，也是我把他们聚在一起的。前辈要劈就劈我吧。筑基期的小鬼，挨一下你可就灰飞烟灭了。如果这样能让前辈消气，就来吧。想不到万象门少门主竟有如此担当，如此胆色。爹爹，他好帅啊！爽呀！这就是当英雄的感觉吗？不行不行，嘴角要压不住了。勇气可嘉，那就依你一个人吧。这个说的不一样啊！星爷我丢雷蒙啊！什么？雷劫呢？发生什么事了？我改主意了，你和老夫那已故的孙儿很像，你以后
就是我干孙子了。啊！你们快看，前缘怎么变成暗红色了？这天道威压，竟然变得如此骇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都告诉宿主不要用系统空间转移雷劫了，违反天道法则会导致雷劫威力提升数倍的。靠！难怪下了那么多造化池。大家都没事吧？死不了。这雷劫的威力没有想象中的强，好像不是化神雷劫。啊！很抱歉，刚才的雷劫没有达到亲们的预期，这就为亲们补发一道了。啊！不要！这怎么搞得跟合欢宗那次一样了？可恶啊！神识无法捕捉，就不能用空间转移了。红色雷劫实在是太快了，再转移一次，又会让雷劫威力加强数倍。那时候宿主才是真的死定了。小畜生，你干什么？林前辈，是星野之前说好的呀，他回来就开始比斗，还是说您要违反天道誓言呢？混账东西！这就是他轻敌的后果。利用雷劫威力的话，本王还要拒你3分。结果你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还敢回来？现在就来为自己的愚蠢买单吧！啊！为什么还能用出法术？而且这是什么招数？竟然察觉不到任何灵力波动。不对，这不是术法，从他伤口散发的气息是法则之力，而且是无比混乱的法则之力，比那个时候的感受还要更加强烈。关键这次是主动发出的，金丹期就能运用法则之力了，这怎么可能？你个怪胎，给本王死！碎了，这可是地阶上品的宝剑啊！这是剧毒，是毒系的法则吗？吃解毒丹也是没用的，法则之力只能用同级别克制法则才能消除。啊！好冷！竟还有如此手段！毒系法则上又融入了冰系吗？啊！还有火系，这怎么可能？四老头，你干嘛呢你？失礼了，少主的身体对老夫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时没忍住。这个变态对我做了什么？不是啊，少主，因为你散发出天阶法宝的气息，老夫就想研究一下，而且就差一点了，老夫好像要悟到什么了。少主，再让老夫摸一下。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身体怎么恢复的？你昏迷有1个时辰了。奇怪了，我没感觉到伤势严重到要昏迷的地步。苍凌云呢？少主，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啊，我记得被苍凌云偷袭，然后我就很生气，想干他。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哎，这棵大树哪来的？我记得之前没有的吧？这就是苍凌云。啊！是少主你用法则之力把它变成这副样子的，他已经气绝身亡了。法则之力？我才金的，怎么用的法则之力啊？你问我，我问谁去？
还想好好跟他算算师姐的账呢，竟然就这么挂了，真是便宜他了。也不是很便宜，毒、冰、火、妖王生命，他被身上的各种混乱法则足足折磨了1个时辰才咽气的。啊，激动，怎么回事？我用法则之力了？因为宿主本身就用合成功能合成了很多本来不可能相融的东西，这次可能受了雷劫影响，让融合之物混乱的法则溢出了。伪气灵就是伪气灵，这可不是法则溢出。哥哥竟然有此等天赋，看来这计划可以适当改变一下。哎呀，出来太久，我得回去了。这个怎么处理？先放着吧，到时候砍了，给外门弟子当茅房。好。还好，进化成古王之后，能把全部的神魂和灵力收进蛊虫里来假装死亡。星夜竟然把我害成这副样子，你等着我皇室踏平青云宗吧！啊！有奴，这家伙一直在看戏吗？有没有通知人来救援？殿下，您做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什么？你要做什么？放心吧，凌云殿下，剩下的事我会替你做完的。师姐，我回来了。干什么去了？也不打声招呼，传音也不回。抱歉，出去处理了一些事情。林志远，不用担心，他已经被我说服了。少主，能再把衣服脱一下吗？老夫真的就差一点悟道了。林志远，我退出了。老三是林志远，我接受不了。嗨，说什么呢你？完了，少主费了不少力气捞着程心，看来两人关系也不一般。他为了大师姐都不惜得罪整个皇室。那程心要是给少主吹吹枕边风，老夫还哪有命在？不行，残我天界的机会就近在眼前，老夫即使扒下这层脸皮，也要苟活下去。请程心姑娘原谅老夫，老夫真的是鬼迷心窍了，才做出了那等畜生不如的事情。看吧，这就是你不主动的后果，师弟被糟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说你现在相当于天阶法宝，刚才还去渡劫了？所以林志远只是单纯馋你天阶的身子？闭嘴吧你！程心姑娘真的不怪罪老夫谋害老门主的事。我听贾执事说过，外公其实是反对父亲母亲在一起的。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也不会出生了。那倒是。所以我真的想把你千刀万剐。为什么要让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别说了，我这不是逃避责任，不是的。够了！他在跟谁说话？啊，难道？少主，你这是？果然呢。我都没吃到多少。
谁让你慢吞吞的？程心，你竟然有2个心魔！啊！需要我帮你除掉吗？这怎么可能？你竟然能直接跟心魔接触！哎呦，能在你脸上看到这么丰富的表情，还真是难得啊！大师姐，这个男人管得不严，以后会开很多后宫。我早就看出来了。哪跟哪儿啊？不从根源解决问题，心魔还会滋生。所以，我想用自己的办法。啊，对了，你之前说要复活的，就是他们吧？是的，他们是对我最重要，却因我而死的2个人。说说具体方法吧，虽然我不觉得邪修会真心帮你。好，全部的流程就是这样。系统的术法库内没有匹配到跟他描述相符的内容。也就是说，程心被骗了？那倒未必，因为整个系统的能力也才解锁2成左右，说不定对应的术法还没解锁。要是有什么方法能推导出他法则的可行性，那就好了。目前还没有这种功能。说到推导，我倒是想起一件事。什么呀？哥哥，你那次修炼分身的抽奖其实是被我调包成自己了，真正的奖品被我藏到了系统空间深处。好，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人家忘了嘛，藏起来前我打开看过，那个东西好像现在刚好用得上。你呀，居然敢开我盲盒！那些都是为了骗哥哥上瘾做任务的，其实里面塞了什么都已经定好了，但那东西放的地方，我现在的权限进不去喽。提供坐标位置，我去取。W21T6B89。万能推演台。啊，这是哪儿啊？欢迎进入万能推演台。下面请播放使用说明。万能推演台依托宿主的尸骸构建，需以神识形态进入，可以对万事万物进行模拟推演。所能进行推演的内容受到宿主识骸算力的限制。神识槽一旦归零，推演失败，外界的肉体则会因神识耗空陷入昏迷。我什么都没做，神识怎么也在减少？这是维持意识高速旋转的算力。推演台内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1/1000，外界1秒相当于这里的2.8小时。哦，这个功能厉害啊！就和梦里过了很久，外界只过1分钟是一个道理。那就先拿程心的这个术法来做个实验吧。宿主可以用神识兑换所需材料进行推演，不过那个程心所说的术法很复杂，你最好出去问清楚再回来。啊，把你说的那个法子实操一下，需要什么材料自己做。好的。推演个人出来让他帮你试，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主意吗？啊，系统，这虚拟出来的人也有正主的记忆吗？是的。那我岂不是能虚拟出敌人拷问了？虚拟角色需要有好感度才能解锁对应的情报或行为，即便你在这里拷问敌人，也是无法解开上锁的秘密的。那我怎么看好感度啊？看不了。哼，没意思。我又不是搞对象系统。这法门的确十分玄妙，不像是胡编乱造的。师弟，你怎么看？师弟，你怎么了？没事儿，可能有点低血糖吧。过去多长时间了？宿主在推演台里度过了3天半，外界过了30秒。啊，这个给你。啊，这是你需要的材料，就差这个了吧？元婴5行精血，心灵在合欢宗取到的吗？这是我的个人收藏，分明是从人家宗门宝库里搜刮的，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少废了，我不搜刮，他自己也没权限拿。真要实验那邪修提供的法子吗？放心吧，师姐，一切尽在掌握。弄好了。哇，还挺快的嘛。我从未见过这种类型的法阵，虽然布置起来不难，但跟我所熟知的法阵运行原理都不同。好了，这没你的事了，出去待命吧。是。怎么样？他布置的法阵没有什么问题吧？很完美，
比我自己布置的要好太多了。哇！这，你一直随身带着他们的遗体吗？嗯，娘亲的遗体是我偷偷从宗门祖地挖出来的，不能被人发现。好吧。没有的，那个邪教老头肯定在骗你。是啊，别试了，我们活不过来的。安静点儿，想被我物理超度吗？那我就开始了。聚魂鼎、暗影物、养魂石、寒霜玉笋，你竟然能凑齐这么多稀有材料！不择手段的话，你也可以。阿周天天高头高，阿天高。起！怎么搞出这么大动静？你的大隐秘阵法扛不扛得住啊？少废话，快来帮忙！成功了！娘亲，陈昌，你们怎么了？这个术法根本不是用来复活人的，而是用来折磨人的。什么？人死魂灭，却还是会有部分神魂残留在肉体上。不过这部分神魂量实在是太少了。这法门虽然可以放大神魂信息，也还是无法被当作真正的灵魂。这是什么意思？就类似于心脏更换以后，人的性格会变，是因为心脏上带有原主人的信息。这术法作用相当于把人的心脏信息放大，取代大脑指挥全身。这就是后果，强行让被放大的骨肉信息代替真正的神魂，这将给被施术者造成神魂撕裂般的巨大痛苦。我想当初发明这个术法的人，也是想复活某人，但是却失败了。怎么会这样？师弟，你知道这个办法？哦，刚知道的。什么叫刚知道？虽然知道，但不让程心亲自试一遍，他肯定不会甘心的。太爽了，源源不断的负面情绪涌进来了。他的识海马上就要分散了。啊！破坏这部分通路神魂信息，依旧会被放大，但不会被强行融合进身体，也就不会痛苦。发明这个术法的人失败，是因为他找错方向了。心脏信息再多，安到脑子里也不用的。那如果换个思路，不让心脏代替脑子，而是让心脏信息超过脑子，会怎么样呢？心脏超过大脑？啊，没错。把脑子当中控制情感的部分削弱，再放大心脏原主人的信息，那这个人最后会不会变成由心脏主导的原主人性格呢？但现在两位是没有神魂，只有骨肉信息，相当于只有心脏信息，没用大脑。那就给他们安上大脑呗。啊！我把自己的神魂分出2块，完全抹除里面的信息，与2位融合。怎么融？神魂只能匹配自己的肉身，强行夺舍会遭天道法则制裁，能活下来的几率都是1/1000，何况他们都已经是尸体了。哎，师姐别忘了，我也是尸体。其实都不算吧。经过改造的我，现在只能算是一件法器了。去吧。没有反应，失败了。因为骨肉神魂的信息被放大的还不够，我之前想换5行鹰变精血的，但神识不够满。什么叫神识不够满？之后我又尝试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不太理想。最后死马当活马医，用上了我自己的精血。
怎么灵力波动更强了？又顶不住了！爆灵丹，少主许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拼命！少主可是老夫余生的全部意义呀！哎呀呀！怎么了，小畅？愁眉苦脸的。我们宗门可能要解散了，因为你父亲之前被骗的事情。是啊，有个冒充皇室的骗子，把我们宗门的灵石都骗走了，还让父亲欠下了很多外债。我这里有个东西，说不定能帮到你。啊？地图？这是我偷溜进外公的房间，在一个暗沟里发现的，说不定是藏宝图呢。小姐，门主叫你回去。拿着。先放在你这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探宝。好嘞。为什么会这样？你再坚持一下，我已经告诉我们宗门的人来救人了。别管我，快跑！父亲被那把剑控制了，我阻止不了。对不起。为什么你要道歉？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啊！要是我没有把那个地图给你，诸位道友，随我诛杀此魔！希儿，娘亲，杀！大家赶紧散开，毒水已经彻底入魔，撤退！所有人撤退！程心不知道自己是被谁从竹山宗的废墟里救出来的，他只知道，因为自己的原因，害死了娘亲，害死了挚友，害死了数不清的无辜生命。后来人们把这次灾难称为魔剑之乱。只有13岁的程心无法承受那痛入骨髓的内疚与负罪感，他想用死亡来逃避，但都被人发现救了回来。之后在父亲的严格看管下，他连死都做不到了。他能做的只有渐渐封闭自己的情感，什么都感受不到了，痛苦便也随之减弱了。程心不记得自己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度过了多少年，也不记得心魔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只记得最宠自己的父亲以及对他疼爱有加的众长老们的眼神渐渐变得冰冷，变得陌生了。程心很害怕，害怕他们是知道魔剑之乱因他而起。从哥哥口中得知，父亲和众人的冷漠，只是因为自己毫无长进的修为的时候，他笑了。程心不清楚自己多久没有笑过了，又为什么要笑呢？或许是因为本以为已经沉底的心，却向更深处跌去了吧。那里太深了，太黑了，黑到让他终于注意到了，一直照耀在身边的却被他忽视了的亮光。这通脉丹是我在宗门大比时候得到的，但以你哥我的实力根本用不到，你拿去当糖豆吃吧。突然这是怎么了？又哪里不舒服吗？我是叫药糖的人。哥，谢谢，对不起。
欢迎回家。终于，在哥哥的争取以及确定诚心再无死志后，他的软禁被解除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已经过了6年时间，自己已经19岁了。好久不见啊，小丫头，亏你能找到老夫这里，有什么事吗？我想知道，有没有让死人复活的办法？当然有了。好，总算稳定下来了。小陈，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太好了，心儿，你没事。真的成功了吗？这孩子，这是怎么了？小陈，轻着点，脖子要断了。能修复如此复杂的术法，师弟费了不少心思吧？还好吧。嘴上说人家是毒妇，原来一直在默默付出呀。嗨，没呢，才付出了30秒。要是在大师姐身上，我付出会久得多的。怎么会？竟然真的有复活法术！不，这样下去怎么会消失呢？上天有好生之德，心魔的命也是命，杜绝浪费。让我来拯救你们吧！身体的消散真的停止了。原来他是站在咱们这边的吗？人还怪好嘞。直接消散还不如做成心魔天然凉，吃着放心，主人也安心。督主，你是魔鬼吗？原来是这样，我们已经身故10几年了吗？难怪皮肤变得皱巴巴的，丑死了。不过小陈，你也太强了，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让人复活的法术呢。这法术本身问题很大，多亏了星夜道友帮忙，才能这么顺利。不错嘛，长得蛮帅的，是你男朋友？还没到那个地步，现在只是婚约者而已。10年后的恋爱顺序这么混乱吗？是联姻对象吗？你父亲授意的。是的。混账东西，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当做宗门联姻的牺牲品。他多大了？什么修为？21，金丹中期。资质还算过得去。心儿若不是受了我们影响，修为也定不比他差。他1年前是筑基5层。什么？1年？这么急功近利，不怕损害根基吗？心儿，记住，修为只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人品。他让一个元婴中期炼气宗师和一个元婴中期阵法宗师心甘情愿当奴仆。贤婿，站那么远干嘛？过来聊聊。那也就是说，剑魔之乱的起因是你把地图给了陈畅？这不怪小陈，都是我拿去跟父亲显摆才造成的。怎么会？是我拿的地图，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厉害啊，竟然都被大师姐猜对了。那只是为了应对诚心的威胁，没想到你们关系好得很，是我多余了。大师姐误会了，我们那会儿就是敌对关系。没错没错，是结亲之后才如胶似漆的。才没有呢！心儿，还没跟为娘介绍呢。这位姑娘是朱娘亲所见，是横亘在我面前的大山。真好呢，我还怕小陈会因为我们的事一蹶不振来着。冒昧的问一下，你们2位记忆完整吗？回顾一下一生，有没有什么完全记不起来的时段呀？没有哎，都能记得。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记忆缺失。那就奇怪了，骨肉神魂信息无论再怎么被放大，
也不可能像原有神魂一样完整啊，肯定会有记忆缺失的现象的。难道是师弟你的精血把这部分补全了？嗨，怎么可能？假设那邪修炼制你的时候，用到了他们的神魂了呢？体内有万人神魂，不可能探查不到的。他们神魂的层级也没有超过我的。那你身体里有没有什么你神识无法深入探查的东西？神识无法深入探查，抛开系统不谈的话，难道说……怎么了，宿主？我要许你一个身体里没有祭血阴煞珠的自己，再做一遍实验。失败了。体内没有祭血阴煞珠的情况下，两人并没有复活。难道珠子里面真的有二人的神魂？可为什么那个邪修和魔剑之乱？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回事，是我完全被误导了。那邪修布置的炼魂阵远超10年，如果能收集到剑魔之乱陨落的那么多元婴强者神魂，那空间壁垒应该早就被打开了，所以我才排除了他和魔剑之乱的关系。这么看来，他不是没有用那些神魂，而是把他们全部融进祭血阴煞珠里面了。但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收集神魂，肯定要事先布置啊。那也就是说，魔剑之乱和那个邪修脱不开关系，他大费周章的利用诚心，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哎呀，可恶啊！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了吧！申请场外求助。你是说邪修是始作俑者，但猜不出他利用诚心要达成什么目的？有必要知道吗？他人都死了。不，就是死了才有必要。邪修把阴煞珠的优先级放得比净化神洞府还要高，他的死没有那么简单。我怀疑他还有办法复活，而诚心就是条件之一。是他给你的阴影太大了。才不是呢！那邪修的戒指不是在你那里，里面有什么线索吗？啊，大师姐，你帮我看看吧，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也来帮忙吧。哇塞，东西也太多了，都是些没见过的邪乎东西，哪一样都很可疑。这不是古王诀残篇吗？杜老给王登的那个。虽然是残篇，但这功法阶级很高，可能有天阶。功法严重残缺，这你怎么看出来的？凭经验，不，大概是直觉吧。这算什么？行，我研究研究。系统，推演台可以推演补全功法吗？功法推演需要宿主达到元婴，解锁法则感悟。那如果我用之前奖励的功法 DIY 券呢？可以的。DIY 券不能在万能推演台上使用。别想卡 bug 了，宿主，你的神识是不可能虚拟出系统道具的。可恶！在外面用总行了吧？请把所需功法放到扫描区。扫描完毕，古王诀天阶下品功法。大师姐说对了，真的是天阶。功法内容残缺，是否需要补全？补全。功法等级较高，补全需耗费完整 DIY 卷1张，无法再进行功能改进。是否确定补全？确定。补全开始，请勿随意移动功法。正在对古王诀可能的走向进行推演续写。这怎么可能？他在靠自己的推演补全天阶的功法，瞎写的吧？不对，续写部分的法则之力与原有的完全契合。怎么又来？少主，你再这样，老夫的身体可撑不住了呀！谢儿，听为娘的，这个男人一定要争取，不对，是必须要得到。推演结束，古王诀补全完成。
来，大家都看看，能不能从里面发现杜老魔的阴谋？天阶的功法就这么让我们看？不然呢？还要我念出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要看！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可以看到天阶的功法。并非有生之年啊。师弟，这部分功法……又被大师姐你说对了，这样子拼图就凑齐了。心魔骨，一开始我就被利用了。魔界之乱原来不是因为我和小陈。圣主，出什么事了？皇室和万象门的人在联手攻打青云宗的护宗大阵。什么？还有，刚才刁长老来过，说有重要的事情，请您去一趟宗门祖地。清玄，快把星夜交出来！干嘛一上来就打打杀杀的？各位消消气，坐下来谈谈嘛。对呀，是该谈谈的。收起你的魅惑术法吧，洛神哥，你要是掺和进我们和青云宗的争端了。太阳别误会，人家只是带着徒弟来做客的。清玄，李门主，还有皇室的各位道友，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清玄老贼，你还敢问我什么意思？你们搅乱联姻，洗劫我宗门宝库，劫走舞女诚心，还联合杀害我万象门上代门主的林志远，企图谋害五皇子。我和皇室的诸位今日定要讨个说法。成立，没有证据，少在那里血口喷人。清玄宗主要证据，本皇子就是证据。小人用了一种诡异的顺符功法，把我从飞行宝船中带到一处山洞。万象门宝物的失窃，心儿失踪，与此法绝对脱不开关系。而后他和林志远联手，我差点就死在了那里。还好我用假死之法才勉强逃脱。本皇子用道心起誓，刚才所言如有半点虚假，神魂崩散。清玄老贼，你还有什么话说？今日你若不交出星夜，我与皇室的诸位道友便踏平青云宗。先碎了这龟壳再谈吧。糟了，是皇室专门针对大型阵法的极密炮。那可是上古的准天阶法器，竟然被搬来对付咱们。放！敢！宗主，我没事。为了保护宗门大阵，应接极灭炮。清玄宗主果然胆色过人，不过这一炮只用了1成威力，这次加强到10成，你们要拿什么看啊？关州长老，如果阵法破了，我和其他元婴期长老会拖住他们。你负责疏散所有内门弟子，务必护送星夜小友安全撤离。只要他在，青云宗就不会倒。小兔崽子们，这没你们的事儿了，都滚回内门广场。宗主，带我一个。宗主，带他们离开，刁长老一个人就够了。我这把老骨头不想折腾了，就留下当个马前卒吧。关州长老，所有金丹期以上修为者，随我护阵。怕死的滚蛋！剩下的弟子接青云凌霄阵。是此捍卫宗门。一群蠢货，根本不了解极灭炮的威力。这一发就让你们全员重伤，下一发破你护宗大阵，然后青云宗就可以成为历史了。而后，我万象门将成为新的3宗4门之首。
别随便在别人家宗门口打炮啊！什么？天哪，是极灭炮！极灭炮被毁了。啊！不是吧？极灭炮的攻击怎么被弹回去了？我都做好赴死觉悟了，什么情况啊？这难道是你们凝聚力团建活动，搁这儿表演啊？不好，小友在护宗大阵外面。小畜生，屡次三番坏本门主的事，竟然用邪门歪道掠我皇室传承法宝，受死吧！烈环外天诀，蠢货，不要用远程术法。该死，竟然连咱们的攻击都能转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劫煞剑、灾煞剑听令，防御阵法开启到最大，纵向列队，所有人撤离，开启自动巡航，全速撞击青云宗护宗大阵。啊！凌云，你疯了！叔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此次调兵和动用极灭炮都没有向监天司报备，如今碎煞剑被击沉，极灭炮损毁，一旦铩羽而归，皇室声誉扫地，我们难辞其咎。唯有破釜沉舟，牺牲剩余2艘战舰，撕开青云宗大阵，你我才有将功补过的机会。程立，看好那小子，别让他再动用那古怪的能力了。放心，他跑不了。万象所就是专门针对空间神通的。不是宗门团建吗？玩的这么大吗？可恶！这种冲击下，大阵是保不住了。全宗上下所有人听令，准备迎敌。无极领域开！万象门皇室的小兔崽子，竟然敢到老夫的地盘撒野！太上长老，既然来了，就都别走了。如此恐怖的剑气爆发，竟然能做到重伤程立他们，却丝毫不伤及我。这是应变期才能运用的领域技能，可改变一定范围内的天地法则，使其更契合自己的领悟。可恶，他怎么还能发动领域技？不是说青云老祖被魔气侵蚀，导致生机断绝，只能在宗地苟延残喘，靠阵法续命吗？我也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不好，快跑！既然来了，就都别走了。不好，快跑！人放了。是，无极前辈息怒。你是从哪里知道关于老夫的情报的？回无极前辈，是我宗的贾格飞执事，在贵宗安插了眼线。哦，哪个是眼线？在下也不知情，为了保密，都是贾执事和线人单方面联系的。那个贾执事人在哪里？他失踪了。你在耍老夫吗？前辈息怒，晚辈真的联系不上他。老夫的状况只有自己清楚，没告诉门里任何人。他的线人是老夫肚子里的蛔虫吗？这怎么可能？会不会是贵宗里有一个修为高过无极前辈，让您无法察觉到的线人呢？皇室的元婴出其小辈，竟然抗住了老夫领域里的剑气攻击。小辈，你在说什么胡话？本来是不想使用这一招的，代价太大了一点。
杀的万象门和皇室之人的血液都被那个阵法吸走了。剑来，剑气攻不进去，自成空间的法阵。啊，这股气息是阵法阁的方向。大师姐，应变炼师，大师姐，成心，应变间的炼师不是被我给破坏了吗？怎么还能动？宗主当时破坏的是他的自主行动机构，他现在的行动是完全被人操控着的状态。星夜啊，你和柳千云所在的是共生能量罩，如果能量罩范围出现人数上的变化，两边会同时爆炸，所以你最好不要尝试用那个古怪的瞬移法术。休走！太上长老，老夫没事，派宗门里速度最快的去追，有控制应变中期炼师的法子，却这么着急着走，肯定是有极大的副作用，维持不了多久。是。你闺女被带走了，却把你扔在这里，你觉得是为什么？晚辈不清楚。哼，因为你屁都不是。把他扔进地牢。星夜小友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要让他体会世间最痛苦的死法。老夫不能离开祖地太久，有星夜小友的任何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是。用神伤血，主动让自己失去意识，先把大师姐转移走，反正护照爆炸了我也死不了。啊！什么？神魂法4倍？你很惊讶吗？那看来我猜对了。从你到船上劫走我那时候看出来，你那诡异瞬移法术并不是毫无限制的，不然你也不会主动来找我。但你又能进到严防死守的宝库，所以我猜你多半是在程心和你送的那2枚养魂丹上留下了可以瞬移的标记物。我就借助了这炼师的神识，探查了一下这2女身上有没有什么共有的东西。真是没想到，你可以分割自己的神魂，附着在发丝上。这样看来，养魂丹也是用相同的法子。毕竟那丹药本身就有很强的神魂波动，你把自己极其微弱的神魂掺杂其中，没人发现得了。你到底是谁啊？我刚刚去确认过，你的尸体还跟大树长在一起，你根本就不是苍灵蚁。宗主，这是一次性的长距离传送阵。师姐，程心，你们醒了？师弟，怎么回事？这里是哪儿？好浓郁的龙气，这里多半是皇陵之类的地方。控制着炼师，果然还是太勉强了，都没法维持顽固的幻化了。假执事，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父亲让你做这些事的。他对此事并不知情，但是走到这一步也是拜你父亲所赐，而且都是他的愚蠢举动，才让星儿小姐诞生心魔的顺序出错，害得我不得不这般大费周章。你说什么？什么心魔顺序？星儿小姐，你没有觉得奇怪吗？发生缄魔之乱的青竹宗
分明离咱们万象门最近，为什么咱们宗门的伤亡人数反而最少呢？因为你父亲早就知道剑魔的恐怖，所以指派了与他理念不合的一批人过来送死。难道我手里的地图是父亲？不，那个是我布置的，包括把青竹宗弄得债台高筑，也是老夫的手笔。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一直说很感谢我外公的救命之恩，愿意为程家肝脑涂地吗？我记忆里那个对我关怀备至的贾伯伯，也都是演戏吗？并非演戏，我真的很感激老门主，他不单对我有救命之恩，还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力排众议，让当时只有金丹初期的我担任万象门执事这一要职。但很可惜，他被你的父亲害死了。你在说什么鬼话？我的外公是被林志远害死的，而且林志远自己已经承认了。老门主修炼了一种特殊保命的术法，林志远灭掉的是此法修炼出的假元婴。老门主真正的元婴被传送回了万象门的一处密室。不幸的是，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你的父亲，亦是他最信任的爱徒。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父亲，命其帮助搜寻让他可以重组肉身的材料，却没想到他认为最值得信任的人，却在他最虚弱时给予了他致命一击。骗人！父亲为什么会？老门主想把下任门主之位交给女儿，让程丽成为爱女的利剑，稳固门主地位。但程丽不想这样，他想得到万象门，得到你母亲，得到一切。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这些情报是程心的母亲用命换的。什么？老门主死后，程丽用无微不至的照料和关怀，取得了你母亲的好感，二人顺利成婚。他也以老门主亲传弟子坐上了现任门主的宝座。但你母亲一直没有放弃调查老门主离奇死亡的真相。本来程丽是不在意的，觉得没人能查出真相，甚至调着来到万象门寻找藏宝图的林志远，让他给万象门打了60年白工，准备利用完后就让林志远被杀死老门主的黑锅。却没想到你母亲为了调查惊动了天几个阁主，但阁主需要你母亲完成一些事情才答应出手。这些你母亲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程丽。程丽得知阁主出手了，担心东窗事发，听说了那些要求后，他又放下了心。他觉得你母亲不可能完成，但在你父亲暗中阻挠之下，你母亲还是在50年中一一完成了那些近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直到最后一项，需要牺牲掉老门主的一名直系血脉才能达成。你母亲挣扎犹豫了许久，还是选择了放弃。她不想对至亲下手，也和程丽说明了想法，但程丽却慌了。那个畜生可能觉得最后一项最容易完成，变得寝食难安，直到剑魔之乱的爆发。小姐，你还记得你当时为什么会去青竹宗吗？当时什么？你说青竹宗出事了？好的，我这就派人过去看看。
你去了，你的母亲自然也会过去。后来也如城里所愿，他利用魔剑之乱铲除异己，以及你的母亲。所以说，这些事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母亲死后，一个天机阁的使者找到了我。我不知道你母亲怎么跟天机阁阁主约定的。总之，她以自己的身亡达成了阁主最后一项条件。那天机阁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也向那位使者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说：我们答应过程灵姑娘，如果因为她的身亡完成了最后条件，我们就会把真相告诉最适合知晓之人。最适合知晓之人，也应该是程岩或者程曦，怎么也轮不到你吧？当时的我也很迷茫。我虽然很想替老门主、替夫人报仇，但我的天赋太差，修为一直卡在金丹，无法更进一步。而且那时我已经被杜老用蛊虫控制了。什么？你是杜老的人？我怎么从没听他说过？因为他控制我的目的就是监视小姐您呐。小姐您10岁时遇到意外，被妖兽袭击，坠入深谷，最后被杜老所救这件事，您还记得吧？其实杜老并不是为了救你，而是要拿你做了心魔蛊的实验。心魔蛊？你知道杜老他手里有一本叫蛊王诀的功法吧？这功法主要分为2大部分，需要多人合力完成。给王登武皇子修炼的是产生蛊王的部分，小姐修炼的则是可以产生蛊后的部分。蛊王、蛊后一旦成型，只需要吞噬另一半，就能完成最终的进阶。可我根本没有修炼过蛊王诀。蛊王和蛊后修炼方式不同，蛊王需要81位男性修士主动修炼，在体内生成本命蛊，随后献祭所有修炼者，只留1人成为蛊王的宿主。而蛊后只需要先在宿主体内种下一种叫心魔蛊的蛊虫，然后分别产生挚友、挚爱以及至亲3种心魔，心魔蛊便可以成长为完全体的蛊后。但蛊后宿主必须是女性，而且对心智的要求极度苛刻。杜老之前找的所有女性修士，无论修为高低，都在被种下心魔蛊后尸骸崩散、痴傻、疯癫，直到他遇到了小姐您，发现你的神智丝毫未受蛊虫影响，杜老欣喜万分，便谎称是自己救了你。心魔蛊，3种心魔，因为这种事，你们就引发魔剑之乱，害死陈长，害死母亲，还有那么多无辜之人。我猜剑魔之乱，杜老应该另有打算，而让你产生心魔也是顺便。原本只打算让你因为陈畅的死产生挚友这一种心魔，同时产生2种心魔，很大概率会让宿主承受不住，精神崩溃，影响心魔蛊的进阶。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些？杜老都已经死了，把我们带到这里，到底想做什么？是啊，再说那个邪修，怎么可能把计划如此详细的告诉你啊？杜老给我种下的是奴蛊，他死后，我第一时间便感应到了。他曾教过我一种可以从死亡修士的骨肉神魂中提取记忆的写法，正好用在了他自己身上，所以就知道了很多隐秘的情报。杜老也是准备杀掉5皇子后成为蛊王，完成整个功法的。
很可惜，他死了。这一步登天的机会便留给了我，也多亏了星夜小友重伤了五皇子，要不然我也成不了古王的宿主。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原本小姐的心境几乎不可能再有挚爱之人了，但星夜小友你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很可惜，我对他只是有点好感，谈不上挚爱。只要有了种子，那总会有办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心魔入梦诀。什么？这是哪里？被传送走了吗？这里是由心魔谷缔造的幻境，在这里的只是我们的神识。星夜师弟和程心呢？他们二人的神识在另一处幻境，在那里，心魔谷会创造出各种让二人感情升温的经历。等到小姐爱上星夜后，星夜会迎来凄惨的死亡，使小姐产生心魔。幻境中的心魔会投射进入现实，心魔谷就可以进阶为谷后。此法风险较大，但我也别无选择了。星夜此子进步神速，估计再过1年半载，老夫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了。哇，好险啊！还好我反应快，把大部分神识挪到万能推演台了。以宿主的神魂强度，即使全部进入幻境，应该也不会迷失。这毕竟是天阶功法，还是小心为妙。想知道的信息差不多都知道了，那猎物猎人的角色也该转换一下了。魔入梦诀。进度很快呀，已经到了洞房花烛吗？我千人一血的男人你都敢染指，不想活了吗？老婆，我是被他胁迫的。我真的只有这些钱了，放过我吧！去借裸贷，不然把你卖去青楼。好恨，好恨啊！该死的星夜，宰了你，一定要宰了你！心魔倒是顺利生成了，不过这能算是挚爱吗？看来成功了，幻境崩散，代表心魔谷已经满足进阶条件了。别担心，他们只是神识受创，死不了的。那能帮我弄死这对狗男女吗？啊不，那些都是幻境里发生的事。但我觉得现实中，他们也做得出来。好了，该进行最后的步骤了。这个阵法可以凝聚龙气，增加古王谷后融合的成功率。古王可以召唤心魔谷，3只心魔此时会实体化，包裹住幼虫状态的心魔谷，使其进入化蛹状态，而后迅速进阶为谷后。古王吞掉古后后，我会怎么样？古王和古后一旦死亡，其宿主也会死亡。我死后，程立随你处置，放了我哥。唉，小姐，你知道吗？以前我是一个小门派的掌门，由于得罪了一伙邪修，整个门派都被灭门了。多亏老门主出手相救，我才苟活下来。恢复意识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的母亲。她说
需要我确认一下，是否所有的邪修都被斩杀了？然后我发现少了一个，那人当着我的面杀害了我的妻儿。我留在了万象门，就是想要这里的情报网寻找此人。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也一步步的往上爬，做到了原本是元婴期才有资格担任的万象门大管家一职。有一天，你母亲找到了我，她带我去了万象门的一处隐秘地牢，那里就关着我苦苦寻找10余年的杀妻杀子的仇人，但他已经死了。准确的说，老门主一开始就把他们所有成员一个不留的斩杀了。他看出了我那时的死志，所以故意藏了一具尸体，碰巧被他藏起来的就是我最想杀的。我问他为什么不一直瞒着我？先前只是不想让萍水相逢之人白白丧命，现在则是想让好友之交可以更加自由地活着。老门主救了我第一次，你母亲救了我第2次，面对他们的神陨道消，我却无能为力。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等一下，你这是……古王诀有2种修炼方向，不是只有古王可以吞噬古后，古后同样能吞噬古王。什么？接下来的路要靠心儿你自己了，贾伯伯只能陪你到这里了。问问小瓜宗门的大家，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看没看见？什么叫老戏骨？这才叫老戏骨！什么？这里还是幻境？怎么可能？操纵心魔谷幻境可以达到的等级，要依赖施术者的神识。比较遗憾，我的神识比你强那么一丢丢。这怎么可能？你从哪里学到的古王诀？他从古王诀的残篇推演出了整本。啊！哎呀，你这老头也真是了，学什么不好，非得要搞个好人装坏反转耍酷。要不是师姐让我再观察一下，我都要误伤友军了。而且换位思考，如果老门主和诚心的母亲为了救你放弃自己的生命，你会愿意吗？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因为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心魔谷与古王不同，古王如果能维持修士精血的供给，便没有副作用，反而有利修行。但心魔谷会让宿主更容易产生心魔，一旦寄生，终生会被心魔困扰。只有彻底完成古王诀，才能让小姐摆脱这个宿命。能详细讲讲你从杜老魔身上得到的古王诀内容吗？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哦，这样就更清楚了。我虽然补全了功法，但没有实际修炼一遍，有些细节看不出来。既然功法内容都是假的，你问这些还有意义吗？我问的只是里面不让假执事做的方面，还是有可信度的。等一下，什么内容是假的？夏伯伯，你被杜老魔算计了。他的骨肉神魂信息中记录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古王诀。什么？是的，他料到了在他死后，你会用那个方法搜他的魂。这怎么会？我都被他种下奴蛊了，想让我做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布局吗？奴蛊只能在他生前控制你，而这是他为了计划设计的保险措施。可杜老全盛时期的修为也只到应变期，他又如何能够修改天界的功法？他没有改动功法的内容，改的是功效和目的。什么？
杀死古王宿主，按照功法记录的手段就能代替原宿主，就像你对五皇子做的那样。按照功法说的，你想控制古王，让古后吸收、牺牲自己，完成拯救诚心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假直是你不知道吗？但凡能形成社会群体的昆虫，普遍采用母系社会结构。古王诀根本没有古王吞噬古后的这种情况。难道古后孵化出来以后，古王会完全脱离宿主控制，自愿把自己献祭给古后，这才是真正古王诀记录的内容。这说不通啊！那杜老又为何费尽心机谋划这么多年？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你自己看吧。真正的古王诀，这怎么会这样？我完全就是枚棋子，竟然还在自我感动。没有星野小友的制止，别说报答程家，我这简直就是程家最大的罪人呐！贾伯伯，这不怪你，任谁也想不到他会用自己的死来布局的。就说负几个亿功德的魔头，怎么会那么轻易被我干掉？这老杂毛也太狡诈了！我要不是开挂补全了古王诀，后果不堪设想啊！那现在该怎么办？小姐已经通过幻境产生了最后的心魔，一旦离开幻境，古后就会自动开始孵化了。没关系，幻境中期我就接管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心魔。我就说内容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奇怪？而且程心身上的2个心魔也被我除掉了。什么？除掉了心魔？这怎么可能？是真的，他还复活了我的母亲和陈畅。小姐，你可不要开这种玩笑啊！都是真的，贾伯伯，他们现在就在青云宗阵法阁的密室内，娘亲她肯定也很想见你。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小姐心魔除掉，林姑娘也活过来了，这简直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星野逍遥，谢谢，真的谢谢你。不用。除了让小姐以身相许，我真是不知道还能怎么样感谢小友了。你们算盘珠子被我师弟领上了，而且最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不是吗？没错，只要不除掉心魔骨，那杜老魔就有可乘之机。等一下，既然除去了心魔，那维持现状不好吗？维持现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贾执事，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如果杜老魔准备的保险不止你一个呢？你想让程心余生一直活在杜老魔的阴影之下吗？那星野小友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你们先在这里等我一下。这星野小友的神识完全感应不到了，他出了幻境吗？等一下，他该不会是想把心儿……你把我师弟当成什么人了？星野他不会那样做的。不是，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们俩会读心术吗？宿主要做什么？贾执事说的那些批注和禁止事项，我要一项一项实验。刘千云，我有件事要拜托你。什么？如果星夜计划出现不可控的变数，而我又处在无法自裁的状态，请在必要时杀了我。小姐，你这样说，我倒是松了口气。我还担心你一出幻境就会自裁呢。以前的我或许会这样做。以前的自己吗？以前的我知道古王诀内容的话，应该早就对你下杀手了。看来咱们都变了呢。是啊，这就是那个男人调教的手段吗？喂，久等了。我有办法了，不过需要各位的配合。好，小友你说。程心，你需要再次进入幻境，这次要产生真正的心魔了。那请安排正常一点的剧情。没问题。贾执事，你要离开幻境一下。好。这个光罩解开一下。这，咱们都离开的话，
心魔谷的幻境也会崩塌的。没关系，我留了一部分神识，在那边维持幻境。好吧。竟然能如此随心所欲地调用神识，小友太谦虚了，这比我强的可不止一点呢。苗苗，把之前那2个心魔吐出来。都吃了怎么吐？别装蒜了，我还能感觉到他们俩的阴煞之气呢。哼，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应该还能用吧？还好没有消化彻底，不然可要难办了。小友，你在干什么？在和谁说话？没事没事，接下来就轮到贾执事你了，会稍微有点难过，请忍一忍啊。等等，小友，你要做什么？那边不是为了让长兴产生心魔的幻境吗？怎么都是咱们2个？非也非也，你怎么一直用大师姐的脸啊？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了。怎么了？幻境那边的神识差点被大师姐干掉了。这里还是幻境？不是了，已经成功诞生第3只心魔了。古王诀，成功修炼此法诀，可在体内形成心魔谷。心魔谷完全同步修炼者的神魂信息，成为身外化身。心魔谷化身的本质是一种人造心魔，即使修炼者意外身亡，此化身也可独立存活。化身的初始阶段会处于休眠状态，只有让幼体形态的心魔谷完成最终进化，才可唤醒化身的意识。心魔谷的培养需额外寻找适合的宿主，一旦筑谷成功，只要宿主生成至亲、至爱、至友3种心魔，且谷王已经诞生，心魔谷便会自行进阶为谷后。这完全和星野小友补全的古王诀里描述的一样。我知道的版本果然是假的。这就是谷后，体型居然如此巨大。怎么回事？谷王完全不受控制了。谷后会召唤谷王，将其吞噬，以完成最终的进化。谷王的宿主会随着谷王的献祭而身隐道消。大伯伯，吸收了谷王的谷后，会进入产卵阶段，其子谷产生的数量与谷王蕴含的能量成正比。这些子谷都有着相同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寻找适合寄生的宿主。何方宵小，胆敢犯我苍兰国仙城，邪祟受死！化绝雷枪！哼！什么？开护城大阵！这些东西又古怪。如无法攻击无效的话，就用更直接的办法。子谷同属于人造心魔的范畴，所以对一切常规攻击免疫。与诞生谷后的心魔谷不同，子谷对宿主的要求没有限制。一个宿主体内只能寄生一个子谷。这些都是什么鬼东西啊！
只要是修士，无论修为高低，都可以成为被子骨寄生的宿体。统领，你没事吧？被寄生者虽然不会马上殒命，但会沉浸在子骨的幻境之中，持续地产生出心魔，直到神魂崩散。与常规的心魔不同，这些由子骨催生的心魔是可以被任何人看见的。奇怪，这些幼虫应该会优先攻击距离最近的我们，怎么没有一直飞过来？难道是师弟做了什么？何方宵小，敢擅闯我苍蓝国皇陵？这里危险，不想死就快点离开！大胆，竟然对殿下无礼！殿下小心！杜老魔，优先处理这邪物，它在吸收龙脉气运。是。穿过去了。啊！这！殿下！殿下，你没事吧？可恶，这里是哪里？那伙歹人用了什么邪法？那少年应该是想救咱们。殿下，老奴刚才与你的全力一击，没能伤到那怪物分毫，而老奴只是被他的攻击稍微擦到一点，就成了这副样子。原来如此，融合了古王的能力，变成了能吸收修士精血的心魔，这还真是恐怖啊！4号，你竟然还活着！老夫最晚布局的苍蓝国，竟是最先完成古王诀的，还真是小看了那个贾格飞呢。能感应到阴煞珠还在4号体内，他竟然找到了隐藏气息的方法。真是天助我也！现在的我已经可以炼化珠子了，到时候就能真正的做到不死不灭了。啊！真没想到，除了天阶的魔剑，竟然又在我苍蓝国出现了此等天阶魔功。这个人能伤到心魔状态的杜老魔，但很可惜，你选错了修炼地点。王领域。没想到苍蓝老祖的领域能力正好克制心魔，看来不用师弟出手了。无敌前辈，他跟晚辈有仇，还请把此事交给晚辈来处理。大言不惭，也就是看在你刚刚帮了我曾孙的份上，老夫才没对你出手。你胆敢多事，老夫不介意先把你宰了。不要再挣扎了，这整座龙脉上埋葬着数不尽的枯骨，他们都化作了老夫死亡领域的养料。你补充能量的速度，快不过老夫赐予你的死亡，你撑不过1刻钟的。真是厉害呀！能赋予心魔死亡法则，真能这么简单的除掉心魔，武圣殿早就把你供起来了吧？你也不会沦落成一具只能苟活在皇陵里的僵尸了。老夫能除掉你就够了。这样啊。
自身的气息和能量的补充都在急速减弱，是放弃了吗？杜老魔要撑不住了，可这样的话，程心也会死啊。师弟到底想怎么做？啊，你跟你祖爷爷关系好吗？有点事要麻烦你。你在和谁传言？把天阶功法交出来，老夫可以暂时不杀你。你猜我会信吗？那就死吧！轮到你们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老夫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前辈还是先顾好自己吧。这家伙不是被我的领域消灭了，而是变成真正心魔的状态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我虽然拿纯心魔化的他没办法，但是他想要攻击我，也需要显露身形。这样的话，只要小心防范。该死！在完全心魔化的状态下接触老夫，然后再实体化吸收精血吗？这样根本没办法防御。跟他耗下去，先死的会是老夫啊！收起领域，保存实力嘛，徒劳的挣扎而已。死吧！什么？怎么？这次一点精血都没吸到吗？真是个疯子，竟然把死亡法则这种危险的东西压缩到自己身体内部，进行无差别攻击。不过这种情况，先死的应该是你自己吧？只要把死亡法则的领域分成67262份，绕开自己的所有重要经脉就可以了。真是的，到底谁才是怪物啊？怎么，这就束手无策了？天阶的魔功不会就这点能耐吧？还是说你是个连天阶功法都救不了的废物呢？我从你的曾孙口里听说了，你离不开苍兰国皇陵吧，所以才想激怒我。我不对你出手，你就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不是吗？但老夫可是有很多办法对付你呀，比如到皇陵外边吸收掉你所有后代以及所有苍兰国修士的精血，突破到半步化神，再回来像踩死蚂蚁一样踩死你，如何？混账！真是期待呀！啊，消失了，有了什么高阶传送卷轴吗？算了，不过老夫也在他们身上做了标记，逃是肯定逃不掉的。这下麻烦了，得想办法联系圣殿的人来。见过祖爷爷。月儿，祖爷爷，快把您的灵力灌给星夜，能灌多少灌多少。什么？他才区金丹后期，灌注老夫的灵气，你想让他爆体而亡吗？没时间解释了，祖爷爷，您就按我说的做吧。那好。这臭小子竟敢勾搭月儿，爆了就爆了。哼！哈哈哈，太爽了！这就是阴变体的灵力吗？什么？这可是老夫3成的灵，竟然承受住了！哎，这就没了。无敌前辈，您身子骨有点虚啊。哼，是你自己找死的。8成灵力和你爆！哦，前辈的灵力在减弱，加油啊！您得支棱起来啊！可恶的小兔崽子，老夫跟你拼了！
祖爷爷，你把死亡法则还给他了，你要杀了他吗？没事啦！自古提供的心魔已经足够了，老夫现在已经拥有了应变初期的实力，现在只要吸收了相匹配的修士精血，苍无敌就不是我的对手了。等干掉了他，我就能踏足应变后期，加上4号的气血阴煞珠，就算是化神初期，老夫也有一战的实力了。什么？还在傻笑呢？兽你来了！4号，为什么你身上散发着天阶法宝的威压？还有你身上苍无敌的灵力和死亡法则是怎么回事？问题太多了！云放进为什么分明是用拳头攻击，散发的却是恐怖的剑气威压？而且他不靠死亡法则也能攻击到老夫，难道是因为体内的阴煞珠？苍蓝破天诀！厉害，那个怪物完全不是对手。没想到他能完美的把老夫的死亡法则同剑气融合，可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怎么了？苍无敌的灵力在飞速减弱呀。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法子借用他的力量，但他本人都奈何不了老夫，你又觉得你自己能翻出什么浪花呢？果然还是不行。只要不能一击瞬杀那个怪物，那红色的能量就能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补充。拖延了这么久，终于分析完成了。先把你的电源线拔掉。什么？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自古产生的心魔不受我控制了？其实吧，学习功法就像是往电脑里面安装程序，只要是程序就会存在漏洞，等级越低的功法漏洞就越多。但是古王诀这种天阶功法的漏洞显然没有那么好找，我就算有推演的能力，没到化神也毫无办法。我就想，我一个人不行，那如果数百万人、数千万人一起找，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你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只要是程序就会存在漏洞，数千万只子骨找到了他们宿主的同时，我需要的寻找古王诀漏洞的庞大网络就搭建好了。你吸收子骨心魔，吸收精血的时候，你的身体被死亡法则攻击，你利用心魔修复身体的时候，你完全心魔化隐藏自身的时候，你被我的剑气攻击的时候，这些在你身上发生的种种变化，都由吸收进你体内的数以万计的心魔进行感知，并传回了我构建的庞大神识网络当中，反复分析，反复推演，反复解构，然后我终于做出了针对古王诀这款软件的修改器。功能还蛮多的，比如用子骨的心魔来虚拟出一个权限更高的骨后，然后本来应该补给你的心魔就被他截胡了。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那继承我的消失是被我的子骨寄生的，怎么会受你控制？嘿，很简单，因为子骨是吸收古王的力量产生的，而我就是古王的宿主啊！什么？古王可以转移宿主，但是需要先杀死原宿主。如果不杀，被转移后的新宿主无法继承古王带来的修为加成，还会被迅速吸干精血，古王也会回归原宿主。不过嘛，他吸收我精血的速度
并没有快过祭血阴煞珠的恢复速度。这样，古王爵的第一个 bug 就产生了。贾执事活着，我也成为了古王的新宿主。然后为了让你察觉不出异样，我只需要跟贾执事演一出戏，控制古王钻进贾执事的身体，再让他服下能让生机之力断绝的假死丹药，就可以骗过你了。你虽然吞噬掉了古王，但在阴煞珠的恢复作用下，我这个宿主并没有死掉。这样，古王爵的第二个 bug 就产生了。古王死了，我这个宿主却没有死。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能感知到你孵化出的所有子骨，还能借由每只子骨深入被蛊成寄生之人的识海。于是，我尝试通过子骨，让所有被寄生者的识海产生联系。就这样，数千万修士的神识共同构建出了这个拥有庞大算力的识海堡。为什么你既然对古王爵这么清楚，直接除掉古王不让我复活，岂不是更简单？因为古王古后都可以复数存在，比起赌你没在诚心以外的人身上下蛊，我更偏向亲手帮你复活，破解古王诀，让你的复活手段彻底失败。别太得意忘形了，你只是我炼制的最低阶炼士而已。我模拟出来的蛊后，可比你正版的还好用的多了。形态变化！啊，这是什么？完全心魔化了。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你以为你这样能逃得掉吗？四号，饶我一命！我知道很多秘密，知道很多能让你成为至强者的手段，我可以做你的仆从，只要你别杀我。老头子仆从一个就够了。还有，我不是4号，我叫星夜。等一下，星夜大神，等一下，不要啊！